小女娃意外落水，女人好心将其救上来，谁知女娃母亲非但没有感谢，反而还将女人一顿臭骂。桃丫，桃丫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唬娘啊！孩子没事，呛了些水，一会儿就能醒。疯婆子，你说是不是你把孩子丢水里的？今日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有病吧？你没看到是我救了他？你才有病！这片又没有其他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难不成他还能自己跳下去？死疯子！你不谢我就算了，你还骂我，真是好人难做。等等，这妇人怎么是这身装扮？这一身衣服是什么鬼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小树哥，快来！我看到你娘了。在哪呢？就那边草丛里。娘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我们干完活就回。你怎么自己解了绳子跑出来了？让我们好找。娘，走，咱们回去吧。我是你们的娘。哥哥，娘她好像又不认识我们了。走吧，娘，你看看你，衣服都湿了，得回去换。贵宝，今日多亏了你，找到了我娘。我是听到村里的望姑婶子骂人，说是你娘把她闺女推河里去了，这才知道她在河边。娘，今日三婶家吃了野菜饼子，哥哥给你要了1块，你赶紧回去尝尝。你三婶家今日吃野菜饼子，我好久没有吃饼子了。我奶说等秋日粮食卖了些，也买面给我烙饼子吃。你真是个馋鬼，那饼是专门给我娘要的，可没有你的份。为了这个饼子，我哥哥今日还挨了三婶的骂呢。我又没有馋你娘的饼子，我就是说我好久没有吃了。奶奶，我们找到周婶子了，她在河边。你看看你，把孩子吓的，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到处跑，怎的这么不听话？奶奶，没事，找回来就行了。娘，进去吧，我去给你拿饼子。小苗，你看着娘，让她换身衣服，哥哥去河边提水。娘，这是饼子，你赶紧去换身衣服，然后出来吃饼子。你叫小苗？娘，你是不是又忘了我的名字？我是小苗啊，我也叫杨苗。你哥叫杨树？对，哥哥叫杨树。娘，你想起来了？那你们爹呢？爹他没了，3年前就没了。娘，你又忘记了？那你今年多大了？三婶说我今年8岁了，哥哥10岁。三婶是谁？三婶就是三婶啊，得保他娘。小苗，娘问你娘是不是生病了？娘病了很久了。隔壁冯奶奶说娘是可怜人，让我们孝顺些，多照顾。是什么病？疯病吗？娘，你别怕，他们怕你，我们不怕。我跟哥哥不会离开你的。这时杨树提着水回来了。不是让你给娘换衣服，怎么还是穿着这一身？不妨事，衣服都干了。听到这话，杨树就准备出去了，结果没走多远就被绊了一下。周琼连忙跑过去，准备将他扶起来，却看到了腿上好几个深深的牙咬过的疤痕。这是谁干的？真是丧心病狂，把孩子咬成这样。小苗，哥哥腿上是谁咬的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？女孩看着他，眼里突然就冒起了泪花，却是一句话也不肯多说。你别哭，告诉娘，谁欺负你们了？娘去给你们做主。娘，已经好了，不疼了。周琼心里一阵难受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。是不是娘咬的？娘别难过，娘生病了，娘不是故意的，已经好了，不疼了。小苗，从前都是娘不好，娘以后再也不伤害你们了。随后周琼来到外面，看到这破旧的家。这个家实在是太穷了，除了穷就是脏乱，恐怕一时也改变不了。不过既然要住下来，没有东西，但至少家里要干净。看样子我要好好整理清洗才行。小苗，娘想抽个时间收拾收拾屋子，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？你跟娘说说，不要的咱们把它扔了，堆在家里这大热天的气味难闻。娘，这里的东西都是你去外头捡回来的，你不让动的。这样啊，那娘知道了。娘，你今日看着与平时不同，笑得也不同。娘觉得自己脑子好像清醒了些，不知道是不是疯病好了。从前对人没有印象，今日好像印象特别的深刻。真的吗？娘，你的疯病好了，可是隔壁冯奶奶说你的病好不了，说你嫁给咱爹的时候就已经病了。娘，你真的觉得自己好了吗？应该是好了一些吧。哥哥，娘说她的疯病好了。没多会儿，男孩就被女孩拉进了屋。娘也不知道娘是不是全好了，就是感觉比从前好。你们2个都受苦了，你们放心，娘以后会照顾你们的。娘，好了，别哭了。娘想将屋子收拾收拾，顺便洗个头洗个澡，家里有洗澡的东西没有？娘，这套是你换洗的。洗衣服的肥皂放哪儿了？什么是肥皂？我说错了，我是想问你们平时用什么东西洗衣服？我们平时都是将草烧了，用灰洗。
用灰洗，那不是越洗越脏？不会脏，能洗干净。为什么要用灰洗？就算是没有肥皂，那无患子不是也可以做清洗剂？先前回来的路上，我都看到了一棵无患子树，等会儿我得去做点清洗剂。我马上要去帮三婶地里抬水，小苗，你就在家里陪着娘。哥哥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在家看好娘的。小苗，家里有篮子没有？陪我去摘点东西。有，后头有个竹篮子，我去拿。娘，你要摘什么？无患子是一种能让东西变干净的一种植物。小苗，你们去哪里？我跟我娘去摘点东西，你要不要去？去，等我。怎的出门也不叫我？你就是个跟屁虫，上哪里都要跟着。你出来跟你奶奶说了没有？小心她找不见你。她去地里了，没时间看着我。贵宝看上去与杨苗差不多大，她似乎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，难道也是没有父母的孩子？你今日怎的带你娘出来了？你不怕婶子她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娘她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今日我们找到她的时候，她都不认识你，怎么就好了？她什么时候不认识我们了？她只是不认识你。我娘好了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。你们这是要去摘什么？去摘无患子，等会儿搞卫生要用的。什么是无患子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多问题？你跟着我娘走，等会儿不就知道了。我要摘的就是那树上的果子。周婶儿，你要摘它，我爬上去帮你摘。别爬，危险，咱们就捡现成的就行，不用上树。娘，你说这东西能用来清洗，怎的以前没有听说过？你们从前从来没有用这果子洗衣服那些吗？一直用的那草灰。婶子，你要用这果子洗衣服，这果子怎么洗衣服？等会儿回去你就知道婶子怎么用它洗东西了。好了，这些应该够了，以后有需要咱们再来。女人穿越古代，成为2个孩子的娘，一睁眼就看见满屋的垃圾，随即女人就出门采摘无患子，准备给家里来个大扫除。我要去洗窗台，谁帮我去擦床？我去，娘我去，我也去。就用这个擦，一定要擦干净。那床上的草铺怎么办？那个太臭了，扔掉。娘，床擦完了，现在擦柜子吗？柜子先别忙，等床干的差不多了，把柜子里的东西放到床上，咱们里外都擦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得先检查床铺擦干净没有。擦得好干净，你们很棒。娘，这个水很好洗，所以我们擦得很干净。我要告诉我奶奶，这个果子可以用来洗东西，比草木灰好用。娘，这会儿不能洗柜子，那咱们洗什么？洗吃饭的桌椅。就在几人忙得如火如荼时，一转眼就到傍晚了。隔壁冯氏回来，看到他们院子外头的东西，很是吃了一惊。小苗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东西都丢在外头？奶奶，婶子她今日摘了那河边的果子，那果子居然可以洗东西。今日我们把家里的东西全洗干净了。那你晚点自己回来，奶奶先去休息一下。小叔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要差不多天黑才能回呢，要等三叔三婶他们吃完饭。咱们这住就住了咱们这2户人吗？这坡上就住了咱们2户，从那头坡下去不远就是三叔他们家呢。娘，你是不是又忘记了？是忘记了一些，不过娘有你在，你总能帮娘想起来的。你们俩在外头玩一会儿，我把东西收拾了。今天谢谢你们俩，贵宝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该回家了。婶子，你们家收拾的真干净，要是我们家也能这么收拾一下就好了。婶子倒是愿意帮你的忙，但是你得提前问问你奶奶，不然万一收拾起来，不小心把重要的东西弄丢了就麻烦了。那好，我回去问问我奶奶。今日我扔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藏着钱之类的吧？娘，咱家没有钱。小苗，咱家的粮食在哪里？怎么没有看见？娘，咱家里没有粮食。没有粮食，没有粮食，你们平日吃什么？我们帮着三叔家干活，可以在三叔家吃些。今日中午你吃的饼子就是三叔家的。一直在他们那里吃吗？也不是，有活才有吃的，没活就没有吃的。我们也会去山里挖些野菜煮着吃，偶尔隔壁冯奶奶也会给我们些吃的。家里没有地吗？有1亩，但是大伯家种着菜，要收成了才会给一些粮食。去年给的粮食也早吃完了。真是棘手，如今的处境也太难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杨树就回来了。你今日去你三叔那处做了一下午活儿，他给你吃食了。今日给了我1大碗粥。就这些，这一个人都吃不饱吧？这三叔怕是个没有良心的，干了一下午的活就给这些，这不是变相压榨吗？娘，你若是饿，你先吃。娘不饿，你们吃吧。娘中午吃了饼子，你们忘了？你们吃。
吃完了饭，三人都躺到了床上。夏日的天气有些燥热，如今一左一右躺着两个孩子，他颇觉得不习惯。娘，是不是蚊子咬你睡不着？你怎么还不睡？你看哥哥都已经睡着了。哥哥今日干了一天的活累了，我没有干活。你们平日都这么早睡吗？天黑了就睡觉啊，没有蜡烛看不见。小苗，你们经常去三叔家干活吗？那我平时在家都做什么？去三叔家干活不用饿肚子，我跟哥哥都喜欢去干活。娘，你之前病了，我们出去干活会用绳子把你系到床边的，不然你会像今日这样找不见人。咱家亲戚除了三叔，还有大伯，是不是？你们也去大伯家干活要饭吃吗？不去大伯家干活，只去三叔家。为何？大伯娘兄他们还打过娘，我跟哥哥不喜欢。这卖力气都得看人脸色，这样一对比，那个三叔虽然小气了些，但至少愿意帮衬，毕竟日子长了，谁愿意这样时常接济？你快睡吧，娘也要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琼就来到河边洗衣服，两个孩子起床发现没人，就找了过来。娘，我帮你吧，今日山夫家没有活做，我帮你洗了衣服，再去山上找些野菜回来。衣服不用你帮忙，你要去就赶紧去吧，只是要小心，别去危险的地方，找不见就算了。小树哥，家里没人，我就知道你们肯定在河边。你慢些，小心摔了。我带我奶奶来洗衣服，今日我们也要用那果子洗。刚来的路上我已经摘了一些，你看，我说这能洗衣服，我奶奶还不信，我要让她大吃一惊。摘了真不少，贵宝，你好厉害！不过这些你可以留着你奶奶以后用。婶子，我那盆里有，等会儿让你奶奶用我盆里的，不然搓要搓好半天。多谢婶子。花娘，你真好了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花娘，婶子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小树，你娘如今是个什么状态？婶子，我人突然清醒了，但是这些年的事浑浑噩噩，好多东西都忘了，也怕记错了，您别担心。我明白，也是那人牙子造孽。你被卖到咱们村的时候，刚开始分明是好好的，说话正常，长得也好，大概是受了刺激，突然就疯了，一疯就疯了这么多年。如今醒了好，他们两个总算是有个依靠。这几年，这俩孩子过得太苦了。娘，您既然不用我们帮忙，那我去山上了。我带小苗回去拿篮子，顺便把路子晒出来。那你们去吧，自己注意安全，不要回太晚。奶，我也要跟小树哥他们上山。去吧，在跟前也嫌不。三个小奶娃去深山里挖野菜，尽管来回走了10里路，但他们依然很高兴，只因挖到了野菜就不用饿肚子了。小树，娘想上山看看，家里有锄头没有？家里原本有一把锄头，但是大伯说放在家里不用也是坏了，给拿走了。这个大伯到底是个什么奇葩？我真想去会一会这个人，没有就算了，拿个篮子带娘去看看。周琼带着两孩子路过村子，往山道里走，然而路上碰到的村里人都避他们远远的。娘，他们不知道你好了，若是知道了，就会跟你打招呼的。今日奶奶跟我们说，让我们不要把你好了的事说出去。我跟哥哥没说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不知道也好，咱们能把自己的日子过起来了，再叫他们知道也不迟。你们平日经常上山去找野菜吗？三叔说，山上找到的吃的就算是白捡的，只是找的人多，如今得去远些，才能寻到有用的东西。小树，你们今日怎么把你疯子娘带出来了？这若是伤了人怎么办？小树没有理他，只是有些担心的看向周琼。我没事，看样子我从前肯定疯得厉害，逼着我也好，若是让我跟他们说话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们就来到了林子里面。咱这处有人打猎吗？有，村里的东南夫家里就打猎，就他们家老吃肉，不过多是拿到镇上去换钱。那咱们这处有猛兽吗？娘，猛兽待在深山，只有下雪的日子山里才能偶见，这片没有的，你别害怕，不过要注意蛇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们看这个，经常灰色，有毛，叶子是羽状复叶，这东西是当归啊。当归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可以煲汤，它是一种药材。娘，你还认识药材？认识一些，来，咱们把它挖起来看一看就知道了，看看有没有认错。娘，这根好长啊，这不就是普通的树根吗？是当归没错，赶紧装到篮子里。娘，那边还有呢。咱们今日没有带工具，挖起来太费时间了。现在是下午，咱们把地方记住，下回带工具来再挖。今日还是多看看吧。娘，这药材有什么用？什么是煲汤？咱们用它煲什么汤？当归是补气血的药材，用来煲鸡最好不过，煲汤就是煮汤啊。你们没有煮过吗？
娘，咱家没有鸡，三夫家有几只鸡，但是养大了是要卖钱的，不会让我们煮了吃。没关系，咱们没鸡煮，咱们可以用它卖钱换银子，就是不知道能换多少钱。娘，这个可以换钱吗？这是药材，药铺子肯定会收的吧？等会儿我们再挖几颗，找机会去镇上药铺子问问，看看能不能换钱。若是真能换钱，我以后就日日找这个。小苗可不能告诉别人。你放心吧，哥哥，我连贵宝都不说。贵宝知道该伤心了，不过我如今还不确定呢。走，咱们再看看，兴许还有别的。等过2日，你们带我去大伯那里，我要把咱家的锄头拿回来。刚走了一段路，周琼就看到了一节长满了菌子的腐木，她忙凑上去仔细的看了起来。娘，这个菌子不能吃，有毒的。以前有村里人摘回去，全家都中毒了。娘知道，菌子不能随便吃的。那娘，你一直看它做什么？难不成这也是药材？它不是药材，但是它出现，它的边上兴许就有一种名贵药材。哦，哈哈，找到了！娘，你找到了什么？来，你们跟着娘一起小心的挖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它叫天麻，兴许能卖大钱。几人很快就挖出了几个土豆大小的块状。杨苗将果子拿起来，放到鼻子边闻了一下，就赶紧拿开了。娘，有没有挖错？它一股子臭味。臭味就对了，你咬一口它还是苦的呢，但它是好东西，放到篮子里去，咱们再找找，看看还有没有。很快，他们又在附近找到了几株，3人1人1株，慢慢的挖。挖完之后，眼看着天没多久就要黑了。回去吧，记住这个地方，若是这些真的能换钱，咱们就再来；若是换不了钱，那我们只能想别的办法了。娘，你明日要去镇上吗？明日去不了，这天麻新鲜的大概没人要，要先晒几日再去镇上试试。既然是好东西，怎么村里人不挖？你傻了，这东西除了娘，没有人认识。若是他们知道了，哪里还有我们的份？所以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了。娘，你可真厉害。咱们先别高兴，我也不知道在这处有没有人收。没事，不收也没有关系，咱们自己留着用。对，咱们可以留着，以后有需要的时候用。3人从村子里过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了杨树的三叔杨公才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男孩。你们今日去山上了，找到了些什么？杨树有些紧张的将篮子往身后藏了藏。我都看见了，那树根不能吃，最多当柴火烧了。明日来叔家里干活吧，这东西别吃了。今日怎么把你娘带出来了？听说你娘昨日差点把人推河里去了，是家里管不住吗？我没有，那孩子掉水里了，我救人而已。他这一开口，直接把杨公才吓得后退了一步。他忙笑了笑。二嫂，我没说你不是，时候不早了，都早些回去吧。小树，记得明日过来。知道了，三夫。刚刚那个就是三叔。三夫脾气好，对我们好。后头的那个是德宝。三叔家有几个孩子？除了德宝，还有2个姐姐，兰花姐姐跟旺地姐姐。3个孩子，难怪日子过得不好。小树，你们平日去三叔家里干活都做些什么？三夫家里喂了猪，要先去割猪草，回来帮着剁碎煮给猪吃，然后就多是地里的活。不是有2个姐姐吗？她们做什么？姐姐们要上山砍柴火，有时候还要绞茅草，地里的活也要做。绞茅草做什么？怕屋子下雨，若是漏雨用来补屋顶的。那咱们是不是也得补一下屋顶？屋顶太高，咱家奶奶不让我们上去，咱家的屋子下雨漏便让它漏。如今娘你好了，应该是要补一补的。只是娘，你会补屋顶吗？我会啊，不会不能学嘛。你提醒了我，明日我就去割茅草，怎么绞你们教我就是了。那明日哥哥去帮三叔干活，我带娘去割茅草。女人为了盖房子，竟将河边的所有茅草全部收割干净，背回家时，隔壁老奶奶都被吓了一跳。你们今日是把河边的茅草都割了吧？这么多！奶奶，娘说屋顶漏雨要换茅草，咱们这也有您家的份儿呢。还有咱们家的，那我可得帮忙了。奶奶，你去休息，我给婶子帮忙就行了。没事，我今天也不下地干活。几人一边就是几个时辰。小苗，你等会儿带我去大伯家。你要去老大家去做什么？他们家人可不好说话。小叔说家里的锄头让他大伯拿走了，我这要干活总得拿回来，总得去一趟的。那你小心些，张氏那婆娘是个不讲道理的，你若争不赢就别与她争，小心吃亏。我不怕，你放心。小苗，等会儿若是情况不对，你记得站在娘后头。娘，你也要小心，大伯娘跟人打架从来没有输过，若咱们说不赢，咱们就赶紧跑。他不怕我吗？我看你三叔昨日都挺怕我的。他谁都不怕，三叔说疯狗见了都要躲3里地。你三叔说话还挺道，你记得我跟你说的，保护好自己，娘你不用担心。
小淼，你今日怎么带着你娘出来瞎晃悠了？这若是伤了人可怎么办？大伯，我娘不犯病是不会伤人的，您放心好了。今日来找您是想将家里的锄头拿回去。什么你们家的锄头？你们家又不种地的，哪里有什么锄头？就是前2年你们借走的那一张，我娘说家里周围草长得太荒，要理理。大伯娘，您拿给我们吧。你说借了就借了，咱家啥时候拿了你们的锄头？莫不是不小心丢到了山里，让人捡了赖在我们头上吧？走走走，你还敢带你娘出来，真是会惹事儿。大嫂，这个事儿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的，你拿没拿隔壁冯婶子可以作证，要不咱们一起找人评评理。我说没拿就没拿，谁不知道冯氏那个婆子帮着你们说话？你以为你收拾干净了就能当人说话了？赶紧走，别脏了我这处的地。你个不要脸的疯子，你敢推我？看我今日不打死你！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敢打我娘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想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我就是想拿回我的锄头。你们既然耍无赖，那我只能采取有效的手段了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这会儿是清醒的。若是我一会儿发了疯，打伤了谁，或者是咬伤了谁，那可就不能怪我了。哼，行行，不就是锄头，还你们。还你们了，赶紧走吧！一群白眼狼，忘了咱们还供着你们粮食呢。大哥，粮食不是白给的，是咱地的租钱。今年这一季收完，我们就要把它收回来。提前跟你们说，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。你要收地？我们种的好好的，凭什么要还给你们？你说收就收啊！吃了咱们的粮，如今翻脸不认人，没门！大嫂，不过是租给你们2年，怎么？真当是自己的地了，真当粮食是施舍给我们的，你们莫要太搞笑。今日这不是商量，只是通知，若是你们到时候赖着不还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说完，他一脚踢断了边上的一块木头，随后2人雄赳赳地回了住处。小苗，你们今日没有被大伯娘打吧？没有，娘今日可厉害，把大伯娘跟大哥都给打趴下了。娘还跟他们说了让他们还地的事情，还有娘今日当着他们的面踢断了一根木头，把他们吓个半死，可威风了。好了，别吓你哥哥了，哪有那么厉害？不过是借了些巧劲糊弄人的，总归东西是拿回来了。第2天一早，2家人就聚集在一起，准备换房顶。周琼先是把以前的茅草先扔了下来，然后再用新的一层一层的盖上去。奶奶，咱们这房顶一换，就跟换了个新房子一样。你婶子那边才像换了个新房子一样，他们还要重新插篱笆整院子，咱们后头也能跟着沾沾光。婶子，我明日想跟小树去一趟镇上，我想让你帮着看一天小苗，可以吗？娘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去。我也想去，我也想去。跟着起什么哄？你婶子去肯定是去办事的，你跟着去干啥？是啊，小苗，镇上太远，走去很累的。我跟哥哥去一趟，以后若是再有机会，你再跟去。你们去镇上干啥子？我来了这么久，对镇上没有印象，想去看看。婶子，你有什么想带的没有？没什么要带的，家里也没有几个铜板，若真要买，钱是不够的，索性就什么都不买。行，明日就让小苗跟着我们，你们去吧，别担心。下午，周琼就开始整理荒地。小树知道他要搭篱笆，问了他想要多长的篱笆，以后就拿砍刀上山了。等傍晚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背上已经捆了一大捆，背得他背都伸不直。你这孩子太胡来了，这么重的东西也不怕把背压坏了，以后可不许这样了。我要搭篱笆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没事的，娘，你别小看我，比这重的活我也干过。行了，去歇着吧，明日我们还要走1日路呢。晚上，母子3人躺在床上聊天。娘，你明日是要去卖那些药材吗？真希望那些能够卖上钱。若是卖了钱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想吃肉。小树呢？我也想吃肉。好，若是真卖了钱，不管多少，我一定买2斤肉回来，让你们吃个够。2斤太多了，可以吃好几顿了。不要一次吃完。还有隔壁奶奶跟贵宝呢，若不一次吃好，那就跟没吃一样。下回你们还会想的，就一次吃完。娘说了，山里长满了药材，村民却把它当成树根，只因这个村庄太过贫瘠，根本没有人认识药材。然而，身为穿越者的周琼却发现了这个商机，准备将这些药材采摘后拿到镇上去卖。掌柜的，你好，请问您这儿收药材吗？我们这里不收来历不明的呀，你们走吧。掌柜，您看看，我这天马可是上好的。走走走，别来烦我。娘，怎么办？是要去找第2家吗？自然要去，这老头太不识货，总有他后悔的时候。走，我们去宝应堂。2位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是买药还是看诊？小师傅，我们在山里采了些药，想问问你们这处收不收？药徒看了看他们的背篓，又看了看他们。你们跟我到后院来。
到了后院，周琼母子才发现院子里晒了一院子的药材。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去把掌柜叫过来看看。娘，这里有这么多的药，他们会要我们的吗？这世间的药有千百种，各有各的功效，咱们有的也可能是他们缺的，别担心。听说你们采了些药材过来卖，能不能让我先看看？掌柜，你看看，暂时就这些。掌柜拿起桌上的东西，先是看了看，随后又闻了闻。你们知道你们挖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吗？自然知道，这天麻可以吸风止痉、驱风通络，是不可多得的良药。这当归是补血佳品，若是不知，我们如何会采它？在下冒昧，没想到夫人是个懂医理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这2味药确实是好药，我们收。这天麻品质好，收价是50文1两，当归是10文1两。你们若是觉得合适，那咱们现在就打秤。掌柜，您称吧，就按您说的价卖。天麻只有6两，当归总共有2斤8两。最后他们从药铺子那处得了580文钱。小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钱，整个人都有些傻了。你怎么了？咱们挣钱你不高兴？娘，咱们今日挣了好多的钱，那些东西真的可以换钱？是啊，我想着他们能换钱，但是没想到真的能换这么多的钱，我也吓了一跳。既然能换钱，从明日起，我要把山上都找个遍，找得越多越好。明日我帮你找。三夫找我干活，我都不去了。比起挣那点口粮，自然是自家挣钱更重要。好，那咱们如今有钱了，去买东西吧，买一些粮食，买一些油盐肉。我还不知道这处的物价如何呢。最后，周琼买了15斤粗面，2斤五花肉，称了半斤的盐跟1斤油就回家了。刚到村口，杨树就急不可耐的准备上山采药。娘，咱们回来的还算早，等会儿我们就上山去吧。不慌，如今就咱们知道，今日就休息，明天去也不迟。而且这次我想多攒些，数量多，我想去县城看一看，看看县城是不是价更好。要是不成，我再拿回来卖。你要去县城？你都没有去过县城。就是因为没有去过才要去啊，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，等到了日子再说吧。这时小苗和贵宝冲了过来，小苗更是双眼直勾勾的盯着那背篓。娘，我还以为你们要天黑了回来了。婶子，小苗说你今日出去，回来兴许能有肉吃。贵宝，你奶奶呢？咱们回家了说。冯奶奶在地里干活。贵宝，走，我们去地里喊奶奶去。我不去，我要看看今日是不是有肉吃。就算有肉，那也是跟奶奶一起吃。你是不是傻？走，咱们帮奶奶把活干完了再来。回到家后，二人将背篓里的东西拿了出来。娘，如今咱们买了肉，买了粮，若是冯奶奶问钱从哪来的，咱们怎么说？直说，我没打算瞒着她。咱们2家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之前娘不好，她一直帮衬，2家人早就过成了一家人，这个没必要瞒。我想着以后有我们一口，也有他们一口。随后，周琼就把所有食材拿到厨房，不一会儿就端出了一大盆肉和几碗面汤。这时，刚好冯氏和2个孩子也回来了。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些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2个孩子说要回来吃肉，我只当他们开玩笑的，没成想是真的。你这也太破费了，这么多的肉就一顿煮了，放起来可以吃好多回呢。放不了，天气太热，回来都有些味儿呢。我索性一顿做了，咱们就好好吃一顿。我们这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，这得吃你们多少啊？婶子，我今日还在跟小富说，以后我们2家全当一家人，有我们一口就有你们一口，这不是场面话，是我的真心话，您就别客气了。奶奶，您快吃，这汤里也有肉，好多的肉，这面好好吃。婶子，咱们以后吃肉的日子还有呢，您别想太多。你看他们如今吃得多高兴。阿琼，你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些？咱们先吃饭，等吃完了我再与您讲。没一会儿，饭桌上的食物都被清空了，大家都吃得异常的满足。我过年都没有吃过这么大块的肉，奶奶今日吃得太饱了，多谢婶子，多谢小树哥，多谢小苗。你咋谁都谢，你就谢我娘就可以了。这肉太好吃了，若是天天能吃到就好了。你可想得美，难不成你还想让娘日日走那么远去镇上给你买肉？不，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，哥哥你别当真。冯氏坐在屋里，看着几个孩子，脸色笑意浓浓。阿琼，你看看，自从你好了，他们连肉都吃上了，肯定是老天爷看2个孩子可怜，便让你好了。这是我亏欠他们的，以后小树不用再出去做活换粮了，我这心里总算好过些。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婶子，我不打算瞒你，我认识一些草药，这2日我不是在院子里晒了东西吗？那些是药材，我今日拿到镇上卖了，换了钱。你还认识药材？难怪，我还想着都不能吃，你们晒着干嘛呢？原来是药。
时间太久，我怕我认错，所以没有说。今日去换了钱，我才确定，所以明日我准备上山再去找找，多找一些。能挣钱那肯定要找，要不我帮你一起找吧。你放心，我就只是帮你。想不到咱山里有宝，咱们都不认识，这个事儿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了。婶子，今日的肉是之前那臭乎乎的东西换的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插什么嘴？我刚跟你婶子说的话，你可别往外头说，这是小苗他们家的秘密。你若说出去，看我不揍你。我肯定不说，我还要跟着小树哥吃肉呢。奶奶，你要上山我也去。贵宝，我跟哥哥如今都认识，明日你跟着我们一起去。明明是珍贵的药材，却被村民当成烂树根。然而这个女人却用他们眼中的烂树根过上了吃肉的生活。接上集，自从周琼靠卖药材挣了钱后，她就叫隔壁的冯奶奶一起去上山挖药材。那等会儿婶子，你注意多看，有些植株外表长得很像，但完全就是两个东西。我上次就看到了当归跟天麻，咱们上山次数多了，以后兴许还能碰到别的，也不一定。药材我就知道山参，但是山参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。孩子们注意脚下，别踩了蛇，蛇咬了可不得了的。奶奶放心，我们带着棍子呢。周琼带着他们一路走，很快就到了当初有当归的那片地。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挖的。奶奶你看。冯氏凑上前，上下左右仔细看了看，随后拿了一只。我对着这个找，肯定没错，是要挖它的根吗？对，挖的时候要小心，上头好挖，下面只能用棍子刨，不然很容易挖断。随后两人一组就开始小心地挖了起来，而贵宝就站在一块石头上把风，有人路过就大叫一声：真的是这东西卖钱啊，我都看见好几颗了，这一片山咱们这是要挖多少啊？其实也不是，好多地方就没有，这是上回我们看见的，今日挖了，大概要好多年它们才能长这么大，只是之前别人没有挖过而已。我估计是采药的大夫没有找到这好地方。那说明该咱们的，你看这里有，你又偏偏认识，这就是命定的。这时贵宝大叫一声，众人马上就躲进草丛里。差不多半个时辰，这一片大的就被挖干净了，只留下了一些还没有成熟的。随后几人又开始在林子里寻找，小树一边走一边在书上做标记，这样就知道我们来过哪些地方，下次来就省事多了。下回小苗别来了，我跟小树来就行了。娘，为什么不让我来？你还小，跟着我们不怕累吗？而且山上有蛇，万一被咬了怎么办？最主要的，以后咱家有药材放到外头晒，都来了东西没人看着，被别人拿走了怎么办？得有个看门的人啊。你娘说的对，以前家里是没有东西，不怕别人拿，以后可不成了。这卖了钱，家里还有钱，肯定要人看着的。我让贵宝陪着你待在家里。行，那我以后就守在家里，谁都不让进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下午，今天收获很不错，2个背篓都装了大半。咱们是现在回去，还是挖满了回去？早知道给孩子煎几个饼带着了。自然是挖完了回去，咱们再找找。从前一顿不吃常有的事儿，不用担心。很快2个背篓就装满了。家里没有多的背篓，不然怎么都要再挖1个背篓的。既然背篓装不了，再砍些枝回去，这样才划算。已经有不少了，再多砍怕是拿不下了。怎么拿不下？小树、小苗还有贵宝等会儿一人背1捆，咱们背篓上再放1捆，可以拿不少。你听我的，咱们好不容易一起上山，得多带些。你忘了，可不止你们那边要插篱笆，我们这边这回也要插密室。万一有人从我们这头摸进去，那还得了？咱们整个围起来，让风都进不去才好。行，那就多砍些，整个插得密密的，让人进不来。随后几人就用树枝把药材拿包裹起来，一起背下山去。刚到村口，就碰到了从地里回来的杨公芳一家人。呀，今日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疯婆子居然会上山砍柴火呢？这昨日抢了咱家的锄头，怎么别人家的锄头是不是特别好使？好你个张氏，你怎的这么不要脸？那锄头是你们家的吗？那分明是阿琼家的。当初你们分家分的1人1把，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不过是借给你们使使，我就没听说过还有谁借就归谁的道理。你个死老婆子，我说你了吗？这么爱管别人家的闲事，你当你是谁呀？大伯娘，我娘不是疯婆子，不许你再这么叫她。哼。小树，你真是越大越没有规矩了。看到大伯大伯娘还有几个哥哥，你就是这么说话的。还有小苗，昨日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随便把你疯娘放出来，放出来祸害人知不知道？你们今日砍这么多长棍做什么？哼，不关你们的事，我娘好了，她不是疯子。嘿，
你这个死丫头片子，翅膀硬了敢这么跟我爹说话？边上的二水说着就想上来教训人，谁知手在半道却突然被人握住了。你快放手，快放手，太疼了！从来不知道这疯子这么大的手劲儿。张氏一惊，见儿子受欺负，扑过来就要帮忙，被边上的大儿子拉住了。娘，你忘了昨日了。大哥，明面上咱们还是亲戚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若是你们还跟之前那样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爹，你看他是不是真的好了？从前可不这样。他从前是做什么的？怎么这么厉害？谁知道是做什么的？来了没多久就疯了。我也奇怪，他哪来的功夫？若是有功夫，当初被卖过来的时候早就跑了，哪里还会留到现在？咱也别管他有功夫没功夫了，以后还是少惹。回到家，冯氏带着小树砍篱笆枝，小苗带着桂宝跟着周琼去河边洗药材。婶子，我奶奶今天可高兴了，跟着你们她高兴。那你高不高兴？我也高兴。桂宝，那以后让你的奶奶也做小树跟小苗的奶奶好不好？我呢也是你娘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反正2个也是照顾，3个也差别不大，一把抓了。真的吗？你要做我娘，我可以叫你娘吗？其实不用叫我娘，你可以把我当成你娘。你不是叫小树哥哥吗？我与你奶奶说了，咱们做一家人。好，做一家人，我喜欢做一家人，这样我多了娘，还多了哥哥姐姐。回去我就跟我奶奶说，以后就不是只有我跟奶奶2个人了。你若是做我弟弟，可得听我跟哥哥的话，以后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让你跟的时候你不许跟。我奶奶说我最听话，以后我也听你们的。明明是2家人，现在却如同亲人一般，只因善良的老奶奶在周琼家最困难的时候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既然是一家人了，以后这屋子中间的篱笆我们就把它拆了吧，也别隔着呢。好，就按婶子说的办。阿琼，多谢你，你这样就算我以后有什么不好，桂宝我也不担心了。婶子真的多谢你。婶子，咱们别说不吉利的话，都是孤苦的人，能一起过日子也要处得来。我愿意，你愿意，孩子们都愿意，这就够了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父母缘，您愿意与我一起，我也愿意伺候您终老，这是高兴的事情。好，高兴，我高兴，儿子媳妇没了，如今能有个女儿，我心里欢喜得很。咱们都好好的，不说不好的话。孩子们进来，看到冯氏哭，都围了过来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奶奶没事，奶奶高兴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奶奶。桂宝，你以后不要叫婶子了，你就叫娘。你周婶儿以后就是你娘，奶奶以后也是她的娘。知道了，奶奶娘。你那声音跟猫儿一样，我娘可听不见，你得大声些。他们逗你呢，娘听见了。好了，端饭出去，咱们吃饭了。这天之后，他们日上午帮着冯氏去地里干活，干完了活就上山找药材。很快就到了8月初，家里的药材晒好的都已经堆了40-50斤了。就算按照当归100文1斤的价格，也可以换不少钱了。娘，我想明日去趟县城。要不干脆就卖镇上吧，去了县城也不一定会卖更高的价格。县城你一次都没有去过，我心里总不踏实。你要怎么去？县城离山远，我想着价格总能好一些，总得去试试。咱不能因为它远就将就，这样会错失挣钱的机会的。上次去镇上，集市的人说有车去县城，不过得早，所以我明日天未明就要走。那我去送你，这么多的东西，你一个人怎么背去镇上？我送你到镇上。我也要去。娘，我去送你吧。你们都别凑热闹，就让奶奶送我。你们明日自己在家乖乖的，等我回来。兴许我回来就能做新衣服了。娘，你要去几日？不知道呢，我也不知道去县城要多久。总之我卖完了东西就会回来的。这个你拿着，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，等着娘回来。娘，你可要早些回来，我们等着你。放心，我挣了钱就回来。第二天天微微亮，2人收拾好东西上了路。别的村子其实是有牛车到镇上的，就咱们村子出去十分不方便，还得走许久才能上大道。没事儿，上了大道若是累也可以坐牛车，即使是早大概是碰不到了。2人边走边聊，很快就到了镇上，准备坐牛车去县城。老板，去县城多少钱？有行李没有？没有70文，有我得看看行李多重。冯氏忙将2个背篓的东西合到了大背篓里。就这一个背篓的行李不重，也就40-50斤。婶子，40-50斤还不重呢，抵上一个人呢。就是，若是一个人加这行李，就总共110文钱。你这筐子占地。 40-50斤也就半个人，哪里有一个人？这位小兄弟，你行好，我闺女身上没有几个铜板，你给便宜些，不然她回来怕就要走着回来了。车夫看到母女2人一看就是穷苦出身，不想与他们多计较。行了，凑合着100文，若是不成就算了。你这背篓这么大，占了我一个人的位置，我也是亏了。
亏的。车子没多久就坐满出发了，车上的人多是去县城跑生意的人，大家没事就在车上拉拉家常。周琼为了卖药材能顺利一点，还是向他们问了问县城里的几家药铺。大妹子，你是去县城看病还是咋的？你若要去看病，就去城西的万安堂，那处看病不错。万安堂那处不行，那处只是要稍便宜，治病可一般。要说好，那得去富民堂。这位兄弟真会说，我自然知道富民堂好，但是它贵啊！你看看大妹子这样的，去得了那地儿吗？这县城的药铺子可不少，最大的就是万安堂，最贵就是富民堂，其他的大大小小你自己去打听打听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还得眼见为实。谢谢两位，老板还有多久到？得天黑，到了天就黑了。那县城便宜的客栈哪一家比较好？就咱们进车那城门口不远那家就挺便宜的，50文一个晚上。我身上带的100文，最多只能在县城待2个晚上，还啥也不能干。若是这趟不赚，那真是血亏了。傍晚，牛车就到了县城。周琼走到了他们说的客栈。姑娘，您是大间还是住店？我住店。你们这最便宜的房多少钱？最便宜的房50文1晚，但是今日已经没有了，只有普通80文1晚的。是否要给您订个房间？多谢，那我再看看。客官，咱们这处住宿可是县城最便宜的了，您去别处可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价了。随后，周琼在路边买了2个馒头，走到乞丐旁边，将馒头给了他。小嫂子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事情，你们晚上在哪里休息？那你乞丐也愣了，看着他的神情，立马就从感激变成了警惕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从乡下来的，身上没钱住宿，想找个地方待1晚上。我们晚上住在县河边的一处废宅，你若真只是要应付1晚，倒是可以与我们集结。不过那处不止我们俩，还有其他人，有些人说话不好听。没事，我是借宿，别人说什么我听着就是。明日天一亮我就走了，你带我去，我不连累你。女人去县城里卖药材，为了省钱，竟和乞丐们睡在一起。谁曾想，半夜周琼被人发现身上有钱，在场的几人都想抢夺，周琼反手就把一个人揍得哭爹喊娘，几人当场愣住，没有人再敢上前。原本这地方也不是你们的，住1晚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既然你们起歹心，今日这顿打就当是个教训。原本嚣张要抢钱的人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，一个个又爬回了自己的位置。后半夜，周琼提高了警惕，基本没怎么睡觉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他便离开了。随后经过多方打听，来到了万安堂。客官，您是抓药还是看病？您来的太早，咱们的大夫还没有到呢。你们这处收不收药材？我这里有2样炮制好的药材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？您在这处稍等，我去问问掌柜。没过一会儿，就见一个中年老汉走了过来。你要卖药材？掌柜，我这处有好的当归跟天麻，您这处收不收？对方听到天麻的时候，眼神明显就闪烁了2下，看了看周琼身后的背篓。这是你自己挖的，看着还有不少。我们在山上寻了许久，又晒了许久，您看看，保真。我们铺子收药材，你这个药材确实是真的，但是品相一般。若要卖，1斤卖100文算。2样都是这个价。都是容易得的药材，自然是一个价。这是把我当傻子，我就算再不懂，也知道天麻跟当归是不一样的。连镇上的铺子都知道天麻1斤要给几百文。想到这里，他也不想继续多费口舌，背着背篓就准备走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叫我出来不就是为了卖药材的吗？我是来卖药材的，但是你这个价我不卖。我出的就是正价，你去别家也是一样的。你好不容易进趟城，我是看你一大清早来才说收的，你这妇人怎的不知好歹？掌柜，我只是来问问价，没说非要卖你。你开了价，我觉得价格不合适，我是不是可以走？莫不是我非要卖你不成？哼，行吧，你不卖就走吧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周琼刚出店门不久，就窜出2个彪形大汉。你们想干嘛？这里嫂子，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们掌柜已经给了你好价钱，你这东西还想拿去哪里？光天化日，你们还想抢不成？你们那么大个药堂，原来都是做的黑心生意。什么叫黑心生意？今日我们就算是把你东西抢了，你如何能证明这东西是你的？你就算是告到官府也没人管。我们如今与你好商好量，用真金白银买，你就识相些，不然可别怪我们动手。周琼不想与他们废话，对着2人就冲了过去。只不过几个回合，2名汉子就倒在地上求饶。就这个水平也敢来劫我的道，算你们今日倒霉。回去跟你们掌柜说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小心哪天有人收拾他。此事过后，周琼就来到富民堂。这位大嫂，请问您是来看病的吗？那个，我来是想问问你们这里收不收药？我是来卖药材的。那你在这里稍等片刻，我去叫掌柜来和你谈。掌柜，就是这位大嫂想要卖药材。你是哪里过来的？
玩球，我都没有问过镇子的名字，我就是下头村里的，最近采了些草药，想问问您这处要不要？你采的什么草药？你拿给我瞧瞧。就这2样，当归还有天麻。不错，确实是上好的天麻还有当归，那你全部倒出来给我瞧一瞧。要不您还是给我说说您收的价吧。周琼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，他就怕自己将东西倒出来。突然从边上冲出什么人说这东西是他的，他还真有点说不清楚，这里可没有他认识的人。怎么，我这么大个妖堂，你还怕我骗你的东西？我就是被吓的，我实话与您说吧，县城我不熟，早上我先去的万安堂，那掌柜随便报价糊弄我妻，我不懂行，我没买，他们竟然想半路劫道，被我打了一顿，这才消停。你说你把万安堂的人打了一顿？掌柜很是不可思议的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。掌柜，您别看我是个弱智妇人模样，我可是有功夫底子的。所谓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欺负我，我便让他知道谁是爹娘。好啊，干得好！就凭你今日打了万安堂的脸面，我都要给你一个好价钱。你们这处与那处是死对头。哼，谁跟他们死对头？他们配吗？整个县城的药铺子风气都被他们带坏了，给人抓的药里掺假，就差没有吃死人了。算了，一大早提他们，我这气躁。你别怕，我们是正经药堂，你把东西倒出来，我都看看，东西没差，肯定给你一个好价。周琼这才将背篓倒了个底朝天。掌柜细细的瞧了瞧，你这药我们收了，天麻1两银子1斤，当归4钱银子1斤，这个价格你觉得如何？真就给这个价儿？掌柜看着他的表情，突然就有些后悔。那要不我再看看，这价是给的高了些。掌柜，这价我卖了，我这药材真的是好药材，多少年才长成这样的，这功效没话说，而且我晒得足够好，您放多久都没事。我就是看你这药材年份好，炮制的不错才收的，正好最近军中缺药，也算是你撞了些运气。行，既然谈妥了，咱们就打秤。最后一秤，天麻15斤8两，当归正好32斤，算了算银子，足足有28两6钱。你是要整银还是碎银子？多谢掌柜，我要整银。那好，去账台结钱吧。多谢掌柜，董掌柜，若是我下次还得了药，能再往这儿送吗？自然可以，只要你的药是好药，收没有问题。不过一时药一时价，价格都是面谈，不一定是这个价。女人去城里挣了钱，第2天就带着一个男人回村，结果刚进村就被村里信息交流中心的人盯上了。周疯子，你这是打哪里来呀？你好本事啊，上哪里拐了个男人回来？这长得好就是有好处，疯了还能够来男人。这位大兄弟，你可得小心些，他疯起来可是咬人。我就是个挑夫，完事就走人。再胡说，下午我就到你家去，你给我等着。你把东西放到院子就行，辛苦你了，我给你倒碗水，喝了再走吧。不用客气了，嫂子。周琼给他倒了水，又给了他20个铜板。你是一直在集市接活吗？若是下次还有需要，我再找你。嫂子，我一直在那处，你直接找我就成。我这个人就是有一身力气，保证给你把东西好好的送到家。多谢你的水，那我走了。周琼回到屋内，就开始整理买回来的东西。当他看到这2个大银锭子时，感觉放在屋里一点都不保险，他只能先用旧袄包了，先塞进了柜子里。刚把东西放好，几个孩子就和冯氏一起回来了。娘，你回来。娘，你啥时候回的？阿琼，你啥时候回的？吃饭了没有？中午就回了，原本准备做饭的，又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。娘，我今日买粮食回来了，面粉跟大米各买了30斤，咱中午煮米饭吃吧。娘，这是个啥？这个是灯盏，我买了灯油，晚上天黑也不怕了，只是要小心些，不要摔碎了。娘，你买布了吗？买了几匹，可以做衣服，也可以做鞋子，在我们床上。话刚说完，几个孩子就冲进去。洗手了没有？别把布给摸脏了。县城的价格是不是比镇上好？我看你买了这么些的东西，不就要好几两吧？你怎么买几匹？1匹半就绰绰有余了。娘，县城的价格比镇上好许多，这趟我挣了不少钱，不然哪里舍得买这么多东西？你跟我到屋里看，我给您看看银子。银子你收好，不要随便拿出来，我也不用知道你挣了多少钱。如今我们一老一小跟着你，吃穿这些你都顾上了，没有什么不满足的，这才不外露。可记住了，总归以后如何过都是听你安排。孩子们在屋里看布，我也去看看。奶奶，你看，总共有4大块，3个色儿呢。奶奶，咱们都可以做衣服了。我喜欢这个红色的，我喜欢这个蓝色的。小树哥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？我也喜欢这个蓝色的。你这也买的太多了，谁家能有个1匹布就不得了了？你这一下子就买了4匹，哎呀，
这布看着真好，我许久没看过这样好的布了。原本我也没有想买这么多，但是买的多他送针线，不然单独买还要多花100来文钱呢。这里头有一匹，我是打算给他三叔家送过去的，毕竟这些年也多亏了他三叔照应。确实应当，但是你送不过去如何说啊？他若问你哪来的银子，你如何解释？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就说挣了些钱，多的我可不说，他愿意怎么想是他们的事情，咱该还的里还了，心里不亏欠就够了。你如今能自立了，也是时候让村里人知晓你好了，对孩子们算是一桩好事。对，最近怕是要劳烦娘了，我做其他的还行，做衣服鞋子是一点不会。咱们这么多人的衣服，要不您找一个人帮着一起做吧，咱们给些钱。给什么钱？我慢慢做就是，你不会我还可以教你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你当娘的总要学会的。娘，你这回挣了很多的钱吗？挣了很多钱，你是有什么要买的吗？我想借点钱。你跟娘说说，你借钱想做什么？山平的妹妹山花摔伤了，没钱买药，如今在家里等死。我想帮帮她。山平是谁？你朋友吗？娘之前问你们有没有朋友，你们还说没有呢。她是村里万夫妇家的孩子，我俩也不算是朋友，但是之前找野菜的时候，他将他的野菜分给我了。娘，我们能不能帮帮山花？可以，等会儿我们去了三叔家以后，你就带我去他家看看如何帮忙。这孩子性格很善良，人家帮了他一点，他都记在心里。娘，多谢你。傻孩子，我是你娘，谢什么？我今日买了好几斤的肉，等会儿给你三叔拎一挂过去。他若是问你钱哪里来的，你别吱声，娘来应付就行了。娘，我肯定不说，你放心。傍晚，周琼用背篓装了肉和布，就让小树带着他去了杨公财处。你怎的这个时候过来，还把你娘带过来了？小苗呢？小苗在家里。许久不见你们过来，上次我去看，家里也没有人，是你大伯给你们粮食呢？你看你娘做什么？我问你，你今日怎么把你娘带出来了？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孩子上门总不是为了口吃的。你锅里的粥煮好了没有？煮好了给人添一碗带回去。就你会做好人，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咱家几个孩子还吃不饱饭呢。吴氏嘴里埋怨个不停，他不满地看向小树，你怎的来碗都没有带过来？赶紧回去拿，家里可没有多的碗银给你。弟妹，我们今日来不是来要饭的。你叫我什么？今日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疯娘还懂得喊我一声弟妹。二嫂，上回就看你有些不同，你是不是大好了？前些日子突然清醒了，浑浑噩噩了这么多年，也该好了。你这疯病还能说好就好？好了，我今日来就是为了感谢你们这几年对孩子的照顾，多谢了三弟三弟妹。二嫂客气了，我们也没有帮到什么，有自然是要水一口的。前2日我去了趟县城，买了些布，想着几个孩子许久没有做衣服了，便多买了一匹。三弟妹，这不你拿着，给几个孩子做新衣。你送我们。小男孩每次和妹妹去三叔家都要带一个碗要饭，三叔母尽管对着颇有微词，但每次还是会给一碗粥。现在为了报答三叔家的恩情，周琼带着小树给他家送来了布匹和猪肉。二嫂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这布得花不少银子买，你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买布啊？三弟，我自有我挣钱的本事，你放心，这东西的来路清清白白，是我在县城挣了钱买回来的。虽然花钱我也心疼，但是想着你们这么好几年一直帮衬，这银子便不能省，这肉也是给你们的。娘，婶子还给肉。娘，我要吃肉。肉，别，好多肉，咱们有肉吃了。吃，成日就知道吃。你们赶紧去灶房看看灶里火熄了没有？火熄了，今日都吃生水去。几个孩子看到吴氏不悦，要动手，才去了灶房。德宝没走，他直勾勾盯着那肉，就差没上去生咬一口了。拿到灶房去，等会儿让你娘给你们做。二嫂，好不容易来，赶紧做吧。你看我来了半天，居然都不知道让你做。小树，赶紧给你娘把凳子搬过来，晚上就在我们这处吃饭吧。我去加把米。不用了，弟妹，我就是送东西过来的。我今日才从县城回，中午饭吃的晚，一点不饿。既然东西都送到了，那我就带小树回去了。二嫂，你说你好了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好不容易过来，怎么也要坐一坐再走吧。改日吧，我们还要去趟村里，以后欢迎你们去我们那处坐喝口茶。我今日没有做梦吧？咱这二嫂看样子真好了，难怪我上回看到她就觉得她怪怪的。哪回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都有半个多月了，我跟着宝从地里回来，碰到他们从山上下来，当时我就觉着有什么不一样。现在想想，干净了啊，头发梳得好好的，衣服也穿得称头，2个孩子也是，这指定是好了，不然哪里还懂收拾？你早说啊，早说我肯定是要留意的。他可真是大方，这可是整整1匹的新布，可以做4、5套新衣了。所以我
我说人还是得凭良心，若不是你平日愿意舍几个粮食，哪里能换来今日的这些？明眼人都是会看的。你当我是你大嫂那样的泼皮铁公鸡？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一人可以做一身新衣了。不行，还得留些料子给的保冬天做袄，就给3个孩子一人做一身，他们换下来的旧衣裁一下再拼2件。你知道他们家住哪里吗？知道，也是住在坡边上，往山那边走的坡边上。小树，你怎么来了？山平，谁来了？你带你娘过来干啥子？万夫妇，你别怕，我娘她好了，不会伤人了。她是过来看山花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山花病了？是山平给你说的吗？前日在山上碰到山平哥，听他跟别人说的。我能带我娘去看看吗？山平，你带小树还有他娘去看看。他如今只知道喊疼，饭都吃不下了。周琼想走近看一下，却被山平挡在了身前。你干什么？山平哥，你别怕，我娘好了。今日是我让她来的，看看能不能帮山花。我不信，你娘以前咬人，我妹妹已经这样了，若是再让你娘咬上一口，就真的没得好了。我得看看她到底怎么伤了，这样才能知道要如何治。你能给我妹看病，你懂医。娘，你真会看病。娘不会看病，但是娘懂请大夫。你们2个别吵，让娘给这位妹妹看看。你们有挪动她没有？就带她上茅房动过，后头她叫得厉害，就用盆。杨万夫此刻也来到了房间，只是不住叹气。这孩子命不好，就看看熬不熬得过去了。这如何能熬？骨头不接好，就算侥幸逃过一劫，他腿子也废了。你们得送他到镇上药堂去种硝接骨才行的。你当我们不愿意送孩子去治吗？哪里有那个钱？家里总共就只有2两银子，看了病，一家人都要跟着去喝西北风，我不能为了个妹娃子害了家里老小啊！周琼知道他无奈，他走到男人身边，从口袋拿出了1两银子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孩子的命，钱没了可以想办法挣，若是命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你以后想起来肯定会后悔的。这1两银子当是我借你们家的，你们明日一早赶紧带孩子去医馆，这已经耽搁几天了。若是钱不够，你们再来找我。你这是为何？不为何，是我们家小叔非要我来的。他说山平之前给过他野菜，听说山花摔了，求我帮他，我就过来了。我没有别的目的，就只是为了帮忙。你们明日赶紧送他去药堂，若是你们的钱不够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咱家山花有救了。周家妹子，多谢你，我明日就送孩子去镇上。我们回去了，你们好好照顾他。娘，今日三婶过来了，给咱家送了20斤的麦粮。你大伯那头这2天来过没有？没有。还是老3家有良心，这老大家拿了地每回收粮都要人上门去讨才给一些，办的就不是人事儿，还要上门去讨。这回我可不去讨，我要让他们自己送上门。小叔，从前你大伯来要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这地里的粮食怎么给？他说的借给他们种，收成了粮食给咱们4成。那后来给了多少？就给了40斤。岂有此理！1亩地怎么也要产粮300斤左右，交60斤粮食税，4成应该是96斤，只给40斤，还真是打发叫花子。难怪2个孩子从前总是缺粮。没事，这几日大家都在忙着收粮，等2日吧，等2日我要去找李正讨公道，就不信教训不了他们。男人将侄子家的土地拿去种粮食，说好每年收获的时候给4成，但每年收成的时候，男人却只给2成，还得让侄子上门讨要。随即，周琼带着小树找到李正给自家讨个公道。小树，你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把你娘领到李正这里，是嫌不够丢人吗？杨公方在路上大概就猜到是因为粮食的事，于是假惺惺地说道：小树这几日家里忙，昨日才刚刚下过雨，你们的粮食都给你留着在，看你们心急的。大哥，您可真有意思，我这么大个活人在这里，你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？倒是会逼孩子逞威风。你能主事吗？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样子。我什么样子？我再不济，我不会抢自己侄子家的粮食，倒是你们作为叔伯欺负孩子，真是好大的出息。你个疯婆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抢了他们粮食？那地是你们的没有错，但是当初2个孩子小，你那个样子，这得放在那里也是荒了。我们是与你们说好了拿来种的，怎么就成了抢你们粮食？你们这不是颠倒黑白吗？是吗？但是我没有看到，凭证如何能证明这是说好的，而不是你们强占的？你们怎么证明？你个疯妇，要什么证明？说好了就说好了，谁还能给你写个字据不成？有那个本事，谁还会在地里种地？都做教书先生去了。既然没有证明，那就是强占。你们收了我们地里的粮食，就得赔回来。
宝和叔他就是个疯子，这疯子的话如何能信？我看咱们就别理会了，这不是专门让人看笑话来的吗？我娘不是疯子，我娘好了，她没有说疯话。你个小白眼狼，之前给的粮食难道是为了狗？李正，我看他们如今打定主意不承认，算了，我还是找官府吧。招呼我是已经打过了，可别说我不给村子留情面。小树，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家，明日跟娘去镇上。你们别急呀，如今不是在处理吗？杨公方，人家如今要人证，你们把人找过来，证明有这个事儿不就行了？人证有啊，这事儿他们隔壁的那个冯婆子，还有我们家老三都知道。那冯婆子跟他住得近，说话不可靠，把老三叫过来问不就行了？随后，李正又让人去找杨公才。很快，老三两口子也来了。哟，今日这里可热闹，找你们过来是为了澄清一个事儿。这婆娘说我抢了他们家的地，在这儿闹着让我赔粮食。那地明明是当初说好了跟他们家租的，你们也是知道的。你与他说说，我跟这不讲理的婆娘说不清楚。情况怎么样？你给大伙说说吧。今日说不清楚，你二嫂要闹上公堂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地的事儿我知道，二嫂，这地确实是租给大哥家种的，当初说好了，收成按4、6分，大哥家6成，给小树他们4成。你听见没有？是租的，不是占的。那这么说，确实是我们租出去的，收成说的4、6分。真的，当时二哥没了，说这事儿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场。小树，你给大家说说，大伯每年给咱家多少粮食？娘，粮食不是大伯给的，是我们上门要的，每年就40斤左右。大家伙儿都听到了没有？每年就40斤的粮食，这若是分的那4成，我就想问问，1亩地收成多少？4成难道就只有40斤？你个疯妇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想讨回一个公道。李正，您听清楚过程没有？您觉得这个事儿该怎么办？事情很清楚了，你们租了人家的地，没有按约定给人粮食，赶紧的把该还的粮食给人家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不就是今年的粮食还没有给，一家子小人，晚些时候我就给你们把粮食送过去，这么点是值得闹成这样？那你该给我们多少斤？这地里打理的不算好，收成也一般，4成大概80斤左右吧。我知道大哥家里种有3亩地，如今粮食肯定都收到了家里，都是一样的，总不至于2亩好就我们那亩不好吧？要不咱们去家里把粮食都称一称，我也要求个公平不是？你放屁！我们家的粮食凭什么让你称？不称如何知道收成了？你们说是多少就是多少，那我还说4成200斤呢。今年收成不好，4成最多90斤。行，就当90斤好了。那还有上2年欠的呢，1年90斤，3年就是270斤，结果你们只给了80斤，剩下还有190斤。总共是这个事儿才对啊！这么多的粮食，你让我们一下子怎么拿得出来？今日先把90斤给你们，剩下的以后有了再给。不行，你们信誉不好，前2年就想蒙混过关，害得我的2个孩子天天求人接济，差点饿死。这笔账我还没有给你们算呢。如今这外头都是人证，今日这粮食190斤必须赔回来。杨公方，你们家做的太过，赶紧把190斤粮赔给人家，这事儿就算过了。我们家哪里一下子有这么多的粮食赔？这刚收了粮，3亩地还收不了190斤粮。若你们是这个德行，干脆搬出村子，也别在村子里待了。不就是要粮食给你们？我看要了这点粮食，你们能有多大的好？要拿自己去搬，别妄想我们给你送过去。那我可不敢，万一你们气不过往，粮食里头混几把泥或沙子，我要如何办？还是你们把粮食搬到这处来，让李正瞧瞧，顺便做个见证。没多久，杨公方一家人就扛着几袋子粮食过来了。可称清楚了，190斤粮食都在这里。你这是把去年的粮也要回来了？都要回来了，咱们以后跟那头没有关系了。这些粮食加上我们地里收的粮食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应该能吃1年的。如今那草药才是家里大头的收入。阿琼，我想好了，咱们还是分工吧。你懂草药，我们不懂，以后你就专门负责上山找草药。这家里有什么活，包括地里的活都我来干，小树他们也能跟着帮忙。如今家里只有20两银子，虽说不少，但是做房子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得多跑几次县城才行。我明天准备把这段时间挖的药材拿到县城里去卖了。这回的东西比上次的还要多，你一个人怕是拿不了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娘，不成，您跟我一起去了，家里一个大人都没有，我怎么放心得下？这样，我让小树陪我一起去，若实在拿不了，他可以帮一。女人带着小孩进城卖药材，第一次进城的小孩却看花了眼，到处乱窜，一会儿这儿看看，一会那儿看看。周琼为了尽快卖掉药材回去，只能拉着他走向药铺。你好，请问董掌柜在不在？我是卖药材的，上次来过。掌柜他在里面谈事情，您稍等，我去叫他。
娘，这个药铺子真大，修的也好看。你看那个柜子有好多个屉子，干什么用的？那是药屉子，娘不是跟你说过，这草药有好几百种，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效，配在一起就成了治病的药。有些药长得很像，若不分开标志好，弄错了可是要出人命的。所以大夫要注意的有很多，有经验的大夫闻一闻看一看就能知道。哦，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是什么药材，那也太厉害了。等东西卖了，我立马就带你去吃饭。先前来的路上，我看到有人卖肉饼跟汤，咱们就去那一处。没过一会儿，掌柜就出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你这回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，怎么这么晚？我们铺子马上都要闭门了。我到城里的时候就已经不早了，一路紧赶慢赶的，想着过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我运气好，你们还开着门。我想着今日卖了，明早就能回去。随即掌柜忙让他们把东西倒出来验货，这回比上回还要多，特别是天麻。你的药功效不错，我还是上回那个价儿给你。你不知道，为了这些东西，我可是爬了好几座山，挖了就没了，下回再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其实你可以再找别的，我们药铺子可不只是收天麻跟当归，这再过不久冬天就到了，风寒的病人多，防风、羌活这些我们也收的，价钱虽然不如这两样200文一斤，但是你反正也是找，碰到了也可以挖了送过来，专门挖的人还不少。不是我不挖，是草药我只认识几样。你看我这回带来的还有一点黄芪，其他的我也不敢乱挖。原来如此，这天麻一次送的最多的就是你，品相也好，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挑出来的，倒是可惜了。确实可惜，若是能有个认药的大夫，能够使得给我讲一讲，带我认一认，我以后兴许就挖药为生了。可惜没有这样的好事。顺利的卖了药，从药铺子出来后，小树一直走在后头，拖着他的背篓。小树，你干啥呢？娘，你那背篓里有钱，我替你看着。我刚刚看到药房的掌柜给了你好多钱，听说饵有40多两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一定要好好看着。我用衣服裹着在，别人不会发现的。你这么紧张的盯着，反而是此地无银300两。跟着娘走，娘带你去吃饭。娘，这次你挣了这么多钱，我们要过好日子了。说完，又看了一眼背篓。是啊，再攒几个月，兴许能盖房子了。娘还得多出去寻寻，你别盯着背篓了，咱们去吃饭。老板，给我们上4个肉饼，2碗汤。天都黑了，今日怕是买不起东西了，我们大概还是要在县城住2晚上。娘，我跟你住要多费钱吗？不用，咱们俩住一个房，不用多的钱。这时老板将肉饼和汤端了上来，小树看的是直流口水。别看着，快吃啊！吃完饭后，母子2人找了一间客栈休息，第2天就到集市上采购物品。这时刚好看见有2人从周琼身边跑过，还差点将他撞倒，后头还有2个官差在追赶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偷都是大人的东西，不要命了？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我们没有偷他东西，你们抓错人了，大人。哼！官差在2人身上仔细摸了摸，大人没有，分明就是他们，给我把他们的衣服扒光，仔细瞧瞧。边上的人见官差要扒衣，纷纷离远了些。就在这个撤开的档口，人群中突然有人对着官差几人撒了一把粉，被压制的人趁机起身，拔腿就朝着周琼他们的方向跑了过来。冲我来了，难道是发现我背篓里的钱了？这时3人后头突然有大刀砍了上来，等周琼再回过神的时候，3人已经倒在了他的面前。这个人居然当街杀人了！小树，你有没有事？娘，我没事，刚刚那几个人被抓住了没有？他们是不是想抢咱们的银子？已经抓住了。提到银子，周琼不放心的将背上的背篓取了下来，准备检查一下。谁知道在草垫子上面居然发现了一个绿色的荷包，这分明不是我们的东西，难道是刚才那几人撞我的时候把赃物放到我背篓里面了？刚刚配刀的那个人一听就是个官儿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拿了他东西，我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小叔，你帮娘背着这背篓在这处等着我，我有点事，一会儿就回，就坐在那2个铺子坟口等我，可千万别乱跑。这个是不是那几个人拿的你的东西？那男人夺过他手上的东西，扯开袋子看了看，见他从里头拿出了一个印章一样的东西，还有一张纸。大人，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儿的，我是刚刚才发现他们把东西丢进了我的背篓里，我发现了就立马给您送过来了。您若是不信可以去查，我是乡下人，昨日晚上进的城，车夫能给我作证。男人见他辩解，突然忍不住笑了一下，随后把手里的荷包递给了他。这个是赏你的。周琼拿着那个绿色的荷包，打开看了看，妈呀，这人出手真大方，里面居然是20多两银子，果然好人有好报。
女人只是上街买东西，却看见3个贼人当街被打，只因这3人偷了官府的东西，还将赃物藏在了周琼的背篓里。当周琼发现背篓里的东西时，联想3人的惨状，顿时被吓出了冷汗，随即就将荷包物归原主。官差取出了里面重要的东西后，就将荷包赏给了周琼，谁知里面还有20两银子，加上这20两和卖药材的钱，周琼就有了建房子的想法。娘，咱家真的要建房子吗？当然要建，娘之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你记住娘说的话都是认真的。等咱们钱够了，我就找人做房子，咱在村里也要住得舒舒服服的，最好能将你大伯气死才好。是大伯娘要气死，他最见不得人好。小树，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他吗？我都快不记得他的样子了，爹样子有点凶，平时不喜欢说话，在家老是叹气，他老是对着娘你叹气。对着我叹气，那他打人吗？爹不打人，娘打人。爹说是我们对不起娘，就算娘打人也得忍着。娘，我告诉你一个事情，你不要生气。你刚好的那个时候，我其实是有点怕的，怕了好了会离开，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变成之前的样子。我不想你再变成以前的样子了。放心吧，娘已经好了，不会离开，也不会再疯了。那你爷爷奶奶呢？小时候的冬天就去世了，去世了以后，咱们就跟大伯分了家。村子里除了大伯3叔，还有咱家的亲戚吗？村子里面没有，村子外头有一个姑婆，小时候见过，后头就没有见过了。2人聊着聊着，很快就到了村口。这时，在村口闲聊的妇人也注意到了他。周家嫂子，你跟小叔这是打哪里来呀？去了一趟镇上，背这么大个背篓是去买东西了吗？没买什么东西，我们急着回去，咱们改天再聊哈。小苗，奶奶，贵宝，我们回来了。娘，奶奶他们不在。应该下地或者上山去了，等会儿就应该回来了。随后周琼给小树割了一条肉，让他给杨公才送去。结果回来的时候，侄女杨兰花跟着过来了。二婶，我爹娘说让你们晚上上我们家吃饭去。行，回去跟你爹娘说二婶答应了。兰花，你吃饭没有？要不中午就在二婶家吃吧。今日二婶刚回来，买了好些的菜。二婶，多谢，我得回去了。家里的饭也好了，只是没弄什么菜，不然爹中午就叫你们过去了。下午我们还要去地里干活儿呢。行，那你赶紧回去吧，免得家里人等。晚上二婶肯定带着小叔他们过去。等会儿那头要是问你怎么赚的钱，你准备怎么说？娘，我想要不就跟他们说实话，你看他们家3个孩子过得也不容易，这草药长在山上，我们没挖到，自然有那挖药的人挖，便宜别人还不如便宜自己人呢。何况他们还是孩子的3叔3婶，对咱们不薄，若是也能改善条件，我是乐意的。你心上想清楚了都随你。其实你说的对，老大那家已经断了，以后只有他3叔一家能帮衬。若是他们家也好，他们心里感激，对孩子是好的。我想着最好不要等他们问，我主动说了才好。只是如今附近山上难找，他们若是想赚钱，怕是也要辛苦努力一番了。那就不是事儿，只要东西有找到的希望，能赚到钱，他们对你肯定是感恩戴德。不是那个人看着牙尖嘴利，其实心还不错，也懂持家。你们是妯娌，若是你帮了他们，日后你在村子里有事，他肯定能站出来给你说话。等会儿下午到了你们3叔家，你们不要多说，让你们娘说，她有分寸。奶奶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我是你们奶奶，只是认了你娘，可没有认你爹，跟你3叔没关系。你们去吧，家里还要人看着呢。等会儿去了3叔家，娘可能要与他们说会儿话，你们自己玩一会儿。娘，要干活吗？不用，3叔他们也不会让你们干活的，放心吧。二婶，你们来了，我去端凳子给你们坐。谢谢的宝。这时吴氏夫妇俩笑着从灶房走了出来。我想着饭好了去叫你们的，没想到二嫂过来了。他爹，你先陪嫂子坐会儿，我锅里已经煮上了，一会儿就能好。你们忙你们的，我们今日是名副其实上门蹭饭吃，就在院子里等着吃现成的。那你自己坐会儿，里头很快的。杨公才坐着不知道聊什么，索性跟着吴氏又回了灶房。得宝，你们是刚从地里回来吗？大姐跟爹娘从地里回来的，我跟二姐上山砍柴火了。二婶，我爹说你又给我们家送肉了，怎么你们家老有肉吃？真好。我们家也没有老吃肉，就娘好了以后才有肉吃。那你娘好了可真好，要是她早些好，咱们兴许早就吃上肉了。她怎么就疯了那么久啊？得宝，别胡说，二婶，得宝她不懂事，你别生气。
没事，他说的是实话。二婶确实疯了很久，才让小树跟小苗过了许久的苦日子。兰花，要不你跟弟弟妹妹玩去吧，过会儿吃饭就完不成了。打发了几个孩子后，周琼起身就往灶房走去。二嫂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赶紧出去坐着，里头我交给他爹，还有慧儿，我陪你说说话。今日又得多谢你给我们送了那么多肉，如今月月吃肉，倒是赶上过年了。我也多谢你们，还想着给我们送吃的。这2日我带着小树去县城了，不在家，今早才回，正好买了肉回来，便想着给你们送点儿，不值什么。二嫂，上次也听你们去县城，你们去县城做什么啊？我听说你们最近买了不少东西，你是不是挣上钱了？这事原本我也没有打算瞒你们，毕竟三弟跟三弟妹从前看顾了小树跟小苗，对，我们是去县城卖东西的，挣了些钱。卖什么？大概是意识到自己问的太直接，他连忙解释，我也不是想撬你门路，就是好奇而已。你若是不方便就算了。弟妹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之前我不说是因为我不确定，如今我确定了，这挣钱的事情自然是要告诉你们的。你要告诉我们你挣钱的门路。女人前几天还是人见人怕的疯婆子，现在却成为村里的吃肉大户，只因女人把村民当作树根的药材拿到城里去售卖。现在她准备将这个秘密告诉杨工长一家。他爹，二嫂她说要带着咱们上山挖草药呢，草药能挣钱。什么草药？什么挣钱？你说的什么意思？二嫂她认识草药，她最近挖了草药拿到县城去卖，能挣到钱。二嫂说可以带我们一起，咱们也能跟着挣钱，听明白没有？你说的真的？二嫂，你真的愿意带着我们挣钱？挣不挣得到钱要看你们能不能找到东西。这样吧，明日我要上山，你们谁跟我一起去？我带你们先把东西认了，后头找得多咱们就去县城卖。你听见没有？二嫂她真要带我们，明日我去，二嫂我跟你去。那我也去。那药材能卖多少钱？我就认识2样，不好找。掌柜说价格要看时间看品相，反正1斤几百文是有的。几百文1斤，这么值钱？要晒得好才行，几斤才能晒1斤呢？我去。二嫂，明日你等我，我跟孩子娘一早就去找你，咱们一起上山。第2日，周琼才刚起床没多久，杨公才夫妇俩就背着背篓过来了。二嫂，你慢慢收拾，我们不急。今日上山你要不要带小树一起？若是附近就带小树去了，今日要走远就不带他了，让他再睡一会儿。那是你心疼，咱村里的孩子哪个不是几岁就帮着干农活了？你不带他上山，那就让他跟我下地好了。放心，活不重。随后，周琼将工具放在背篓里，背起背篓，带着人出了门。二嫂，冯婶子怎么叫你阿琼？你不是叫花娘吗？我本名叫周琼，花娘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。你当初到咱们家的时候都是叫你花娘的，原来你不是这个名儿。二嫂，你到咱们家之前家里是做什么的？你家里有大夫吗？我好了以后从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。三弟，我听说我是人牙子卖过来的，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10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我就记得有一天，一个婆子来村里叫人，说是她闺女病了，让村里人给帮忙。我爹带着我二哥去帮忙把人背了回来。那婆子跟我们家里人说，他们走亲戚走错了地方，如今没有盘缠回去，说若是家里有人要媳妇，就把闺女让出去，给3两银子就行。家里那时候正犯愁二哥娶亲的事情，最后咬咬牙拿了3两银子。再后来你好了，大家才知道那婆子是个人牙子，但钱都给了，你自然就留下来了。这样看来，这件事杨家也没有大过错，他们也是被骗了。二嫂，你别怪我二哥，我二哥那个人其实挺好的，成亲那会儿他还找过我爹，说要把你送回去呢，结果你没多久就疯了，他这辈子过得也挺苦的。吴氏觉得这个话题不好忙，岔开了一个话题。二嫂，你之前一个人去县城你不怕吗？咱们村里还没有几个去过县城呢，县城长得什么样子？县城就比镇子大一些，做买卖的人多一些，没什么稀奇的。那处的药价好，我才去的。下回你想去带你一起，谁都会有第一次，去过了就不怕了。这回你愿意带我们挖药，我其实有些意外。之前我们对2个孩子没有十分关照，只是想着到底是侄儿，不能眼睁睁的让他们饿死。你这样想着我们，我很惭愧。你们自己孩子多日子不好过，我不怪你们，能够帮着他们活下来，对我就是大恩。三弟，从前的那些咱们就别提了，咱们要做的是如何过好以后的日子。二嫂说的对，以后咱们2家相互帮衬，不分你我。刚开始你们就好好看，等认识了你们就可以自己找了。二嫂来的时候我跟他爹商量好了，今日我们不挖我们的，都给你挖，我们就专心的认，等熟了以后我们再自己挖。开头你们是不认识，所以就跟我后面，若是认得了，你们要自己试着挖，我在边上给你们看着，我不用你们的，你们自己挖的自己收好，咱们1是1，2是2。那就多谢二嫂。
几人一边聊一边挖，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下午。其实这山上肯定还有许多别的种类的草药，但是我不认识，我恰巧就只认识这几种比较名贵的。你们日后若是有机会，可以找大夫多多的学，这些东西被我们挖了好几年，这块就没有了，不是长久生意。二嫂，除了你，谁还会教我们认草药？这大夫收药童就相当于认儿子，是要给人家刷盆送终的，一般就在自家流传，轻易可不外传的。哦，还有这样的规矩？所以我之前才问你家里是不是有大夫，可惜二嫂你都忘了。一天的时间，杨公才跟吴氏已经能准确地认出药材，并记住了挖掘的要领。下山的时候，二人的背篓里都有了收获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二人十分的高兴。二嫂，咱们明日还一起吧。我看你们今日也学得差不多了，以后就分头好了。一座山能挖到的有限，咱们分散开来找的会多一点。就村子边上的山，我们已经扫过一遍了，这片山也是，你们还想找找也成，不过怕是找不到多少。若是碰到那种很小的，就不要挖了。那二嫂，你明日要去哪处？咱们避开不在一处找。大概往前去一点的那片，咱们附近的山再跑跑就差不多了。没事，附近没了，我们还可以去我娘家那边看看。周琼刚回到家，小树就急忙跑过来告状：娘，有人往咱们地里扔石头，昨日多没有的，今日我们去地里多是小石头，我们跟奶奶一起捡了一个上午才好，所以只干了一个下午的活。就咱们地里有，别人地里有没有？旁边地里多没有，就咱们地里有，贵宝家的地也没有。小男孩和奶奶准备下地干活时，却发现地里被人扔满了石头。随即，小男孩将地里的石头慢慢清理干净。谁知第二天，地里又被人扔满了石头。周琼猜到了是谁，可是没有证据。于是，周琼蹲在一旁，准备晚上给他来个守株待兔。娘，这样扔不是办法，咱们扔他们捡，最多是折腾一下，扔还费事儿呢。要不给他们埋土里面得了，这样粮食长不出来，种了算白种。哦。这一家子人简直就是丧良心，这样的点子也能想起来。看得见不？看得见就给他们埋土里去。算了，咱们就当给他们个教训，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行了。刨地那得多长时间？他们种子种下去，咱们石头压一压，他们都得减产。赶紧的，快些，别让人发现了。这是全家出动了。周琼压着火气，捏了捏拳头，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，一下子冲了上去，对着一个人就是一顿胖揍。谁打我？是哪个天杀的在这里？周琼一听，忙换了目标，对着张氏便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天哪，要打死人了！来人呐，快救命啊！快跑，快跑！不知道是哪个疯子，半夜3更不睡觉，待在这里。二水、大水，赶紧扶着你娘快跑！眼见杨公方发了声，周琼自然是要招呼好的，于是换了个方向，开始胖揍，打到最后，几人身上都挨了拳头，谁也顾不上谁，开始落荒而逃。今日看到人了吗？看到了，娘还把他们打了一顿。明日你可以去你大伯那处瞧瞧热闹，看看他们怎么样了。反正肯定样子不好看。真的是大伯他们？难不成还有别人？这么不要脸的事情，就只有他们做得出来。娘，你把他们打了，他们不会让咱们好过的。大伯娘那个人最是不讲理。娘不怕他们。好了，赶紧睡，大人的事情你不要操心。你每日只要吃好喝好睡好，把自己养得好好的，娘就开心了。第二日，家里人刚起床，那头就有人跑过来报信：周家嫂子，你赶紧去李正家里一趟，他大伯那边正带着人在李正那处告你们状呢，说你们打了人，我看他们样子挺惨，非说是你打的，要让李正主持公道。多谢嫂子，我收拾好了就立马过去。他们被人打了，为何找你？冯氏想了一会儿，猜出了个大概。你昨日逮到他们呢？是的，我过去看看，这恶人先告状还有理了，我才不怕他们。我同你一起去。你们别去了，小树也别去，我怕那群人发癫一时护不住，你们就在家里等消息。周琼刚到李正家时，就看到杨公方一家一个个鼻青脸肿，脸上的颜色五彩斑斓，特别是张氏，脸肿成了个猪头样。哟，你们这是上哪里做贼了？被人打成这样，好看得很啊！你个毒妇，还在这里贼喊捉贼，我们这样都是拜你所赐。他边说边一脸哭相的看向李正。李正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你看看他把我们都打成什么样子了。他们4个真是你打的？我在家待着好好的，打他们干啥？他们怕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遭报应了吧？分明就是你，不是你咱村子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我们打成这样？那你们说说我上哪里打的你们？我最近一段时间可没有上你们那里去过。李正，你可不要听他们的片面之词啊！不信你问问他们附近住的，看最近有没有见过我，肯定没有。他们就是记恨我上回让他们拿粮食的事情。你还狡辩，就是你，不是你谁会下这样的死手？
李正，真的就是他，就是他昨日晚上打的，在他们家地头打的，不是我们那处。大晚上的你们上人家地头做什么？哦，昨日在地头的是你们几个人啊？不好意思，真没有把你们跟这事儿串起来。李正，你看他承认了，我就说是他打的。刚刚他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你们可都是人证，今日必须要他赔偿。真是你打的？昨日天黑的时候，我确实是打了几个坏种，我哪里知道是村里人啊？你为何打他们？李正，这个事儿真的不能怪我，就是从前几日开始，我们家地里总是出现大片的石头。起初我只以为是别人不小心丢的，我们便捡了，开始继续整地。结果每回一捡，第二日就又出现了。你不知道捡那些石头多费劲，费劲都是小事，关键是我种子才种下去，他们这么干就是要我们粮食绝产，想饿死我们。我一想到这里，心里就气不过，于是我昨日天黑的时候就守在了地头，果然看到了几个坏种要丢石头。天黑我又看不见，心里又气不过，就趁黑把人打了。我哪里知道打的是他们。就你们做的这个事儿，你们还有脸上我这里评理？你们也好意思要我说活该？我们虽然有错，但是他也不至于下这样的狠手吧？你看看我们的伤，这是把我们往死里打啊！难道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边上的村里人一片的鄙夷声。你们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就是还是打不呢了，下手这么狠，居然想让人家绝产，以后可不能跟这么狠心的人来往。杨公方，我告诉你们，昨日出手我可是手下留情了。若我知道是你们，兴许这会儿你们就该躺到床上起不来，而不是站在这处告我的状了。一家四口听了他的话，情不自禁就颤了颤。行了，这个事儿很明确，是你们有错在先，收拾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田地。再说了，他又不知道是你们，只以为是在惩治恶人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以后长些脑子，不要老做这部5步6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再有下次，我可是不客气了。怎么样，没有为难你吧？娘，早知道他们是软柿子，我今日就应该带你们去看热闹的。你是没看见，他们鼻青脸肿，看着搞笑死了。你还笑，我都担心死了，就怕他们反咬一口。李正那头怎么说？能怎么说？他们先回我们庄稼的，这在哪里都没道理。他们还想让我赔偿，被李正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。我看一时半会儿他们是不敢再来惹我们了。那就好。下午，周琼跟冯氏一起上山砍柴，结果回来的路上被人截了道。周婶子，我爹让我们请您上家里吃饭，我们刚从那头过来。小叔说你们上山了，还好在这里等到了你。小女娃意外摔断了腿，家里却拿不出钱医治。善良的小树把这件事告诉了周琼，随后周琼给了一些银子给女娃治伤。现在女娃腿好了，就邀请周琼去她家里吃饭。周婶，小树哥，多谢你们救了我的命。小丫头太客气了，救你的是你爹跟你哥哥，若不是他们将你送到镇上去医治，有钱都是没用的。一直想请你来家里吃顿饭，总是找不到人，今日总算是将你们请来了。幺妹儿的事真多谢了你们。来，家里没有什么好菜，今日就将就吃一顿，表示我们的心意。万夫大哥莫要太客气，我们实际也没有帮上什么忙。是你们点醒了我，若不是听了你的话，我就犯糊涂了。好在幺妹儿没事，只是费了些银子，这些我都认了。周丫头，叫他丫头的是杨老爷子，山平的爷爷。你算是对我们家有恩的，只是那1两银子怕是暂时还不了你了。这次小丫头的事儿可是把家底子都折腾的差不多了，对不住你了。没事儿，我不缺钱，你们有再还，实在没有还不还也无所谓。你好心借我们钱，这钱肯定是要还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杨万夫虽然穷，但是不是个赖账的人。吃完了饭，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周琼就带着小树回去了。这一路上你很高兴啊？对呀，我高兴。娘，咱们帮了山花，她的腿完全好了，能走路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不高兴吗？我也高兴，我觉得小树太棒了，因为你，咱们救了一个小姑娘的命。娘，有钱真好，可以帮助别人，我们一定要多挣一些钱。小孩子的世界果然是纯粹的，相比之下，我实在是太功利了些。9月的后半程，天一天比一天凉，周琼日日上山，附近的山差不多都被他跑了个遍。到10月初的时候，他开始将跑过的山又过一遍。这轮过完，大概药材的挖掘就基本上差不多了。这天回娘家采药的吴氏两口子兴冲冲的来找周琼。二嫂，我们回来了。这趟收获如何？说到收获，两人不约而同的露出了高兴的表情。还不错，挖到了不少。我们把那边的那一片山都跑遍了，我生怕在山上碰到我娘家村子里的人，好在躲得快，没有叫他们发现。那你们这几日赶紧把他们炮制出来，这边山上应该是没有了。我准备过些时再去一趟县城，就准备过年呢。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。好，回去我就都清出来，洗干净，然后晒起来。只是最近天变冷了，怕是要多晒几日。不急，等你们好了我们再出发。多谢你了，二嫂。
不客气，你们今日刚回，家里肯定有不少的事情收拾，晚上就别做了，到我们这处吃，吃过了再好好回去休息。我看你们眼袋子都熬青了，真是够拼的。二嫂，你不知道，我一想到我挖的那些东西能卖钱，我这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一点儿也没有觉得累。不过那边村子有草药郎中，要不是我们跑的地方多，还真的不来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到这会儿都是激动的。干脆你们坐会儿，我让小苗他们去把兰花他们叫过来，吃了饭你们再一起回去。那我们就不推辞了，多谢二嫂。二嫂，我听说了前些日子的事儿，你可真行，把大哥那一家子治得死死的。听说大嫂回去以后还躺了好多天。我这也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他们都气到我头上了，我还不还手，那就是傻。就该让他们知道厉害，不然他们以为这村子里没人治得了他们了。弟妹，这回挣了钱，你们想做什么？二嫂，这钱还没有到手呢，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，大概先攒着。若有钱，肯定要先把家里屋子修一修，住得舒服些。若是真挣得多，那就再买2亩地，以后就不愁吃了。哦，三弟，村里还有地买吗？不知道，这个要问李正。村里许久没有听说过买地的事情了，家里的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。后头的日子，他们依旧上山。这日，周琼刚从山上回来，就听说村里有人家里出事了。小孩子别玩火，知道不？今日你们青山叔家的火，你们也看见了，一烧什么都没了，就算把陆平打死也没有用，屋子粮食也回不来。你们可不要跟他那样缺心眼子。奶奶，您都说800回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奶奶，他们屋子烧了以后住在哪里？我们今日去的时候，张婶子跟隔壁刘婶子2个都坐在院子里哭，说住的没了，吃的没了，以后没法子活了。娘，今日村里发大火了，我们都跟着去救火了。娘听说了。娘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村里那头有什么说法没有？能有什么说法？家家日子都不好过，最多大家伙帮忙，这几日帮着把屋子修一修，钱粮那些看看谁能借就借一些。往年这种事儿也是有，只是不像这回一烧就烧了2家。那小孩犯事的那一家是不是得赔钱啊？有东西才有的赔，他自个儿都没有如何赔，这个事儿不好办哦。目前最主要的就是先把2家人安置好。周琼刚回来没有多久，李正就登门了。你们这是2家围了一个院子。咱们本来就和一家过了，李正您是找我有事儿？小男孩在家做饭，一不注意就把自家和隔壁的房子烧了。自此2家人孑然一身。李正为了2家人能活下去，开始在村里到处化缘。来到周琼家时，周琼直接拿出了40斤粮食和2钱银子，直接把李正看呆了眼。我们家里人多，只能拿出这些了，若是不够，等我晚几天再想办法。不少了，我知道你们尽力了，放心，回去我就与他们说，让他们记得你的好。李正刚走，吴氏就上来了。宝和叔是替那2家人化缘来了吧？我看他们背了个袋子，你们粮食给了不少啊。就上次那边要回来的粮食送了1袋子出去，他们是每家都去了吗？人人都给了？哪有啊，大把没给的，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哪有多的给别人？我们倒是给了10斤麦子，出不来钱就出力呗。过几日要帮着一起修房子，得保他爹明日还要一起上山砍树帮忙呢。那他们今日住在哪里？村里有空屋的不多，谁家能塞下人就暂时挤一挤，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儿。看样子这片还有些人情味，虽然没钱，但是大家还是乐意帮忙的。二嫂，我过来是想问问咱们什么时候去县城？你们的东西都晒好了？前些时挖的都好了，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冷，我就想着早些换钱回来，拿在手里踏实。若是下雨下雪，东西反了潮坏了就白忙活了，而且天气不好出去也不方便。行啊，那就赶日不如撞日，明日吧，咱们明日一起去县城。那行，那咱们明日就去。我们那头东西不少，明日让他爹先跟我一起送到镇上，天擦亮我们就来找你。二嫂，您说我们这些东西能换多少银子？要看品相的，好的话可以换几10两，不好就换几两，看你们挖的东西铺子老板给个什么价儿呢？夫妻2人一听，最少能得几两，已经让他们足够欣喜了。杨公常将他们送到镇上，一直等到他们车子出发才离开。二嫂，咱们今日回不来到了县城住哪里？客栈，100文1个晚上。吴氏今日出门，难得大方的带了5钱银子，他算了算，应该是够用了。那在县城吃饭贵吗？有贵的有便宜的，看吃什么。那咱们吃便宜的，能吃饱就行。车子到县城的时间依旧是晚上。周琼来到富民堂时，铺子已经关门了。二嫂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先去找个客栈落脚。
随后，周琼带着他去了上次住的那个客栈，订了间客房，又叫了饭食，让人送上去。二嫂，这到了县城，我什么都不懂，这钱都是你帮着垫的，一会儿咱们算算账，这钱该出的我给你，总不能你带着我什么都让你掏吧，不厚道。没事，今日我出，明日你出也是一样。随后两人吃过饭后相继睡觉了。第二日清早，二人起床整理一番后，直奔药铺子。周嫂子这是挣了钱，知道带徒弟了。不是徒弟，这是我弟妹董掌柜。我们昨日就来了，只是来的有些晚。您这处铺子关门了，今早才特意赶过来的。您给我们看看，我们的东西这回给个什么价儿？行啊，都倒出来吧。吴氏跟着周琼一起将被搂的东西倒在一旁的地上，他忐忑地站在一旁，看着二人说话。最近县城来了不少的南方人，都是上山挖草药的，有些还上咱们铺子收。我想着你们应该挖不了多少，没想到还是送了这么多过来，可真是厉害啊。哦。还有这事儿，既然是南方的，怎么还跑到北方来挖药？有些药南方有，北方没有；有些北方有，南方没有。每年都有人扎堆的南北跑。你是做药材生意的，不应该不知道啊。就你们那片山，难道没有遇到这样的人？看样子你们运气不错。运气再不错，挖了这么多回也差不多了。周嫂子，你的东西品相好，咱们还是上回的那个价。至于这位嫂子的，有些还小也混在一起了。这样，天麻8钱，黄芪2钱5，当归3钱，这还是看得周嫂子的面子给的价儿，不然该让你们先分拣出来，你们觉得行不行？行，就按掌柜您出的价儿来。最后，周琼得了23两整，吴氏得了29两7钱5。他看着那些钱，嘴哆嗦个不停。回到客栈，吴氏一句话也不说。周琼看向吴氏的时候，才发现吴氏早已经泪流满面。你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还哭上了？二嫂，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，加上我自己的，这里足足有30两银子。我心里激动，我忍不住想哭。我没有想到，居然能挣这么多的钱。你可别哭了，都说财不露白，动静大了，引人家来看了热闹，兴许人家就盯上你的钱了。咱们要表现得正常些。那我收起来，这么多钱，换做以前得存10几20年才有。二嫂，谢谢你。边说边拿了一个小锭子，有些犹豫，推到了周琼的面前。别人拜师都是要交拜师礼的，二嫂，这5两银子您收着，当是我们的孝敬钱。我年纪轻轻的要什么孝敬钱？你自己的钱你收好，别拿过来拿过去的。你刚刚把我吓了一跳。不要吗？你带着我出来，今日换的钱还没有赶上我们的，我这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少？我没有你们2口子那么努力，自然就没有你们换的多。咱们各自挣各自的钱，谁也别盯着谁的。你说是实在觉得过意不去，明日坐车你把我的车钱掏了吧。成，这个成，吃饭这些都算我的。女人和二嫂去县城卖药材，挣了30两银子，回家就让家人吃上了肉，还准备和二嫂一起买地。谁知到了李正家，却被告知买地要去镇上。二嫂，你打算买多少？要看看地价多少钱1亩，少说要再买个2亩吧。二嫂，你若是再买2亩的，你们一共就有4亩地了。你跟冯婶子如何做得过来？小树跟小苗一年年大，总能帮些忙。我听说小树从前总是会到你们家地里干活，这地里活他做的比我还好呢。杨公才只是想聊个话题，却一下子把自己给聊尴尬了。从前我也不是刻意让他干重活儿的，只是家里孩子实在是多，加上他们2个就5个，我得去别处干活挣些贴补回来，不然日子转不开。以前的事儿我理解，4亩地不算多，如果可以，我还想多买呢。是啊，买了放在那里，不种还可以垫给别人，你们行，我们就不行了。哦，怎么不行？家里有地哪里还有垫给别人的份？首先就得考虑大哥他们什么样子，你也知道，租出去没得好的。唉，你嘛就是吃了太老实的亏，被那家人吃得死死的，自己的东西干嘛要便宜别人？我就要垫给别人，不垫给他们，能把我怎么样？撕破脸就撕破脸，说到底还是为了面子。是你说的这样，但是他毕竟是我大哥，还没有到撕破脸那一步，先各自忍让着吧。那可有你们受的了。第二日，周琼就和杨公才来到了湘雅。是这里吗？应该是吧，跟别人说的一样，大红柱子、大牌匾、高墙。周琼随后敲门，由于声音太大，把杨公才吓了一跳。动静太大了，二嫂你轻些，这里可是衙门。声音太小，里面哪里听得见？边说他边又重重的扣了几下。你们找谁？大人，我们想在村里买几亩地，过来问问手续的事儿，想问一问这个事儿归哪位大人管？进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找主报。你们是哪个村子的？可有看中的田地？我们是杨家村人，买地的事情我们也是第一回，所以还要大人帮忙了解了解。
我不是什么大人，我就是一个管衙门杂事的。我现在带你们去找萧主簿，他是专门负责税收跟土地这些的官儿，你们叫他萧大人就行。是，多谢大哥提醒。你们俩是要办什么事儿？萧大人，我们二人是杨家村的，我们想问问买地的事儿。哦，买地，杨家村的，你们二人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二嫂。对，她是我二嫂。那你们看中了杨家村哪里的地，想买多少？大人，我们是第一回买的，规矩都不懂，您不妨提点提点。杨家村的许久没有买卖了，那你们等我去取个册子来瞧瞧。二嫂，你做主吧，若是合适，我就跟着买。我这见了官儿实在是紧张，说话就怕没底。行吧，我来问。萧主簿很快就拿着册子又过来了。杨家村的地定的6两银子1亩，你们看看，你们想要哪块的？二人赶紧凑上前。周琼是第一次看到古代关于土地管理的图册，上头虽然画的不精细，但是却很准确地标出了土地的位置以及具体的亩数。大人，这里头的都能随便选吗？打了叉的不行，那是有主的。大人，我们若是买的多，能便宜些吗？你们想买多少？合起来4亩。4亩可不算多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人跟我还价的。这样，你们杨家村许久没有人买地了，你们若真要买，我免了你们的种子钱，佃户的赔偿也不用你们管，等于说你们买去，里头都是种好了的麦子，可是省了许多的事呢。哦，行，那就我跟我三弟一人买2亩。随后，两人各交12两银子，一人还各交了200文的手续钱以及各自的户籍。地契造册盖章那些要一会儿功夫，你们是过会儿再来，还是就在这处等着？我们等着，办好了再走。差不多大半个时辰后，萧主簿就回来了。这是你们的户籍还有地契，收好了。地契副页有拓印的地的位置图，拿给村里的里正登记。二人欢喜地收好了东西，跟主簿道谢后离开了乡衙。回到村里，马上来到李正家。保和书，土地我跟我二嫂家已经一人买了2亩，这是地契。这么快，你们问了就买了？如今多少钱1亩？难得去镇上，问了合适，自然就买了。咱们这处的1亩是6两银子，镇上的主簿说把这副页给你登记上就行了。杨保和拿着他们的地契仔细地看了看，最后只说了几声好。他回屋拿了个册子给他们备注上，之后就将地契还给了他们。还是你们有出息，这么多年咱村子的地还是第一回填，我心里替你们高兴啊！准备什么时候去地头看看？马上就去。右边2亩是我们的，左边2亩是二嫂家的。保和书，你记得是不是这样的？你还怕我给你记错不成？放心，跟你说的位置没错。这里头怎么已经种了粮食？粮食算谁的？咱们的。这地是镇上租给佃农的，但卖给了我们，镇上要给佃农赔偿，还是我二嫂跟主保讲下来的，不然这钱就得我们赔了，要么就要让他们种完这一季。那你们白的一季收成，划算呐！咱村子人要是都跟你们一样就好了。行了，地也认了，回去吧。二嫂花巨资买了2亩地，回家还没高兴几天，家里的茅草屋就塌了。没办法的他只能到集市上去找施工队来建房子。这时吴氏知道了这件事，马上让德宝去找杨公才来帮忙。二嫂怎么个说法？还不清楚，师傅正在看。你们这处离镇子远，又是在坡上，拉材料进来不太方便，但是做房子倒还方便。一听他们说拉材料不方便，几个妇人便紧张了。你们放心，材料拉过来，我们可以帮着弄到坡上，不算费功夫。咱们先规划规划，你们觉得可行，那我们就细说，明日差不多就可以动工了。师傅，你们是行家，有什么你们尽管说。这第一步，我们要在这边上搭几个临时的木屋，正好你这处边上有空地，一方面方便我们的人住，一方面你们可以搁着东西，最好是能留个人在这边守着。我来守。家里没有男人了吗？守料可是个辛苦活，要防人偷防人抢，一般都是男人守。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们会安排一个守料的人，您接着往下说。你之前说的结构屋子多，我们人手有限，还得找10来个人帮工，不然到过年也做不完。这年前若是有雨雪拖的时间会更长。那具体要多少人？10到15个之间差不多了，人多自然更好。我们从前在村里做房，帮工一般20文一天。一人20文，10人一天200文，1个月差不多6两银子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这时德宝拉着杨公才过来了。你快些，师傅们都说半天了。那咱们再把成本合一合，前面5间加后面4间加灶房、茅房，还有院墙，
33面屋墙，大王，一面造价折地基差不多是1两5千，屋的砖瓦差不多要50两。吴氏夫妇听闻，都替周琼捏了一把汗。再加上门窗屋梁，屋子多，这木材用的也多。若是能上山砍一部分，4、5两也跑不掉。你要做大围墙的话，我建议做30面墙那么大，左右于一心，主要是前后，看你是要一样，还是前宽后窄，还是后宽前窄，你的自己想好。那师傅的工钱是多少？我们总共是16个人，一人1天是50文钱。周琼默默地在心里算了算，单独房子是55两左右，按再请10个人，加上师傅们，1个月的工钱就要30两，这就已经85两了。若再加18两的院墙，就是100多两，实在是大大的超出了他的预期。他如今手上只有76两银子。冯氏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。阿琼，他们这样算做套房子到底要多少钱？按1个月的工期，不算院墙要85两，算上院墙要103两。多少？二嫂，你没有算错。天哪，100两上哪里弄去？二嫂，依我看，要不还是不要找这泥瓦班子呢？咱们就做茅草房，做好些，差不多也就20来两，100两太吓人了。做肯定还是要做的，要不院墙最后再看吧。师傅，你们刚才算的我明白了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会另外再找10个帮工，但是这个工期不能超过1个月，不然这超出的部分就你们自己承担，这工钱我就不另算了。你们若是同意，那明日就可以开工了。二嫂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少也要85两银子呢。放心，我考虑过的，不会乱做决定。既如此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日一早我们就带人过来开工搭屋子，你们趁着明日功夫把该弄走的弄走。对了，还有一个，我们这些人的饭你得管，也不用多好，能吃饱就行。好，除了手料还有饭食，我们这头还有什么要做的？既然是包工，自然是我们自己安排。你们要做的就是到时候要上山砍木头的时候，安排好人带路就行了。有时咱们中途可以随时沟通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若是方便，要先交30两的定金，这样明日我们一部分人过来搭屋子，一部分人去提早订材料，不会耽误事儿。一说到交钱，周琼便有些警惕。30两可不少了，我都还没有见到成效。但是做房子似乎确实是要交定金，就像现代的首付一样。黄师傅大概是看出了他的顾虑。你别担心，收了你的钱，我们自然是要给凭证的。你知道我们家的位置，难不成还怕我们跑了不成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行，那我拿30两给您，麻烦您开个凭条。明日一早我们就带人过来，你放心。人走了以后，吴氏跟杨公才忙招呼着人到自己屋里坐。二嫂，你真要做这么贵的房子，你钱够吗？不够，我才70两，但是人都找来了，这房子一做就是一辈子，要做就要做好的。你有70两，就算我们把全部的12两借给你，这钱也不够啊。二嫂，你就不该做那么多间，你看看你如今跟冯婶子一家过，干嘛还做两边厅？我虽然认了贵宝做儿子，但是地契毕竟分了2边，再说他们都要长大，以后还要娶媳妇，肯定是要分开的。冯氏原本也觉得房子多了，该少盖些，如今知道了周琼的想法，心中感动。没想到他把以后想得这么长远，都是为了孩子们。见众人都叹气，周琼只是笑了笑。有什么好愁的？实在钱不够院墙就先不盖了，我们原本就分文没有，如今就算再没有，起码是赚了一套房子。再说了，我打算着头安置好后，就选天气好的时候再上山，运气好兴许凑一凑就够了。吴氏听到说上山的事情，立马就兴奋了起来。那得赶快安排，我这边就等着出发的日子呢。做房子是好事，只是这个事儿一出，村子里怕是要引起震动了。别说是100来两的房子，40、50两的房子，他们都是不敢想的。二嫂，你可真行。三弟，二嫂还要托你帮个忙。师傅说要找10个帮工，你对村子的人说，你帮我找10个人吧。我这里就只有一个人选，万夫大哥。这个容易，1天20文的工钱，1个月就是600文。你一说出去，保证来的人屋子都挤不下。怎么只想到了万夫大哥？这不是还有我吗？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找样吗？若是你不做房子，我兴许一起去。你这要做房子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帮你看着的。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，还做这工，都走了如何成？你们去别的镇上，晚上又回不来，孩子他娘说了，让我上心呢。那就多谢你们了。等以后你们做房子的时候，我肯定也搭一把手。二嫂为了建房子，竟请了20多个人。当他们从村口浩浩荡荡经过时，整个村子都震惊了。特别是他们知道还找了村里的9个人帮着做工给工钱时，纷纷上坡找到周琼那处，问还要不要工。结果杨公方一家知道是老三帮忙找的人时，随即2口子不要脸的上门要说法。老三啊老三，你怎么就是个胳膊肘往外拐的？这做工的名额你不给我们，你找外人。我不打听还不知道是你办的这个事儿，你怎么也成了个白眼狼？就是你不想着我的好，也该想想你大哥的好。从前你大哥算是白带你呢，你说你这是办的个什么事儿？你把名额给别人，这钱都让人家挣了，你说你是个什么脑子？
大嫂，你说话注意些。公才他怎么了？你这样说他，你好意思？他不找你们是为什么原因？你们不清楚吗？这房子是谁要做的房子，你们会不知道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好你个无视！我跟三弟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？都是你这婆娘的话，把男人拾掇成这样。他从前可不这样。大嫂，这回不找你们是二嫂那边特意叮嘱了的，你们找我也没有法子，赶紧回去吧，我自己还要上工呢。哼，你个窝囊废，被个娘们治得死死的。他不让你找，你不会说找不见其他人啊？这没人给他做工，他不找我们能找谁？说你猪脑子还是说轻了。大哥，你们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，我可就要大扫把赶人了。没你们这么侮辱人的，跑到人家家里来骂人，你当我们是好欺负的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架？今日真是热闹哈！谁要打架？为什么打架？说来听听。张氏跟杨公方看到周琼都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。我刚可在外头听了个七七八八，怎么你们还想让我那处去做工？我以为咱们是生敌死仇的关系，可是第一个就把你们排除了。杨公方一听，眼皮跳了跳，还是努力挤出了一个笑脸。这话不能这样说，咱们就算做不成亲戚，好歹也是一个村的。你看你请别的村里人跟请我们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肯定也是会卖力干活的。你这首先就把我们排除了，实属太小家子气了些。我小家子气，我请别人至少放心，不用担心别人做工使坏。不像某些人，我只不过是收回了自己的地，他们就想让我绝产。到底是谁小家子气？不请就不请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当你们做房子就是个香饽饽？谁还想求着去你们那处做活？你们动静闹这么大，不就是想在村里人面前长脸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最后能做个什么样的破烂出来。张氏一如既往的嘴上不留德，周琼却也不气恼，她慢慢的走到张氏跟前，吓得张氏一步步后退。你做什么？这天又没有黑，青天白日的，我能做什么？你想看就看着好了，但若是起那想搞破坏的心思，小心我这沙包大的拳头。杨公方见今日讨不到好，忙拉了张氏，着急忙慌的跑了。还是二嫂厉害，我们两口子吵架都吵不过他们，他们简直不讲理。我跟你们说，对付无赖只能比他们更无赖才行，还有每天到你们这儿取饭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不是情况特殊吗？没事的，也就个把月房子做好了就正常了，反正每日口粮都是在这边取，我跟婶子说好了，以后我们都上坡上跟大家伙儿一起吃，方便。一时之间，整个杨家村都议论开了，问的最多的还是盖这屋子要多少钱。工匠们早就得了周琼的授意，对钱的事儿闭口不谈。李正下午也过来了，他也好奇做这样的一套砖瓦房要多少的钱。周琼怎么就有这个银子能盖得起这样的房子？保和叔，这座屋子的事情本就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没有求到村里，您就让我保个密行吧，我可不想日日活在别人的嘴里被人说长道短。你说的没错，做房子确实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本不想多问，但是你若是有钱做这么好的房子，其实做个差不多的，匀一部分钱帮一帮村里那些受了烂的人家，他们都会念你的好的。周琼一愣，他原本还觉得李正人不错，算个公私分明的，没想到居然对他也玩起了道德绑架的那一套。保和叔，您的意思是要我做圣人，将自己挣的银子都分出去，这样才对是吗？我哪里是这个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房子再好，也只是你们自己受用了，村里人都过得苦，你让他们怎么想？你这样会招恨的。若是你有能力拿出银子帮帮他们，他们就会记你的好。他们不会。上次杨青山跟杨大峰他们两家受灾的时候，我捐了粮，捐了钱。李正，你还说记着我的好，如今看到我们盖砖房，我们没有拿钱帮村里屋子塌了的人，您便说我们要招人恨。我早说过，升米恩，斗米仇，只要我们过得比别人好，就会遭人妒，拿了以后就要一直拿。我就想问一句，凭什么？不瞒您说，我盖这个房子也得举债，并不十分轻松，想要家人过得好，让他们自己努力赚钱去。你这样逞强又是何必呢？钱不够还要往好了盖，这缺的部分你要如何凑？你这才刚买了地没多久，总不至于要卖地吧？我总能想到办法的。李正吃了瘪摇着头走了。李正走后，杨公才凑了过来。你们刚刚说什么呢？我难得看到二嫂你表情那样严肃。没说什么，我跟李正诉苦呢，说做这房子还要借钱，不然人家总觉得咱家多有钱似的，让咱们捐又没得钱捐，他批评我打肿脸充胖子呢。就该让他们知道你是没听到。今日不少人说这事儿，说你要盖砖房，不管村里人疾苦。要我说，他们这都是什么心理？个人挣钱个人花，还想吃现成的不成？哪有那样的好事？原来还真有人说这些说酸话的，理他们干嘛？小树，你去坡底下把你三婶叫上来，就说要准备做晚饭了。二嫂为了挣足盖房子的钱，只能和吴氏去其他镇子的山上寻找草药，然后经过多方打听，来到了一个村子中。快到晚上时，用了20个铜板找了一户人家借宿，随后再和主人家聊天时，发现这个村子的山上来过采药人。
二嫂，你说咱们这趟能有收获吗？都被人扫过一遍了。说不好，药材那么多，兴许有些人也跟我一样，只认识那么2种，他们找的不是咱们找的，明日上山跑1日就知道了。第2日清早，两人就上山了，谁知后面有一队人一直跟着他们。咱们这才刚开始，这些人一直跟着咱们怎么成？没事，他们总不能一直跟着，等会儿咱们走快些把人甩掉就行了，而且离得远，咱们找哪样的他们看不清楚的。1个上午的时间，他们都在与人猫捉老鼠，跟着的好些人看他们一早上瞎晃悠，有的早早的失了耐心，砍了些柴火就走了，有的则继续远远的跟着，直到下午才把人甩掉。这些人可真无赖，都不让跟了还一直跟着。我倒是理解，都是穷苦人，想学挣钱的法子，如今有机会，要是我也愿意脸皮厚一些。二嫂，你还替他们说话，咱们一上午才挖了几颗而已，那至少证明有啊，咱好好找吧，不着急。结果他们转悠了一下午，收获却不丰，两人下山的时候都有些沮丧。这处有倒是有，就是太耗费时间了，得慢慢寻。若是在咱们山那块儿就好了。周琼也觉得进度太慢了些，若一直这样下去，他房子做好了也凑不齐剩余的钱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收获如何？还好，我们今晚怕还要叨扰1日了。住吧，没事，你们歇歇着，等会儿饭好了我叫你们。弟妹，咱们这样自己找太慢了，我想了个法子。哦，什么法子？我想让村里人帮着一起找，然后我们来收。哦，你是想教会他们？若是这个村的人都帮我们找，那就快多了，这差价我们来定，肯定有赚头。那怎么成？若是把他们都教会了，他们挖了东西自己拿去卖，还有咱们什么事情？人家不傻，知道是药材直接找药铺子卖就成了。不是有句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吗？二嫂你不怕？不怕，药铺子收药都要炮制好了的，他们不懂炮制，送过去人家不会收。而且我既然教他们，那这段时间找的东西他们便只能卖给我们。那你要怎么做？自然是要找村里靠谱的人，等会儿我就可以跟韩娘他们商量，这样一来找的人多，找的就快，咱们不用一直在这里耗着，也能很快赚到钱。还是二嫂你脑子灵活，若是说好了只能卖我们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。不过咱们要定个什么价儿收啊？差不多3、4斤新鲜的才能炮制出1斤药材，品相暂时没办法控制，所以价不能高，我想着20文1斤差不多了吧。若是从前有人去村子说告诉我们挖药20文1斤收，我怕是要不眠不休的找了。这赵家村算是走大运了，都是一锤子买卖，挣过一回后头就没什么了。咱们如今也是为了求快，这回收的卖了钱，我与弟妹你平分。我虽然贪心，但是也知道好赖。这主意是嫂子你出的，自然是你拿大头，3-7吧，赚了的我拿3成就行。周琼原本还是想55，但想到家里的房子，又想到药材到时候不知道能找多少出来，那就4-6，这回当我占些便宜。分明就是我占了便宜，二嫂你放心，你怎么分我都不会有意见的。咱们可以先试试这个模式，若是好用，以后去别的村子都可以这样。两人商定好了以后，吃饭的时候就当着副相人的面提了出来。你们刚刚是说要教我们认草药，是这话吧？韩娘、赵德兄弟，你们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们这趟出门就是想多挖些药材，但是如今2个人怕是要耽误许长的时间，我就想教你们认我们要挖的药，你们挖了我们收走，这样你们好我们也好，挖的东西只能卖给我们，若是不卖给我们，我们就不交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帮忙挖，然后你们给钱买走？对，我们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怎么个收法？20文1斤，这已经是我们能给的最高价了。不过大小我们是有要求的，太小了不成。成，你们告诉我们挖哪样的，明日我们就带着全家人上山去挖。韩娘，不急，我们想让你们多找几户人家帮忙，但是必须按照我们要求的，找的只能卖给我们，不然就没有下次了。你放心，吃完了饭我就给你找人，5户够不？到时候你教的找到肯定给你们，不卖给你们，以后我们就不跟他们来往了。那倒也不用如此。我说最近怎么觉得浑身舒畅？原来是家里迎了贵客，一来就给咱们带了财。我大哥大嫂那边政委说亲的聘礼发愁，你们就给了赚钱的机会。等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准高兴。不用你说，等会儿我送孩子过去的时候，我与他们说，咱们明日一起上山。明明山里长满了草药，村民却不认识他。现在周琼为了能快速攒够盖房的银子，他和吴氏准备做药材收购商，先教会村民认识药材，然后再以20枚铜钱1斤的价格收取。结果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，村子里所有人都加入了采药的行动中。1天的功夫就挖了180斤药材，结果周琼钱没带够，最后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吴氏留在村子里。周琼回家取钱，顺便把收到的药材也带回去。
这钱你拿着，我明日走，快就后日来，晚的话兴许还得耽个1日。你一个人在这处怕不怕？这有什么怕的？我就在这处等着你来，下回我们回家就是满载而归了。这时韩娘骂骂咧咧的回来了，我就不信我找不见人。哦，怎么找不到帮忙送货的人吗？不是，找到了，3个汉子，明日一早就过来。原本他们是不太愿意，听说挖要挣钱的事情，大家都一门心思想着上山，我就直接找了李正，让李正去说。你说他们怎么想的？如今20文一天的活儿不干，想上天去。咱们这东西找了不弄回去也是白搭，还是韩娘你有能耐。不是我有能耐，我也不夸大。如今我们家因为这桩事，算是对村子有功劳呢。李正他们家今日也上了山，这其中的道理他可比我明白。这忙无论如何都要帮的，何况你们还给工钱。你今日跟村里人把我们说的那么好，韩娘你就一点不担心我们是骗子，骗了村里人的这些东西？吴嫂子不是还要留在我们这处吗？这如何骗得了？这种事儿外头也不是没有，就算是他留在这处，我若是走了，你们上山的时候他再悄悄的走，这样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是骗子，我肯定还会回来的。我看你们的面相就知道你们肯定是好人，不可能骗我们的。对了，明日让赵德也送你去镇上坐牛车，加上他刚好4个人。因为明日一早要赶路，周琼跟吴氏2人吃完了饭，早早的就回了房。这些东西弄回去还要洗干净煮了晒干，我看最近的日头还行。二嫂，你回去记得让旺弟他们帮忙，不然到时候卖要耽个时候。我不说娘她也知道的，不知道家里房子的地基做好了没有，我也怕时辰耽误久了，要用银子的时候拿不出钱来。咱们这回若是挣的钱多，我也想修修屋子。那屋子有什么好修的？还不如跟我一样推了重做呢。你那屋子上百两我可盖不起，我们花10-20两能将屋子修得不错。你如今修了，过几年又得修。若是跟我一样做个砖瓦房，又能好多年不用花钱。我们用的钱多是因为我们分2边盖的屋子多，你们不盖那么多，不盖院墙不就行了？就盖4-5间房子，比原来宽敞，下雨下雪都不怕。不过还要看这趟能挣多少。吴氏被他说的十分心动。二嫂，我们真的也能盖上砖瓦房吗？肯定的，最迟明年就能行。我说这个只是觉得你修房子浪费，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吴氏咬了咬唇，觉得周氏说的话十分的有道理。那二嫂，若到时候我们真想盖房子，钱不够，你能借我们些吗？那肯定，只要我有，我肯定借你们。那好，那我们就不修茅草屋了，也跟二嫂你一样做个好房子，我们也要跟着二嫂做村里数1数2的大户。我倒是高兴，但是你们跟老大那头连着亲，他们到时候怕是要胡搅蛮缠了吧？吴氏一听就跟一瓢冷水浇上了身一样，兴奋劲儿一下子就消了。我也想跟那边干脆断期了算了，但是隔着孩子爹这层肯定不行。不过我们自己挣钱盖房子，再闹他们能怎么的？总不能因为这层情面，自己的日子都不顾了吧？你心里明白就好。琼嫂，今日就我们4个送你去镇上，我们这头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就这样，5人背着背篓上路了。琼嫂，听说你是隔壁镇子的人，怎么会想到咱们这处挖草药？隔壁镇子就没有山吗？我要的东西多，那头经常找，如今又是冬天，便不好寻，所以出来碰碰运气。对了，你们平时上镇子的机会多吗？有没有专门往返隔壁镇的牛车？一般就是卖粮食、买盐巴那些会去镇上，其他时候都是不去的。主要是人，就算去做工1日都没法子往返，没得安置。一伙人虽然背着东西，但是走得很快，不到正午就到了镇上。村里的男人将他的东西全部搬上车后就走了。下午周琼就回到了家。娘，你回来了。二伯娘，你回来了，我娘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你娘在办要紧的事情，二伯娘明日还要走的。小苗，你去把奶奶叫过来，娘有事找她。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多，是遇到了好的山头呢？德宝他娘怎么没有回来？娘，不是有好的山头，是我们从别的村子收的，还有好多呢。我们带的钱不够，弟妹她还在那头，我是回来举钱的。怎么人家村子的人都认识这草药？不是，是我跟弟妹教他们的，然后让他们帮着挖，挖好的我们拿钱收。这样虽然比不上自己挖的挣钱，但是快，收得多，反正也是一锤子买卖，我们好他们也好。你这个法子好是好，但是就像你说的，这回收了怕就没下回了。这么多的药，我们得赶紧洗出来煮了晒吧。这几天日头好，正好晒药。我们快把药材洗了，先晒着，我马上还要回去。二嫂到其他村子收药材，没想到村民们第一天就挖了100多斤，结果二嫂钱没带够，只能回家拿钱。第二次返回时，村民们直接挖了300多斤药材，这把二嫂刚带过来的银子也消耗光了。没办法的她只能先把药材运回去。二嫂，你看这么多的东西，咱们这回要赚大钱了。弟妹，咱们明日又要回去了。
为啥走？这头都没有收完啦，是要把货先送回去吗？不光是送货，我这回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，我想着后头肯定是越来越少的，银子就没带多少。那咱们明日回去吗？回去跟他们说好，过段时间再来收。如今天气冷，挖到了放些时日不会坏的。做好了决定，他们又找到了赵德夫妇。我们今日收的货太多，要回去了。你们要挖可以继续，等过一段日子我再来收。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原本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厉害，不过几日功夫就挖了这么多，这些我们要赶紧处理，所以得先回去了。放心，下回我们肯定来收。你们是明日一早就走吗？对，我们这回东西多，怕是要雇上6、7个人，照旧给20文的工钱。这事好办，我去给你们说。清晨一行9个人出发去往镇上，依旧是赵德带路。穷嫂子，你下回什么时候来？说不好，兴许几天，兴许半个月。对了，你们村里有上山打猎的猎户吗？有啊，但是不是专门的猎户。就入冬以后，许多人会结伴上山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寻些野味。若是运气好，能挣一笔钱呢。那有人进山收皮子那些吗？从前也有，但是咱们这处皮子少，后来就不来了。寻到猎物都是自己拿到镇上去卖，然后从镇上换些盐什么的回来。穷嫂子，你们是还收猎物吗？没有，我就是问问。有了这些人的帮忙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镇上。到了镇上以后，还是找的前日他租的那辆车。这位嫂子，你是在这边做买卖吗？是，买些东西带回去。我不多说了，还是上次的那个地方。行，价儿跟前日一样，那你们做好了。嫂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下回我们再出来，我想上我娘家镇子，你看成不成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还是等咱们的东西出手了再说。我是怕万一有个什么变故，还是稳妥一点好。那自然是。两人一路走一路聊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竟然不知不觉就到了杨家村。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明日还去不去？暂时不去了。他爹，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收获特别大，加起来有400、500斤呢。这么多？其实还好，比咱们想象的多而已。炮制出来大概也就100多斤。这回主要是找的人多。那太好了，这趟回来，兴许二嫂做房子的钱就差不多了。随后，周琼又问他那头做房子的情况。其他都还好，就是李正昨日又来了，他想找师傅们帮忙加固村里住户的屋顶，主要是怕在下雪的时候出现意外。吴氏一听就觉得有蹊跷，找师傅没问题，这肯定是要排在后头的。但是这些师傅一人一天的工钱是50文，这个事儿他知不知道？若是村里的屋子都要看，那这钱谁出？我昨日也跟他讲了，他说他没有想到工钱这么贵，那头正商量呢。我看他的意思，怕是还要找二嫂。哼，他不知道，那村里人的工钱一人都是20文了，这师傅能少？我看他就是揣着明白当糊涂，想白嫖吧。弟妹，孩子们还在呢。听什么听？吃完了就去洗了睡，少跟在边上凑热闹。几个孩子一看风向不对，一溜烟就跑了。你这个人，孩子惹你了，冲他们发火。宝和叔那边只是提了，还没有开口呢。二嫂，这茬你可别接，他们如今就是看你做了好房子，想方设法就想从你这处抠点儿。这有了第1次就有第2次，咱可不能做这好人。我如今连自己的房子钱都还没有凑够，自然是不会去打肿脸充胖子。若是有能力，那是另话。行了，我就当不知道，等李正真找了我再说。几天后，大家又一起商量去县城的事儿。那么多你们2个怕是拿不下吧？下回进城让小树跟着一起去，好歹能帮些忙。那也得看看晒出来后到底有多少，若是多，小树去了也不中，还得找个大人帮忙才行。二嫂，如今都18了，咱们的东西大概什么时候能好？若是一直是这个天气，我估摸着过5、6日就行了。我就希望这天气能一直好下去。娘，咱们地许久没打理了，明日是不是得去看看？两家如今总共有8亩地呢，算不少了。我让小树去瞧过，确实是该打理了，地里长了不少的草，我想抽时间去拔的，只是一直不得空。几个小的倒是去过一回。那行，那趁这几日功夫，我们就去好好的打理一下地里，咱还指望着他们明年有好收成呢。第2日，周琼跟吴氏就带着孩子们下了地。娘，这边草拔完了，那边咱们是不是得偷偷的去啊？哦，为什么要偷偷的？你不是说不想让村里人知道那是咱家的地吗？娘的意思是不想刻意去宣扬，能不知道就不知道好。如今咱们要干农活，想遮也遮不了，知道就知道吧，反正房子都盖了，多了2亩地算啥？这时桂宝拎着一棵草走了过来。娘，你看这么大一棵草。桂宝，那不是草，那是麦苗，你把咱家麦苗拔了。
这是麦苗，可是娘不是说这是草吗？娘，那个是比周围的苗长得快一点的苗，那不是草。娘，你是不是从前没有种过地呀？我大概是太久没种忘记了。我奶说娘是大家小姐出生，肯定没有种过地，如今看肯定是的。好了，不许笑话娘，我不会，我跟着小树也能学会。下次这种我拔之前先问一问，总能认全的。这天几人刚从地里回来时，就碰见李正找了过来，还带来了一名老人。二嫂只是在村里建了一栋最好的房子，李正就带着90岁的老古董上门来道德绑架，不仅要建房的师傅们去给全村修房子，钱还要二嫂一个人掏。眼见是这种情况，二嫂直接一口82年老坛将他们打发走。另一边杨公方知道了杨公才家买了地，竟厚颜无耻的上门讨要。老三，你如今是个什么意思？自己偷偷的置了地也不跟我们说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？大哥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若是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能站在这处这样质问我？我都说了，钱是跟二嫂借的，不然我哪来的那么多银子买地？哼！你整日二嫂的倒是叫的亲热，老二都没了，他算哪门子二嫂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二哥虽然走了，那小树不是二哥儿子，小毛不是二哥闺女，你没当树，我可是当树的。我不跟你扯那么多，如今你不声不响添了2亩地，比我们的地都多，你们家吃得了那么多的粮食吗？这样我也不与你多说了，你让义母出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真是癞蛤蟆打喷嚏，好大的口气！我们自己买的地，凭什么你说要让义母就让义母？这地你们出了银子吗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他大哥，凭大水跟二水是他侄子。别人家都是大的帮衬小的，咱家倒好，这大的总是想方设法打小的主意，大的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。公才他以前十分听话，自从娶了你这个婆娘以后，就间接的与我们离了心。杨公方气的看向杨公才，你就看着你媳妇这样说你大哥。大哥，三生他虽然说话不好听，但是今日你来这时是有些无理取闹，咱们两头都分家了，个人的田地是个人的，哪能你说让就让的？好啊，你们如今看到那疯婆子有钱了，就竭力的巴结讨好她，与我们撇清关系，等日后哪一天出了事没人帮衬的时候，有你们后悔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这地你愿不愿意养？见两口子都不说话，他气得一甩袖子走了。不过是仗着多出生几年，总是在我们面前摆老大的派头，我哪一点说错了？咱家就从来没有得过他们的好处。算了，他好歹是我大哥，咱们的族谱还在一处呢，没必要弄得那么僵。你怎么这个时候上来了？我明日跟大嫂上县城，挣了钱，我想买2床被子回来，跟你说一声。这事儿本来就是我先说起来的，你做主就行。我看东西不少，你们2个人背得下吗？小树跟我们一起去，冯婶儿明早送我们。要不我明早也去吧，你们那么多的东西，走那么远的路怎么成？那这头你不用看着吗？没事，我跟师傅们说好，就一早出发，最多就耽个上午，师傅们挺好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行，那我回去了，你明早早些过去，若是晚了就不等你了。知道了。晚上，周琼跟吴氏一起收拾背篓，希望咱们这趟能够顺利。是啊，我也怕能顺利带钱回来，若买卖成功，回来后怕是还要去一趟赵家村的。你去赵家村，我就回娘家村子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几个孩子知道他们明日要走，都还没有睡，一个个站边上看他们收拾东西。娘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县城？等咱们房子盖好了，存了些钱，娘就带你们去县城去玩。旺弟他们一听，都可怜巴巴的看向吴氏。你们别什么都比着，这县城有什么好玩的？远着呢，坐车过去不轻松。见几个孩子表情失望，吴氏终究是不忍心。行了行了，若是到时候咱家有余钱，我也带你们去行了吧？这路费银子就要花老多。第二天天才刚亮，一行人就准备出发了。三弟，家里头的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二嫂，莫说客气话，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，这头我看着你只管放心。咱要是自己有辆牛车就好了，这样去镇上去县城，能省不少时间。你可真敢想，那牛车可不便宜。弟妹说的对，咱们如今时常出去，家里又添了地，买头牛倒是应该。等我们这头房子做好了，存上了钱，我还真打算买辆牛车。二嫂，你说真的？那你算我们一个呗，我们一起合伙买如何？合伙买2家用，这样划算。行啊，不过肯定得年后了，如今房子钱都还没有挣回来呢。不怕，咱这趟不就是挣银子去的吗？娘，买牛放哪？咱后院可以在另一边做个牛圈养牛。那这屋子看样子有的建，师傅走之前可千万要想好还有什么要建的，省得到时候又去请人麻烦。没事，搭圈棚这种事情我也会，用不着请师傅。
二嫂，房子做好了，你请不请席？这算是大事呢，不请席有些说不过去。我原本就不想招摇的，若是请席，到时候人人都想去屋子看看，麻烦。而且请席村里人还得随礼。算了，他们如今修房子的50文都掏不出来，我请我还得倒贴，累死累活没那个必要。那就不请，咱们自己庆祝就行。到了镇上，周琼寻车的时候却没有寻到之前的车，一问才知道那家拉车的已经停了好几天了。他们另寻了一辆车，给了300文车钱后，将东西放了上去。你们路上可千万当心，事情办好了就立马回来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您跟三夫回去也当心。我们知道。师傅，你也是一直跑县城的吗？从前没有见过。我们从前不跑镇上，这是年关边上才跑一跑，年边少人多，需要车子。那你怎么不再买人再走，还可以坐2个人呢？没事，这会儿不满，等会路上也能接到客。如今都是回来的人多，几位是上县城卖东西的。对，去卖些山货。如今上县城生意好啊，东西好卖。他们走了不久，就在路上又接了2个去县城的男人，车子坐得满满当当。只是走着走着，周琼就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师傅，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县城？快的话，申时过1点就能到了。他们这头一直提着心。不久，周琼发现车子似乎是在往山上走。不行，咱们得下车，这绝对不是去县城的路，这车有问题。这时突然看到边上坐着的男人拔出了刀，都老实些，不要轻举乱动。3个土匪假扮成车夫和乘客，将二嫂等人骗上车，在中途几人就抽出了刀。二嫂为了孩子和弟妹的安全，只能丢掉药材，先行撤离。安顿好吴氏和小树后，周琼又提着大刀独自返回，想拿回药材，结果意外发现土匪们的贼窝里面不仅有20多名土匪，还有一些被他们绑架的人。眼见事情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，二嫂只能去报官。你做神，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没事赶紧走。大人，我有要事要报官，还请通传一声。县令大人不在，要神冤改日再来。大人，不行啊，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就替我通传一声吧。我都说了，县令大人不在，我如何通传？你改日再来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这县府的门牌是摆设吗？你们如此不作为，这样的罔顾人命，就不怕上头知道了治你们的罪？哟呵，你是想坐牢不成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岂容你这样造次！我们县太爷、主簿都不在，你今日就算是吵破天，我们也没有法子。那请问县令大人不在衙门，就没有能主事的人了吗？都说了大人不在，主簿也不在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听吩咐办事，谁人能主事，谁人也做不了这个主啊。那大人他们去哪里呢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明日能不能回？马上年关，他们去舟山湾慰问将士们去了，什么时候回也不是我们能过问的。这位大嫂，你也早些回去吧，不是我们不帮忙，实在是如今没人主持，你闹也无济于事，闹来闹去大家都不好，何必呢？眼看样子继续也无济于事，周琼无奈看了县府一眼，离开了。随后周琼直接找到了舟山营地。站住，前面是营房，你不可再向前了。2位大人，我是专门找到这儿的，请问县令大人如今是不是在这处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乡下的普通妇人，我撞见了一桩绑架卖人的案子，急着找县令大人去救人呢。一介妇孺，县令大人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此处是军营重地，不是儿戏之处，你赶紧离开。不是，大人，你们不让我进去也行啊，你们帮忙通传一声，让我把这个事情禀报上去，真的是人命关天啊。2人见他纠缠也不客气，一下子就拔出了身上的刀。再啰嗦，小心砍刀伤身。有刀了不起，当我没有。他这只是刺激之言，属于无脑回应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哟呵，找死！官爷，官爷，有话好说。这时对方举着刀已经砍了过来，他不接又不行，就这样双方交了手。像你这样的奸细，我们从前也是见过的，就没见哪个农妇会耍大刀的。我可不是奸细，我真的是来找县令大人的。这时后头的一个个兵突然吹起了口哨，没多会儿，四面八方就来了好些个士兵，将他团团包围。我真不是间谍，我有情报，麻烦带我去见大人吧。这便是你们找的奸细，可有盘问他要探寻什么消息？怎么是你？我是来找县令大人的，有10万火急的事情。那你跟我来。我没有想到大人您还记得我。听他们说你功夫很好。今日也是因为这个引起了误会。你找县令做什么？既然找到军营来了。我找县府的人要救人，但是县令大人跟主簿不在，衙差们不帮忙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救人？
对，我这次是跟我弟妹上县城卖药材的，但是我们坐了别人的黑车，那伙人都是人贩子，表面上是送人的买卖，实际是绑架人的买卖。我们逃了，但是我们的药材被带走了。后来我去找，发现了他们的老巢，里头关了好些个人。听他们谈话，是不久就要卖到南方去的。我一个人能力不够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便来找支援了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来，离县城也不算远，人至少有20个。大人，我虽然是个普通百姓，但是看到人家有难，便想着帮一把。那些个都是人家的儿女或者人家的父母，若是得不到救助，怕是有不少家庭要流离失所，您可得帮帮忙。你说的这些确定属实？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在此处稍坐，我去就回。男人去后没有多久就回来了，只是这回来带来了一众人。这2位是指挥使周大人跟县令文大人，你把你刚才与我讲，再与他们讲一遍。周琼心有惴惴的将人贩子的事情又重述了一遍。诸位大人，我今日擅闯军营，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也是不想看见悲剧发生。他直直地看向了县令。温大人，我去县衙报案，衙役说您不在，他们做不了主，我这才过来了的。县令表情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对他挤出了一抹笑。这回情况特殊，你又是为了救人，情有可原，周大人不会为难你的。周大人，既然撞上了这种事，便一行是您这处是不是该出兵？衙门才那么些人，我就算回去部署，也未必能得用。咱们各司其职，我们负责擒人，后头审讯及人质解救就靠你们了。只是这战利品要如何算？既然是你们出的力，自然是你们充公，我们不干预。好，魏峰，你带100来号人去，务必把事情办妥。那麻烦姑娘你帮忙带个路。二嫂去军营报官，却被当作奸细抓了起来。还好上次在街上遇到了魏都知，还认识他，带他见到了指挥使和县令大人，讲明事情原委后，指挥使大人让魏峰带领100名士兵围剿了贼窝。周琼不仅拿回了自己的药材，同时看见土匪的几辆牛车，眼睛也发起了光。你除了药材，可还有其他的东西被抢？周琼看了看院子外的几辆牛车，突然起了小心思。还有牛车，和我们一起的还有2辆牛车。魏峰看了看院子外的牛车，又看着他，意味不明的笑了笑。牛车只能还你1辆，这么多的东西，我们还要运回去呢。说着，他突然动手夺了他腰上的大刀。这个也得充公，放心，车钱我做主不给你。说着，他便招来了士兵。抄了多少银子？大人，看着是个穷山姆，银子还不少，至少有几千两，装了好几个箱子。去拿30两过来给这位姑娘，咱们要征用她的牛车。周琼见人取钱去了，心里十分为这意外之财兴奋。幸好我机灵，不然哪来的这个钱？还有1辆牛车，这个魏大人似乎能给我招财，每次看到他都能得一笔赏钱。收好了银子，有人帮他把3背篓药材搬上了车。你要去哪里？若去县城，我们可以护送一程。不了，魏大人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还要去找我儿子跟弟妹，他们还在等我的消息呢。等人走后，周琼这才喜滋滋的赶着牛车往小道走。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，居然得了钱还得了牛车。娘，这是谁的车子？等会儿跟你说，去把你3婶叫过来，咱们要去县城了。这会儿去天应该差不多擦黑，还能赶上吃饭。二嫂，咱们的东西找回来了。我找了官府的人把那处给一锅端了，不仅东西找回来了，还要了这1辆牛车。你看，以后这车就是我们的了。这车也是咱的呢，二嫂，你真有本事！我们在这处担心了2日，没想到你不仅把东西找回来了，还弄来了1辆车，谁也没有你的本事大。你这是已经会赶呢？我也是边走边学，今日晚了，我们要赶着去县城落脚，明日回去的时候我再教你，赶紧上车。太好了，以后有了自己的牛车上，哪里都方便了。想当初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讨论车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。这回回去，村里人又得吓一跳。弟妹，这车算是咱们2家的，到时候养在谁家都行。二嫂，这车还是你们的，我们沾些光，要用就跟你们借，咱们2家和气生财。而且你们正做房子，在后头搭个圈容易，我们一个猪圈都挪不开了。行，那就不说那么多，反正谁家要用就谁家用。娘，我明日也想学着赶牛车，行不行？你太小了，娘怕你摔了。二嫂，你啥都好，就是太惯孩子。没事儿，让小树明日跟着我一起学，咱们都学会，也算是长样本事。周琼原本就是初学，所以路上走赶得比较慢。等到县城的时候，天果然已经黑了。药今日是卖不成了，等明日卖了，咱自己有车，随时可以回去。路线咱们也走过，先去找个客栈落脚，顺便让人给牛喂些草料，咱自己也要吃饭。
三人在房里边吃饭边聊今天的事情。今日过程是怎样的？凶险吗？他们是山里的土匪吗？人有多少个？确定全部被抓了吗？周琼便与吴氏讲起了今日的事。吴氏跟小树在一旁听的那是有惊有险。二嫂，这得亏是你，若是换个人，谁也没有办法。要我说，那些被救的人都该来拜你。若不是你冒着危险去找人，谁能知道那个地方？谁能派兵去救？没2日他们就被卖了，那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这个事儿就不提了，反正咱们如今东西都找回来了，还得了车，也算是赚了。昨日我可是睡了好觉，今日你们也好好的睡一觉，等明日东西卖了，咱们把该办的办一办就回家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几人坐上牛车就直奔药堂。小二哥，我们是送药过来的，之前来过几回，还请帮忙跟掌柜通传一声。你们稍等。没过一会儿，董掌柜就出来了。掌柜一出来就看了看背篓里的东西，这回也是自己挖的，东西可真不少，品相不错。只是如今的价儿与从前不同，天麻还是1两银子，当归是350文，黄芪250文。这还是你们这批品相不错，我才给的这个价，不然还得低1成。你们觉得如何？掌柜说多少就是多少，我信你不会坑我们。咱们都是爽快人，说句实话，我们的铺子也用不了多少，都是卖买做生意，我们赚一些，让你们也赚一些，这样才能持久。我们若是1分不赚，那也没必要做这买卖了。您说的是，这样铺子好，我们也好。说完就开始分类打秤，这回的天麻有24斤6两，当归是65斤3两，剩下的便是黄芪。最后一算银子，总共得了63两2钱。吴氏看着那些钱，嘴又有些合不上了。掌柜，能借您的地方使使吗？我想跟我弟妹把账分一分。你们自便就行。二嫂，这次有60多两呢。分账是为了等会儿好买东西。之前我那出收货家花用店付了10两银子，这个拿出来，剩下的53两2钱按4、6分。弟妹你是25两3钱，我是31两9钱。太好了，加上家里剩下的12两，咱们那攒了30多两银子了。二嫂，你这有了快42两，做房子的钱应该够了吧？够了。其实周琼身上可不止42两，她如今身上是有70多两银子呢，另外30两是她靠自己挣回来的。随后3人在县城买了些生活物资就回去了。女人每次去县城都能带回让村民们羡慕的生活用品，这次更是驾着牛车回来，这把全村的村民惊讶的不行。于是趁着周琼他们去赵家村收完药材回来时，纷纷的堵住他们的去路，想问个明白。你们干什么？挡我路干嘛？花娘，你怎么突然有了那么多银子？你看看，先是不声不响置了地，接着就做上了房子，如今又买上了牛车，你到底是在外头做什么买卖呀？真是羡煞了我们这些人，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你好歹也给我们指条明路啊！是啊，花娘，你也莫要怕我们抢了你的路子，若真有那个情况，我们保证不跟你争。哦。各位叔婶嫂子，我若是跟你们说这房子还有牲口都是我跟人借钱置的，你们肯定不信，但这都是实情。你们总觉得我偷偷做什么买卖，既然如此，今日不如让你们看个明白，不过是一些外头弄来的山货，你们瞧瞧看吧。这就是你做卖买的东西，上回你不是说是要种在院子里的吗？这些是什么山货？谁会要这东西？东西都给你们看了，再具体我可不会说了。山货嘛，奇奇怪怪的什么都有，总不能什么都是见过的吧？我见你每次都是从外头收回来，你缺帮手不缺？你若是缺帮手，我可以帮你呀，别总摸着你弟妹一个人死干。我说刘嫂子，你想做工也不能撬我的墙角啊！我这干得好好的，跟死干可没有关系。行了，都别围着呢。这大中午的你们饭都不做，光看牲口了。这牛是我二嫂家的，以后见的机会可多。我这好不容易回来，肚子早饿了，都早点回家吃饭吧。第二日，吴氏就来到了周琼这儿。二嫂，这屋子什么时候能够完工？就这2日，屋顶都瓦铺好了，再把门窗安上就成了。昨日三弟跟几个师傅说了，你们那处评估做房子的事情，等我们这边的房子完了，抽个空到这处看看，让师傅们帮你们估个价钱，你们也心里有谱。我还说抽个时间问问，没想到昨日已经提了。你们的屋子做好具体是多少钱？如今应该有实数了吧？如今只差院墙跟圈棚，晚一点我让黄师傅把整个屋子钱算算。知道你们屋子的钱，我便能知道我要用的大概数。若是钱够，我也想多盖2间。下午，周琼将黄师傅找到了一边，让他将房子钱重新对对。如今主体房子已经做起来了，
造价与咱们之前估算的出入不大，总共加起来就是106两4千。你们已经给了80两，剩下的部分完工的时候再一并重新结算。若是没有大的改动，出入不会超过5两银子。吴氏站在一旁，傻傻的听着这些数据。没想到这房子还真的就这样花掉了100来两。周琼则是在算自己的钱。上次在县里花了20两银子，现在我手上还有40两几钱银子，付掉一下的26两4钱及村里人的6两工钱，就只剩下8两银子了。把出入的部分割出来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家里还得备粮食。果然，房子一座又变成一穷二白。二嫂，钱够不够？倒是勉强刚刚好，只是没有余钱了。这眼看着就要过年，什么都需要钱。够就好，若是只发愁过年，那倒是没有关系，大不了与我们凑一起过。不过年前这钱肯定还要挣一回的。今日也才初5，离过年还有20多日，我准备回娘家去收药材，还有昨日收回来的应该能炮制出来。你明日就走吗？对，你最近忙着房子的事，我就带着兰花去，就跟咱们上回去赵家村那样的一个流程，大概就几日。牛车我明日赶走了。弟妹，等这回东西回来卖了，咱们5-5分，以后也是你们出力多，就算我占些便宜了。二嫂，你说哪样就哪样，我如今想要做房子也不推辞了，咱们也别说谁占谁便宜的话，显得外道。第二日，吴氏就带着兰花走了。后面的几天，周琼就忙着房子的结尾工作。经过几天的忙碌，主屋彻底竣工，他们开始往家里搬东西。杨公才带着旺弟还有德宝他们来参观房子，都是一脸羡慕。二嫂，你这房子真的修得又大又好，真让人眼馋。等一些时间，你们攒够了钱，也可以建房子的。过后几天，周琼为了药材快点干透，直接把药材放在炕上烘干。就在周琼什么都处理好了时，却被吴氏的突然变故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老三，你快回去，兰花回来了，三生出事了。杨公才一听，嗖的一声就跑了回去。娘，怎么回事？刚刚兰花哭着上来，说她娘流了好多血，我着急就没有多问。听说娘家人那头也来人了，你也赶紧去看看。我把几个孩子安置好了就过去。刚到院子门口，就看见里头围了许多的人。流了这么多的血，你们怎么不给人送到镇上医馆去？公才，你媳妇这一看就是小产了，赶紧把人抬屋里去吧。周琼急忙走了进去，车边上除了杨公才，还有一对老夫妇，是吴氏的爹娘。弟妹都这样了，抬什么屋里？兰花，去把家里的被子拿一床出来。三弟，带些钱，带一身换洗衣服，我们赶紧去医馆。杨公才刚刚看到这个情景，原本慌得有些六神无主，这会儿听到周琼安排，他忙跟兰花一起回了屋，拿了被子出来给吴氏盖上。二嫂，劳你赶车，爹娘赶紧上车。老夫妇二人双双对看了一眼，最后无奈坐上了牛车。兰花，你在家看好家，等会儿奶奶来了替我跟她说一声，事了了我们就回了。二伯娘，我娘她不会有事吧？我赶车回来，一路上她流了好多血。放心，大夫会有办法的。大家伙儿也别瞧热闹了，都回去吧。兰花，看好家跟弟弟妹妹，我们很快回来。车子一路小心的出了村子，驶上了大道。爹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三生他怎么会昏迷不醒？他不是过去收药材的吗？周琼坐在前头赶车，看不见夫妇二人的表情，只是听着这老两口说话十分迟疑。那个公才今日就是个意外，三生她有身孕的事情提都没有提过，我们也不知道她怀孕了。是啊，她在我们那头都没有提过这个事情。哼，就算有身孕没有提，好端端的人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？这个事儿也说不好是谁对谁错，你知道的，三生跟他弟媳有些不对付，今日不过是吵了几句，无意推搡间撞到了肚子，他弟媳也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他还怀着身子呢？杨公才一听，一时也不知道要如何说，归根到底他是个老实人，质问岳父母这样的事情他从前没有做过，这会儿也做不出来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第一时间不是请大夫吗？这么大老远的送回来，人若是有个好歹要如何办？是啊，爹娘，你们怎么不请大夫？他如今这个样子，一看就是痛苦折磨了许久，这么一路冻着回来，又是小产，你们这也太不顾他的死活了。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我们自己的闺女难道还能不想她好？公才啊，三生她毕竟是嫁出去的闺女，你知道女子生产坐月子是不能留在娘家的，不吉利。再说我们若是留了她，到时候万一真有个什么好歹，这与你也说不清楚。好在兰花会赶车，便一路赶回来了，路上也没有耽误多少功夫。哼，都这样想了还标榜自己疼闺女，简直是自私不要脸。公才啊，
人我们已经给你送回来了，等会儿到路口了，你让你这位嫂子停一下车，我们得赶路回去，家里那头还有一堆事情等着呢。你们不跟我一起去医馆，他如今这样子，后头是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你们不亲耳听听，你们能放心得下？都已经是嫁出去的闺女了，我们想管也管不了那么宽啊！你们去医馆看了有什么消息，到时候给我们递一个，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就行。我们跟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反而显得累赘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这么急着走，不会是担心我们这头找你们要看病银子吧？女人只是回娘家做生意，却被弟媳妇推倒小产。娘家爹娘第一时间不是送去医馆，而是不顾她的生死，将她送回婆家。只因娘家父母不想出银子，周琼知道情况的严重，立即将吴氏送到医馆。经过大夫的救治，吴氏总算保住了性命。随后，周琼就将吴氏的衣物拿回家清洗，顺便问问兰花当时的情况。那头情况如何？没事，已经过了凶险期，不过得在医馆再待2日。边上的兰花一听她娘没事，总算是安了些心。娘，帮我烧些热水，弟妹的衣服得洗出来，晚上炕干了，明日还要带过去穿的。你去歇着吧，衣服我来洗。二伯娘，我娘她是不是病得很厉害？你们娘没事，今日大夫都给瞧了，过几日就回来了。真的，我娘她没事。二伯娘，我娘她会不会死？谁说她会死？别乱讲话！你们娘活得好好的，只不过她今日受了些罪，后头要好好养一养。你们要好好听话，可千万不能惹她生气，不然对她身体不好。我们以后肯定听话。今日姐姐说娘流了好多血，可把我吓死了，我还以为娘要没了。二伯娘，我娘真的没事了吗？大夫说没事，肯定就没事了。放心吧，兰花，今日你娘跟你舅母吵架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可清楚？舅母他们欺负人，舅父拿了娘的银子说帮忙去村里收药，结果转头就不承认，娘与他们理论，结果被舅母推了。我求他们找大夫，他们也不肯，没办法，只能将娘送回来。你姥姥姥爷当时不在，他们没有替你娘说话。姥爷说这个事情他们没有看见，兴许是娘记错了。我们是前天到的，昨天一早带着舅舅他们上山去认药，原本都好好的。娘说教会了他们，让他们再教村里人。舅舅当时还说是好事要帮忙，娘就把银子给他了。结果今日一早，舅舅非说没有拿到银子，让娘给银子，娘就与他们吵了起来，后来又跟舅母打了起来，再后来摔了，流了好多的血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都是些什么亲戚？你娘给了多少钱？5两银子。他给钱的时候，我就在边上。今日我帮娘说话，若不是姥姥护着，也要遭舅母的打。舅舅他明明就拿了钱，非不承认。你舅舅这样的亲戚，以后你们就别处了，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他欺负娘，以后就不是我们的舅舅了。等你们娘好了，二伯娘去帮你娘讨个公道。第2日，周琼一早就赶车去了镇上。二嫂，你来的可早，衣服都洗干净烘干了，怕弟妹紧着穿，就早些过来了。怎么样，大夫今日看过没有？一早就来了，送了药过来，又把了脉，说没有什么大碍了，回去小心养着就行，明日就可以回去了。那就好，我在家还一直担心呢，主要是昨日的样子看着瘆人，几个孩子都担心坏了。我说大夫说没事，才让他们安心。你们早上吃了没有？我去外头买了肉粥，都吃过了。昨日多亏了二嫂你，我今日好多了。你如今还虚弱，还是躺着吧。躺了这么久我也难受，昨日是痛得起不了身，今日已经不痛了，我好多了。昨日的事情兰花已经跟我讲了，这里头的事等你养好了身体，咱们再给你讨公道。弟妹，你这回是大意了，有身孕这种事情最是要注意。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，孩子没有以后再要救世，最重要的是身体。一说到孩子，吴氏的泪珠子变出来了。这孩子来得突然，我也没有意料到，大概不是正缘吧。我原本是怕你伤心才这么说的，早知道惹你掉眼泪，我就闭嘴不提了。我跟娘说好了，你这回回去先住到我们那处，等你好彻底了再住回家里。大夫说了，养身体的时候务必不能再手动，正好我的炕可以住人，保证让你每天都暖烘烘的。炕的事情三弟跟你说过没有？二嫂，这怎么行？二嫂，你不知道我们这处的规矩，我是小产，小月子是不能在别处的，会带霉运。若不是如此，娘家大头也不会急急忙忙把我送回来。我又不信这些，日子好不好的我自己会看着办。三弟他一个男人，照顾你我们不放心，你就安心住。我娘那头今日都会收拾好，你也感受感受我那炕，看看是不是真好。人与人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？这句说完，他彻底的痛哭出声。弟妹，你别哭了，都说这种时候哭不好的，你这么哭我更内疚了。原本我若跟你一起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家里人不好，我想着难过而已。既然不好，就更不要想了，以后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少来往，让他们以后
后肠子都悔青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对他们断了念想，只是白白的丢了5两银子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这个事情等你身子好了再说，现在什么都不要多想，一门心思把身子养好。就在他们讲话时，大夫就端着2碗药过来了。大夫，我们明日能将他接回去了吗？小产说凶险也凶险，熬过去就好了。我今日把他的脉象，若是弱了些，好在还算平稳，回去好好照顾养着，比待在医馆强。不过每日还得补血药吃着才行。那劳烦您给我们把药开好，明日我们回去，您再给我们说说平时吃中那些要注意什么，麻烦说的细致些，我们好注意。第2日，周琼跟杨公才一起去找大夫拿药，顺便听了医嘱，就直接回了家。结果刚到村口，就有好奇的村民纷纷上来询问情况。女人因为小产到二嫂家休养，村里的妇人却说收留小产的女人会倒霉运。周琼听到这话，一扫把轰走了他们。就在周琼给吴氏炖汤时，小叔跑过来说，李正叫周琼有空就去他家一趟。宝和叔，我听小叔说您找我，我就过来了。没有别的事情，还是修屋子的事情。宝和叔，你还是想让我捐钱修屋子？你别着急，这回找你也不是全为了让你捐钱的事儿，其实屋子修了也是为了你好。这话怎么说？咱们村子从来都是互帮互助的，之前屋子塌了的人家没地方住，都是在有空房的人家里凑合。你想想你这刚做了那么好的新房，房间又多，若是下回再塌，他们肯定要扎堆住在你那处。好好的新房住一堆的村里人，这大过年的换谁都不愿意，你说是不是？周琼抿了抿唇，一想还真是这样，人家落了难，分摊住到他那里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他总不能把人赶出去。宝和叔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法子？我能想到什么法子？说来说去都是钱的事情。这几日我一直在跟村里人做说客，好说歹说，他们总算是同意拿部分钱出来修屋子。我找你是想说，你屋子也做好了，我看还余了一些材料，若是不用，就把那些材料捐出来，也能节约一笔钱。我之前跟师傅们聊过了，他们说能用。这个没问题，只是余的东西并不多，等明日我用车给您送过来。那就替村里人多谢你了。看见李正一心为村的样子，周琼说道，宝和叔，我知道你劳心劳力都是为了村里，这样明日我那头结算，若是我手头能多出点银子，我便也捐些钱。就像你说的，咱能帮就帮，但是若是余不出钱，您跟村里人也别怪我。如此最好，我知道你是个慷慨的，手里有钱肯定能帮忙。你放心，没钱你把材料捐出来，我保证他们不敢多说一句。解决完此事，周琼刚到家里，就看见杨公芳夫妇提着鸡蛋来看吴氏。哟，张嫂子，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二弟妹怎的叫的这么生分，连声大嫂都不叫了，叫我张嫂子，别人听见了可不像话。我可不敢再叫你大嫂，咱们2家早前都已经断过亲了，村里人可都知道。那不过是生气的时候冲动之举，也怪我们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还是不会忍气。前头的事就当是我们的不对，我如今给你赔个不是，毕竟是一家人，哪能说断就断的？是啊，弟妹都是亲人，就算打断骨头也还连着筋，您就不要与我们计较了。我这人可是认死理，谁对我不好我可都记着呢。你生气我们也知道，行，等你气消了咱们再认回来。今日我们来主要还是过来看三弟妹的，谁让他在你这处休养呢？说完他又转身看向吴氏，听说你是小产，怎么就不小心摔了？你这也太大意了，等过年烧清香的时候，我让你大侄子给你多烧一柱，保证你来年不会再有霉运。倒也不用麻烦大侄子，我这回纯粹就是不小心，到时候烧清香，孩子他爹还有的宝也要去，他们自会求福运的。二弟妹，我听村里人说你做山货生意，还带着三弟他们一起，你若是缺人，我们也愿意帮忙，只管找我们就是。周琼笑笑没有接话，张氏看见气氛有些尴尬，今日本来就是来看看二弟媳妇的，如今人看了我们知道没事，心里安心了。行了，我们回去了，改天有空的时候再来，这蛋记得煮着吃，可补身子了。二嫂，我看咱大嫂就是精明，肯定是看到你这处的好房子如今巴巴的，又想贴上来。哎，其他人还好，大嫂我是真应付不来，幸好你今日来得及时。我这个人从来都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他们若是老是不招惹我，平日该如何就如何，我不会为难他们。不过这亲断都断了，我这处的便宜可不是这么好赚的。你也莫要太计较，这关系还得看人，万一他们以后好了呢？那也是以后的事情。我看咱们这趟白来了，咱们好心好意的来看望，别说那疯婆子，就是三弟妹她也是冷脸，下回要来你带别人来，我可是不来了。你当我真心愿意来呀？还不是那婆娘发了财，我们想跟这找路子。二水今年都17了，媳妇都还没有着落，你做爹的本就该上心。第二日，周琼为了手里能宽裕些，准备把炮制好的药材拿到县城去卖。
女人下雨天去县城卖药材，城门的官兵却要她把药材倒出来检查。官爷，这都是晒干了的干货，要食用的，倒出来打湿了就没法子卖了。让你倒出来就倒出来，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废话？你不倒出来，我怎么知道里头是什么东西？周琼没法子，下车准备倒货，突然边上又跑过来了一个当兵的，随即在检查的人耳边说了几句。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快点。他们怕是认错人了吧？肯定将我当成是谁的关系户了，这样也好，省了一部分的麻烦。随后周琼直接来到了药堂。掌柜生意兴隆啊！周嫂子这是进城办年货的，卖药外加办年货，掌柜是不是有什么变故？您这处不收了？你要在哪儿呢？就在牛车上面。我去后头给你开门，你把车赶去后院，记得避这些人。周琼虽然不解，但还是照做。等他进了后院以后，董掌柜的神情才放松下来。你这药是怎么弄进城的？就放在车子上，一路赶进城的。怎么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你进城城门口没有给你扣下来，那你就是运气好。如今的药材轻易可送不进城，听说都是官署收了，咱们药也得上那处买，可不好的哦。县城不允许自由买卖了，若是自采自用倒是可行，不过还得出药堂的证明，还得对账，麻烦得很。为何不能买卖呢？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前几日万安堂的事儿听说了没？那姓方的简直是个害人精，他卖假药就算了，居然还把药卖给了荣英人，被官府查到了。如今整个县城的药堂都要整顿，药材也不让自由买卖了。那我这回不是白跑了？这若是卖不出去，我出城就得被查收。你既然都送过来了，这回我就帮你收了。官署那边卖的不便宜，总归是要用的，但是下回怎样我就不敢保证了。这回都是走了狗屎运，哪里还有下回？多谢董掌柜帮忙了，我们在乡下消息闭塞都不知道信儿，幸好吴家村那趟没有收成，不然砸在手里还要亏钱。最后88斤多的药材，总共卖了36两5钱整。从药铺子出来的时候，周琼心里是高兴又难过，钱总算是挣到了，但是这条财路怕是断了。随后，周琼来到一肉饼摊子前，老板，肉饼多少钱一个？10文一个，姑娘，你要几个？谁知老板抬头的时候，看着他，突然愣了一下。胡文样，胡文样，是不是你？谁？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认识你。你真不认识我？我很确定，我不认识你。哇，阿娜！接着他又滋哇说了一串周琼听不懂的话，说完还小心的朝四周看了看，鬼鬼祟祟，不像好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说你认错人了。说完，周琼不想和他啰嗦，麻利的闪人，甩开了男子。周琼买了一些年货，就驾车回家了。走在半路时，一辆牛车嗖的一下从他身边跑了过去，车上还坐着3个人，真是羡慕啊！板车也是门技术，看看人家一脚油门踩到底。周琼这时发现车上的货物不一般，那麻袋里似乎装的是活物，此刻在车上还在不停挣扎。随即他立刻跟了上去。你跟着我们做什么？我哪有跟着你们？就这么一条路，你们走的难道我走不的？你分明就是跟着我们，这么快也不怕车翻了？你们不是比我更快？你们都不怕在前头开道，我自然不怕。车上的3人表情不满，但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其实周琼心里也有点没底，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，他也不可能一直跟下去的。果然，在一个岔道口，那车调了个方向走小路，周琼也悄悄地跟了上去。不一会，他就发现车停了。先把他吊起来，让他尝尝苦头。若是不想办法把人救出来，就吊他1日。真吊1日啊！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他可不是一般人。不管，先吊。周琼想着，这个不是一般人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他在隐蔽处顺着绳子往上看去，就见一个人嘴里塞了布，正在被缓缓拉高，没多会儿就半吊在了空中。有人将另一头的绳子系在了树上。这人怎么看着还有些眼熟啊？天哪，这不是财神爷吗？谁？给我滚出来！光天化日，你们居然敢绑架朝廷官员，看样子你们是不要命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劝你莫要管闲事。你们又是什么人？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不识好歹，兄弟们，把他也给绑了。几人说着就冲了上来，周琼也迎了上去。没多会儿，几人全被打趴在了地上。周琼走到树边，将人小心地放了下来。魏大人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咱们有缘啊，这样都能碰到。你得罪了什么人？他们干嘛绑架你？魏峰看了眼躺在地上的人，还不赶紧起来？魏大人，要不要我帮你把他们都绑起来送官？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我们也是受了夫人的指示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哼，都滚！回去给你家夫人报个信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魏大人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他们刚刚可是把你吊起来了。我知道是谁，回去我自会去找他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赶路回家，刚巧碰到他们的车，感觉车上不对劲，就跟上来了。谁知道竟救了魏大人你。我叫魏峰，在外头不用称呼我大人。那既然你没事了，那我就走了，我还要赶着回家呢。
周琼沿着路往回走，走了好一阵，才走到自己的牛车边上。回头一看，发现人就跟在他身后。那个魏大兄弟，你从哪里来啊？这会儿怎么回去？算算时辰，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了。若是你方便，麻烦送我回县城。恐怕不太方便，你看天上还下着雪，我这紧赶慢赶就是要赶着在能走的时候回家。若是送您去县城，雪下大了，明日就回不成了。不如您先上我的车，我把你拉到我们镇上，那里有客栈可以安置，你等方便了再回去如何？魏峰没有多说，在身上摸了摸，很快就摸出了一锭大银子。这是10两，算是我雇你车子的车钱。等到了县城，食宿我给你安排，这样可行？周琼看着那一大锭银子，财神爷不愧是财神爷，出手就是大方。既然您急着回去，那自然是要紧着您的，毕竟您的身份不一般，办的都是大事。行，上车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希望天黑的时候能将您送到。男人明明是功夫高深的武将，现在却被人绑在树上，最后还是一个农村妇女救了他，并且还要把他送到镇上。魏大兄弟，你好歹是个武将，我上回见你身手可比我好，今日怎么会被人绑到了这处？大意了，着了人的道，以后要提高警惕了。他们说的夫人是什么人？魏峰没有搭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功夫在哪里学的？我姓周，名琼，琼林的琼，村里人都叫我周嫂子。功夫嘛，自然是跟着我师傅学的。你不想说就算了，不过看了几回，功夫不错，这回多谢了。魏兄弟，上回人牙子的案子有结果了吗？人都找回来没有？不知道，判案路属官府管辖，我们无权过问。不过上回也多亏了你，我发现你很有些热心肠。这2回的事，若是换了别人，结果怕是不一样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，咱们习武的人都是有些英雄气在身上的。师艺高人胆大吧。不过我还是想说，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最好还是找人一起，就像上次一样，万一碰到高手，说不定哪回就栽了。没事的，我用主角光环，我怕水。我看天黑前回城，怕是有些悬，不知道城门什么时候关。这个你放心，就算关了，也有人值守，门卫我认识，会放行的。说着似乎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我记得你说你是卖药材的，最近还在做。最近城里出了公告，药材不允许买卖了。多谢魏兄弟提醒，我听到信了。其实我们只是偶尔挖到药凑一起去卖，并不是专门做这一行的。两人回到城门口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魏大人，您什么时候出去的？今日分明就没有你的出城记录。你们去东三口那里，那处城墙有个破洞，记得报销，让人把其他地方一并检查一下。当差的一听，忙领了命，又不经意往车上的周琼多看了2眼。咱们现在去哪？回家呀，还能去哪？那个魏兄弟，去你家打扰多不好意思，你给我找个客栈住着就行了，天亮了我就走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是一个人住，家里还有双亲，我请他们帮忙安置，我大部分时间不在。周琼一听，心里放松许多。阿峰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这位姑娘是？她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今日天色晚了，回不了家。娘，您收拾一个屋子出来给她住，等天亮了她便走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这是我娘，你就跟着她。若是我不在，有事你便找她。姑娘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房里休息。你就在这处歇息吧。多谢夫人，这么晚过来叨扰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姓于，你叫我于婶吧。那就多谢于婶了。没事，你是阿峰的朋友，我们就不能怠慢了。第2日，周琼醒来就准备向于氏辞行。何必如此着急？于婶儿，我家里还有3个孩子，我着急孩子呢。哎，你看着与阿峰也大不了1、2岁，你都有3个孩子呢，他还连个着落都没有，愁死个人。于婶儿，你多虑了，魏兄弟他这么有本事，娶亲再容易不过，兴许开了年就有好消息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他什么情况？他是不是外头看上哪家姑娘了？这时魏峰回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你今日就走吗？出来几日了，担心家里，今日早点出发，路上走慢些应该无碍。我等会儿还要回军营，就不送你了。不用你送，你把我安置到这处已经是帮了我的忙了。周琼向魏峰家人辞行后，赶着车子到了城门口，他又看到了前日他来的时候盘查的士兵，对方一看是他，忍不住笑了。周嫂子，赶紧过吧，你的不用查了。哦，你认识我？上回去抓人贩子的时候，我们见过，你是我们魏头的朋友，我记得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样子前日我还真是无意走了后门了。他与对方道谢，赶着牛车出了城，回到家里，他就将县城的情况告诉了吴氏。这回我京城有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。坏消息就是这药材买卖以后怕是做不成了，县城下了新规，不允许私下买卖药材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就这么巧？我们好不容易可以靠这个挣钱了，偏偏就不让卖了。就前一阵子，如今进城都要搜查的，发现了私下贩卖都是直接没收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就是咱们这次运气好，带去的药材顺利卖了，银子挣回来了。二嫂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这次的药材被没收了，白白损失了。好在是都卖出去了。
总共是换了36两5钱。上回你收货垫了7两又160文，按照55分账，这回我要给你21两830文。如今天黑了，等明日我理好了钱再给你拿过来。二嫂，这些不急，你看你一回来就与我报账，显得我多心急似的。我这趟出去就是换钱的，回来自然是要与你报账，让你心里踏实。我有什么不踏实的？我坐在家里就把钱挣了，倒是你来来去去的跑。你身子如何？可觉得好些？我觉得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每日早晚要补着，1日3餐的鸡汤喝着，不好不成啊！若不是实在是舍不得你这炕，我今日都可以回去住了。住在这处怕什么？我们又不赶你走。吴氏看了看他们的屋子，又露出了羡慕的表情。60多两，我们还得想法子挣呢。原本指望要财，如今路子断了。我想到这个事情，觉都睡不好。你说我好端端的想着娘家村子干嘛，落得个吃亏不讨好，平白折了快11两银子。有些事你又预料不到，发生了就不要想了。你们如今手里有多少银子？他爹说家里还有13两多。周琼算了算，加上这次的，差不多就是35两左右。他手上有25两多，2箱一凑也才60两，太勉强了。若是有个70两，还可以试一试。上回他缺钱是知道药材还能挣，如今就不能冒这个险了。我原本想着把手上的钱挪你们先用，但是算了算还是不够，只能再等一等。你别着急，房子总会做起来的。二嫂，你对我们好，我们知道的。我如今也不着急了，总归如今手里还有不少的钱，我们知足。前2日我们的屋子师傅也看过，加固了顶，一时半会儿住着没问题。对了，我想着过2日我跟公才去一趟吴家村，你娘家那边不是说还要报个信吗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受些委屈没什么。若是二嫂你去受了委屈，我这心里又要不是滋味了。你是不是还心疼他们，担心我跟他们动手？你放心，那是你的娘家人，我不会乱来的。但是至少要让他们知道，咱们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是不是？女人只是去娘家做生意，却被弟媳推倒，导致小产。娘家人不仅不把她送去医馆，还将重伤的她扔回了婆家。这一幕让二嫂很是气愤，决定带人去讨个公道。三弟弟妹家都有什么人？你给我说说，我好有个思想准备。我老丈人家有3个孩子，3生他是老大，2弟叫吴勇，3弟叫吴文定，如今都娶妻生子了。分家没有？分了，老丈人2口子如今跟老二一起住。这么说，上回骗3生银子的就是吴勇跟他媳妇。跟吴勇的媳妇马氏性子十分跋扈，3生从前就对他不喜。上回我说陪他去，就是怕他们争吵，哎，怪我大意了。二伯娘，我姥爷叫吴中天，姥姥姓张，二舅家还有3个孩子。咱们一会儿去了怎么说啊？往严重了说，就说3生这回孩子没了，身子也亏了，如今还在床上躺着，看看他们那头什么个反应。然后呢，找他们赔银子，这恐怕不行。你不知道吴勇的性子，从来都是有进不出，不然也做不出骗银子这档子事。你说你的，若是他们打死不认错，我就让他们出回狠的。杨公才一听这话，面上担心，实则心里是有些兴奋的。媳妇受了欺负，他心里也窝火得很，就愁没有办法，打肯定是不行的，毕竟面子上要过得去。你要怎么治他们？暂时不好说，不过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，到时候你们听我说话，见机行事就对了。3个人在土路晃晃悠悠的走，差不多40末，终于是到了吴家村。结果还没有到地方，就碰到了吴勇。原来他在帮人家修房子。吴勇，你咋的来了？亲家兄弟，我是公才的二嫂，这回来自然是为了3生的事儿来的。吴勇目光又转向周琼，随后看了看他身前的牛。这牛车是你的？上回倒是听3生说他有个能干的嫂子，你们等着，我跟那头说一下。3生的弟弟怎么是这个样子？见了人毫无礼貌。都是被梁老惯的，从前无法无天，成了亲有了孩子已经算好许多了，他那个媳妇才是难缠的。吴勇交代好后，直接过来坐上了牛车。你只往前走，等会儿拐个弯就到了。见兰花一直盯着他不说话，哑了？怎么见了舅舅都不喊一声？兰花咬着唇，把头偏向了一边，不理他。上回算舅舅不好，你娘如今怎么样了？都到门口了，回去说吧。我可跟你们事先说好，这个事儿可不能怪我们，是他自己没站稳，不小心摔了。我们当时就扶起来了，哪个知道他有身孕？有身孕就不该出来啊！你们若是来说这事的，那我们可不依。亲家兄弟，这个事情到底如何，我们肯定是要弄清楚。你也不要着急，回去见了二老，我们再分说。这人就是典型的心虚又蛮横，不是什么好鸟。车子按着他们指的路，很快来到了一处院子门口。刚下车，一个小孩就跑了过来：“爹，你咋的把我姑父带回来了？”后面的妇人一听，忙往男人身后看了看，果然就看到了杨公才跟兰花，瞬间脸色变得难看。爹，给我5个铜板，混子明日去镇上，我想让他给我买糖糕。
饭都没得吃了，还糖糕，滚滚滚！别在跟前碍眼。你好端端的冲他发什么火？碍眼的是他吗？妇人又看向杨公才他们，姐夫，你们这回来是做什么来了？我找爹娘，他们人呢？他们在后院做事呢。你找他们什么事情啊？周琼都无语了，这么大老远过来，正常不是应该请人去屋里坐的吗？如今却是在门口盘问上了。弟媳妇，原来这吴家村的待客之道是这样的，咱们得在外头交代清楚了，才能进去做事吗？我今日是来拜会二老的，你是想让我们烧柱香请出来，还是咋的？马氏一听，脸都绿了，他这才发现今日跟着杨公才他们一起来的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妇人。你是？三生他二嫂，去把爹娘他们叫过来，院子暖和，就不到屋里坐了，有什么话外头说吧。马氏知道今日来的这个大概不是个善茬，他看了几人一眼，跑去了后院叫梁老人。老两口很快就过来了，看到他们，神情有些闪躲。我正说这几日要去你们那头村子看看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快来了。三生怎么样呢？爹娘，三生这回遭了大罪了，差点没有救回来，还是大夫用人参那些的好药，才勉强捡回了一条命。孩子没了，他如今还躺在床上吃着药呢。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，如此你得好生照看着呢。我这个闺女要强，就怕她心里转不过这道弯，伤了身子又伤了心。已经是伤了身子又伤心呢，只不过这心是你们伤的。她好端端的来，回去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，她想不通。她说她心寒了，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天我俩都摔了，天他养的叫要死要活的，吵架哪里没有？哪家不吵架？要怪就怪他自己怀了孩子还不当心，这个事情可赖不到我们头上。我们今日来不是来找你们要赔偿的，只不过既然是亲戚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清楚。三生既然嫁到了我们杨家，那就是我们杨家人。他来之前好好的，回去就变成了那副样子。亲家公，你们是不是要给个说法？而且我听说这里头是有内情的。这位二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分明就是上门扯皮的。我且问一句，这家里如今是这儿媳妇当家了吗？若是，倒也能与我说上一二；若不是，我今日代表什么身份来？亲家公不会不知道吧？你们这种态度是要与我们绝亲不成？亲家嫂子消消气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，你也莫要扯得那么严重。是三生在我们这头出了事，我们是有错，但是我儿媳妇也说了，吵架是常有的事，谁也没有料到她吵个架把孩子摔没了。这样，等会儿走的时候，你们帮忙抓2只鸡回去，给她好好补补。家里条件就这样，我们也拿不出多的，让她不要想太多。等年后有空，我们再去看她。哼，就这样。你还想怎样？我们这头都已经认错，同意抓2只鸡了。就算你是三生家二嫂，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吧？我看你们今日来意不简单，是想来讹财的吧？我呢财？我讹什么财？若不是三生受了大难，你当我稀罕来你们这里听你们说这些？公才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亏待你了，还是咋的呢？好好的闺女嫁你，结果怀了身子，你还让她出来做工。我没有说你反倒是一肚子怨气。那你说你想怎么的？亲家公，咱们从源头说起。当初我弟妹可是带着银子过来帮我收药材的，回去不仅身子损了，这钱也没有了。我听说这钱可是给了吴勇，只是吴勇事后不承认，这是兰花也知道。不是说是记错了吗？哪有给过？这里头就是误会引起的。这时，原本还盛气凌人的吴勇不说话了。分明就给了，我娘在后山给的，我当时就要边上几个小锭子，就是我二就拿了。马氏一听就要上前打人，周琼眼疾手快，直接就是一掌，打得他摔了个四仰八叉。怎么说不赢还动手了？姐姐给弟弟银子用来做生意，谁知第2天弟弟不仅不承认这事，媳妇还将姐姐推倒，导致小产。周琼带着人上门讨公道。就在兰花将真相说出来时，马氏上前想要动手，却被周琼一巴掌扇飞。怎么说不赢还动手了？你们可别乱来，我二嫂是学过功夫的，来之前我还求过她，若是你们动手，等会儿受伤那就对不住了。天哪，这都欺负到家里来了。爹呀，你们不替我做主吗？他二嫂，你这就不对了，这好歹还在我们家里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吴勇在一旁咬牙切齿，但是听了杨公才的话，又不敢轻易上前。不是谁说话谁有理，刚刚若不是马氏他要动手，我可是一个手指头都不会动。兰花是谁？是我们杨家人，我难不成还能让你们在我跟前把他欺负了？行了，闹什么闹？大家有什么话都好好说，你也不要说什么欺负。兰花她是你侄女，也是我外孙女，她舅母也只是心急了些。那5两银子都是你们几个在说，我们没有见过，兴许就是三生记错了，非说是大勇拿了，他没拿，他自然是不依的。就是5两可不是小数目，他张嘴一说他就真有吗？家里穷的叮当响，怎么就能说拿5两就拿5两？怕不是他想钱想疯了吧？银子是确实有的，是他跟着我做生意赚的，他应该有跟你们讲过吧？他上回来是说来收药材的，我们还当他是说笑呢，想着他哪里认识什么药材，
没想到是真的。你们生意怎么做的？给我们讲讲，让我们长长见识呗。我认识几种药材，在城里卖价好，自己挖太慢，就想着让别人帮忙挖我们收，反正提前说好只能卖给我们，不然不交。我们上回已经卖过了一次，挣了20多两，便想着继续。三生他顾念你们，便问我能不能回娘家村子收，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便同意了。那钱是真有带的。你若是真拿了你姐的钱，就还给他。爹，您是不是糊涂了？怎么还不相信自己的儿子？说了没拿就是没拿，逼死也是没拿。吴勇却不理那么多，如今满脑子都是挣钱的事儿。你们的药材在县城好卖吗？卖个什么价儿？是药铺子都收吗？好卖啊，药铺子都收，一斤能挣几百文呢。二嫂，一斤就能挣几百文，居然这么挣钱！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你们相信这5两银子确实是有的。既然你们这么坚持，没有见过没有拿，那大概是真的记错了。或许弟妹只是跟吴勇提了给钱收药的事情，钱却没有给出去。就是他二嫂总算是说了一句中听话，别说或许了，肯定是这样。就算钱的事情是个误会，但是弟媳妇，你是不是做得过分了些？她毕竟是你大姐，不过是与你理论了几句你就动手，若是手用着多余，不如谢了好了。我也是一时被气的，哪个让他一直让赔5两银子？明明就是他自己记错了。好了好了，误会理清楚了就好了。既然来了，中午就留下来吃饭吧，时候差不多了，我去做饭。这时周琼对杨公才使了个眼色，不吃了。我们来的时候就说了，这趟来不是扯皮的，只是来报个信。三生他虽然身子亏了，总算是死里逃生，如今好好养着，以后能好，跟你们说一声，让你们安心。说完我们要赶着回去了，家里没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们有什么不安心的？原本也不是我们的错。就你话多，赶紧的去拿麻绳绑2只鸡过来。家里就5、6只鸡，这马上要过年了，送走2只，其余的要卖，咱们自己吃什么？大姐她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爹让你去你就赶紧去，哪来那么多抱怨？他又笑嘻嘻地走向周琼，正准备再问一问药材买卖的事，谁知周琼转身就上了牛车。兰花，上车，我们要走了。要不还是吃了饭走吧？不了，跟三生说的是报了信就回，家里那头还等着呢。爹，咱们今日来什么也没有做，就这样回去了。二伯娘不是说要让他们出点狠的吗？你二婶这回可是下了狠招呢，后果如何要看他们自己呢。你看出来了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只是过来收了他们2只鸡，也没有撕破脸，算是很客气了。正好我们那处鸡吃完了，这2只拿回去继续给弟妹补。什么狠招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您小孩子要知道那么多做什么？总之若是他们贪心，自然会吃大教训。二伯娘，你做了什么？给我讲讲呗。等回去跟你娘讲的时候，你听着就是了。二嫂，你刚刚把情况都给他们说了，万一这生意只是这段时间做不了，后头能做了，咱们不是变相给他们送财了？那样可亏了。不怕，就算是生意能做了，他们又不会炮制，药铺子不会要的东西卖不出去，就会烂在手里。只要他们动着歪心思，就有他们好果子吃。这样做会不会太狠了些？你就别操心别人了，多心疼你媳妇儿吧。一家子人这样，要是我得伤心死。这家人自私自利，没一个好的。不过你说这倒是提醒了我，抽空我得去一趟赵家村，那头还指望我们的药材换钱呢，得让他们停。对呀，把这个事情给忘了，他们手上肯定有一些，该怎么办？如今又不能卖了，肯定得收回来，不然对不住人家。不怕，收回来炮制好收起来。不过有部分城门的守卫当我是魏峰的朋友，到时候找个机会浑水摸鱼看看，若真收了，那也没有办法。全村村民奋力采摘药材，殊不知县城已经禁止做药材生意了。当周琼将此事告诉他们时，全村人一下子就炸开了锅。咱们好好的就不允许买卖呢？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挣钱的营生。就是原本还想着多辛苦勤快些，多跑一些地方，如今是连这个路子也要断吗？以后真就不收了。县城那头为什么下这样的通知？官府总有缘由的，他不让买卖，我们自然是不敢违抗命令。只希望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，以后还能放开。若是那样，我还来你们这处。院子里一片叹气声，多是觉得可惜，但又无奈。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大家可以帮忙通知一下村里的其他人。今日我就把东西全部收了，你们赶紧回去拿吧，咱们现结。我多等些时候，免得有人错过了。大家一听，各自动身，纷纷回家拿东西。周琼就在原地等着他们。这时村里的李正过来了，又是一通询问。
我们也不知道细节，就听说是县城的一家药铺子把药贩给了外头的敌人，官府便禁了这买卖，大概怕这种事情再发吧。不过是草药，用途是救人，敌人也是人啊，怎么就不能用了？哼，李正，你这话说的，都说是敌人了，把他们救活了，又来打我们，那死的就是我们的人了。下头村子几个年轻人死的时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可是恨得牙痒痒。这好药肯定是不能卖给敌人的，要怪只能怪那药铺子的老板。这附近村子还有去当兵的，是抓的壮丁吗？有啊，咱村子就有2个，都是家里穷的没法才去的，不然谁愿意拿性命开玩笑？不是抓壮丁，自愿的，一年能拿3两银子呢，也不是谁想去就去的，人家那头也有要求，要年轻的、长得结实、力气大的。难怪杨家村没有，就这结实一点就能筛下大部分人，吃都吃不饱，哪来的力气？村里人很快就带着东西陆陆续续的过来了。周琼专职验货，兰花则帮忙打秤，赵德夫妇在一旁给他们帮忙。差不多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就已经收了有300斤左右，人也越来越少。周琼担心有的人慢，又等了等，一直等到下午2点左右，见好半天无人，这才与赵德他们打了招呼走。二婶，你今日收了这么多药，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卖不出去就只能砸手里。做生意本来就有赚有赔有风险，若是稳赚不赔，那就不是生意了。我不懂，做生意不都是为了挣钱吗？那是愿望，不是现实。生意做得好就可以让愿望成真，不然就得面对现实。有的人生意越做越大，有的人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，这里头的学问可大了。二婶，你很懂做生意吗？不懂啊，我也在学呢。我跟你娘咱们如今都没有入门，以后若真能把兔毛做起来，兴许就入行了。做生意实力要，运气也要。二婶，听你说的好难。听着难，做着做着就知道呢。兰花，你今年14了吧？再过2年，你娘肯定要给找人家了。我跟你讲，嫁不嫁人这个事情都不算什么大事，只要自己能靠自己过得好，一个人也不怕。还可以不嫁人，那别人不说。我与你开玩笑的，嫁人还是要嫁的，不过要嫁个好人。你看村里那个杨欢，听说就是男人嫁得不好，她就算是委曲求全，在夫家也不会如意，一定要找一个重视自己的，找个像我爹这样的。对，你爹你娘这样的也行，你看你爹什么都听你娘的，这样日子才能和睦。小欢姐以前在村子多好，还经常带着我们玩，砍柴也一起。嫁了人以后就不见回了，前些时见她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二婶，我其实不想嫁人，我觉得嫁人太可怕了。万事不能绝对，有过得好的自然也有过得不好的，所以二婶才说让一定要找个好人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方面你娘肯定会给你把关的。刚到村口，周琼就看到一群村里人围在一起，不知道在讨论什么。杨公才居然也在。爹，你们回来了。他看着车上的东西，不经意皱了皱眉。你们收了不少啊。你们在这处做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那头有人到村子招工，说是县城那头要修城墙，一天25文钱，好些人准备去呢，正在报名。二嫂，一天25文，我也想去。这个事儿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，可别上当了。不会的，昨日青山哥去镇上找工就碰到了，还是他说咱们这处去的人多人家才来的。他又说做多久没有？县城怎么去？日子没说，就说修好了就回，有牛车接了人一起去，不用咱们自己去。去的话，明日一早就要出发。我不跟你们说了，不然等会儿人数过了，我该报不上了。随后，周琼带着兰花找到了吴氏，算着你们该回了。今日收了多少？也是300多斤，不少了。这些人果真是拼了命的去找，跟他们说了以后不收的事儿呢吗？说了，免不了失望，也是没法子。刚刚看到3弟了，他在那头说要报名去做工。我刚刚也去看了，工钱挺高的，25文一天，还包吃住。村里好多人都报名了，有人作伴去就去吧，也属机会难得。你这头还没有养好，他就这么走了，万一有事来不及照应怎么办？我早好了，补了那么久，感觉比从前都好。家里不是缺钱吗？从前他也出去做过工的，工钱还不如这回去兴许就能挣些银子回来。我同意的。再说兰花他们都在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屋子有得修就修，没时间修就凑合住，没什么。你们既然拿定了主意，就随你们。只是马上过年了，县里也是挑日子挑到年尾，就不能早一点或者晚一点。就是因为是年边上工钱才高，不然哪里有25文？随后，周琼与吴氏闲聊了几句话以后就离开了。男人拖了姐姐的银子，媳妇还将姐姐推到导致小产，二嫂却上门教他们做药材生意。结果吴勇2口子耗尽家底收购药材，送去县城时全部被没收。现在2口子上门找麻烦，周琼刚进去就看见马氏跟吴氏2个互相扯着头发，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打得马氏眼神瞬间清澈了。怎么人没有被你们害死，你们心里不舒服，非要把人逼到绝路？马氏握着手退到吴勇身后。
你倒是出现了，我们今日可是专程来找你们的。杨公才呢？个素头乌龟不敢出来了。二嫂，你别理他们，他们就是两个疯子。你还是不是我姐？有这么说弟弟的吗？我们今日不找你，杨公才呢？让他也出来。有事说事，你们若是再动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问你，药材的事情是不是你故意说给我们听的？什么药材的事情？你们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还装？那日你们去前头还气势汹汹的找我们讨说法，后头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药材挣钱上面了，也再没有说赔钱的事儿。我当怎么这么好心？原来是在给我们下套。你跟杨公才算计好了，就是想坑我们，对不对？还说什么三生躺在床上下不来的，他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哪里有什么问题？你们根本就是想害我们。你们这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们，药材挣钱怎么就变成坑你们啦呢？这事儿我也是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就我们村里人都是不知道的。你们既然知道了，不是应该感激我才对吗？怎么如今还上门来闹？我看你们还真是疯得不轻。感激你？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还想让我们感激你？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，我们足足损失了7两多银子。不过7两里头还有5两是我的呢。二嫂，算了，他们若是不会好好说话，就不要跟他们讲。进门一句好的都没有说，还真当我是个面团，任他们随意揉圆揉扁。我告诉你们，今日你们要是在这处胡闹，就不要怪我不顾及姐弟亲情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拼了就拼了！今日你们若是不赔我们银子，我就给你这处掀个底朝天。说着，他便想动手。周琼眼疾手快，飞起就是一脚直接把人踢到了地上，又趁着马氏吃惊之际一个大巴掌，马氏也重重的跌落在地。娘真厉害！好好看着，咱们以后也要学。吴勇两口子坐在地上，一边喊痛，一边诧异的看向周琼。他们还以为杨公才说他有功夫是特意吓唬人的，没想到他是真的有功夫。再敢动手，哪个胳膊动我就卸了你们哪个胳膊，腿子不老实就卸了腿，让你们这趟有来无回。没法活了，没法活了啊！钱都被骗走了，让人怎么活啊？这做姐姐的一家人就这么见不得弟弟家好，想着法儿的要害死我们。忘了跟你说了，这下巴也是可以卸下来的，卸了下巴，河水都是从两边流，你想不想见识一下？马氏一听，马上闭嘴。吴勇怒目的坐在一边，却无可奈何。吴氏见他们这样，真是又可怜又可恨。如今是不是能好好说话了？大姐，你不知道，就你男人还有你这个二嫂，这回可是把我们害惨了。前2天他们去了我们那里，说是要给你讨说法，后来又说他们收药材赚了钱。我想着，既然药材那么赚钱，那我们收也一样啊。正好上次你教过我们于是就让村里人帮忙找，花了7两多银子收药材，结果送去镇上，人家不要，我们又雇车送去了县城，谁知道县城根本就不让卖，还没有进城就被没收了。我们跟人求了半天，人家不仅不还，还差点把我们关进了牢里。这个事情你说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说法？那可不是小钱，是7两银子啊！我给你们一个说法，我如何给你们一个说法？我二嫂她确实是做药材生意，但是她有让你们也去收吗？上回我去教你们的时候，是不是告诉过你们收了的东西只能卖给我们？你们自己贪心，如今还想倒打一耙赖在我们的头上。你们要说法，我还想要说法呢。马氏你知不知道？你那一推，我孩子没了，看病吃药就花了6两，加上吴勇骗走的5两，就是11两，这笔钱数额更大。我找谁讨去？是不是也得去你们家门口一哭二闹3上吊？说的那5两银子是你记错了，我们没拿。拿没拿你们自己心里清楚，就你们自己干的这些糟心事，还有脸面来我跟前讨说法？脸皮对于你们来说算个什么？你们2个赶紧的滚，我不想看见你们。吴勇见吴氏撕破了脸，他站在一边，语气凶狠。吴三生，你今日赶我们走，那头你就别想着回去了，以后爹娘跟你没关系，就算你死在这头，我们也不会来瞧一眼。滚，就算是我死在这一头，也跟你们没关系。记住你今日说的话，可别后悔。吴勇走后，吴氏一个人默默地回了屋。别难过了，他们那样的对你一点助力都没有，只会拖你的后腿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我不难过，有些话说出来解气，我就是有些想不通，他们是怎么收到那么多药材的啊？你在想这？我跟你讲，吴勇那2口子是绝对不会20文一斤去收的，7两多至少收400-500斤。我们之前也在附近山上找过，哪可能有这么多？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，他们收的其中一部分或许根本就不是药材。之前在赵家村，虽然我们手把手的叫，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挖错。
你说的对，我就带了他一次，他那个性子并没有上心，认没有认好都难说。我们这回当是给吴家村散财了，活该给他们一个教训。好在只花了他们自己的2两银子，不过2两对于家里来说也不少了。你看你嘴上说着给他们个教训，实际还在替他们心疼，你这样可不行，显得我做了坏事。不是，毕竟我爹娘是住在他们那头，若是日子不好过，我这心里还是会不落忍。二嫂，我听兰花说你想让她去学做衣服，说以后用得上，这是个好事，但是上哪里能学啊？我也就是这么一想，等以后有机会，我去县城问问人。你在县城还有熟人？不算是熟人，只是打听消息的话，应该是可以上门问一问的，又不用人帮着办什么事情。谁啊？董掌柜。就是上回我们去抓人贩子认识的一个官爷，叫威风，我后头还无意帮了他的忙的。当官的、官府的人不是都不好打交道吗？他不算官府的人，他们是哪个体系的我也搞不清楚，总之挺厉害的吧，人也不错。你可真厉害，当官的都认识了。我下午还要跟我娘上山，篱笆杆子才砍了一部分，先走了。我这会儿反正没事了，跟你们一起去，兰花也一起，让几个小的在这边看家。小男孩好心救了兔子，拿回家后却让周琼发现了商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，总算是有了几十只兔子。自从县城禁止卖药材后，吴氏就愁得不行。知道周琼有新的挣钱计划，就直接找上了周琼。二嫂，听说你要养兔子，我也要和你一起养。那我先给你说说我的计划吧。这第1年你们就不要自己养了，但是你们要参与进来，在明年8月份之前，我们至少养到200只，后头就是收获制作的过程了。没人帮忙，我自己是做不来的。二嫂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们8月以后帮你制作？制作什么？毛嘛？这毛还要制作？8月之前学着养，了解兔子的习性，记住它们吃食作息。8月以后要帮着制作能做衣服的兔毛，还有风干肉。初步是这样的，兔毛可不是一包皮就能用的，皮毛上的油脂要用方法去掉弄干净，不然你想想，一块皮肉在身上时间长了不就臭了，哪里能穿？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做好的皮子那么贵，原来是有讲究的。阿琼，咱们如今也才30几只，200多只可不容易。娘，你太小看兔子的繁殖力了。一般的兔子3个月就能成年，生崽也就只要1个月，一次就能生几只，最快第2个月就又能生。若是养得好，别说200只，就是300只也不成问题。天哪！若是按二嫂你说的，那我还养什么猪？我养兔子就有吃不完的肉，怎么以前的人就没有想到要把这兔子放到家里这样养呢？有，肯定有，就是咱们这处没有而已。主要是养兔子中间要注意的太多，而且冬春季没草的时候，它得吃粮食，大家肯定不会舍得给畜生吃好的。还有另一个，这母兔子必须多，若都是公兔那也没辙。我看过了年，我要去找杨东南，看看他能不能抓到活兔子。若是能找到，我便跟他买，要不就只能到处去多寻一些了。活的不好抓，我看他们每回的猎物多是死的。二嫂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我今年还要不要养猪？先养吧，等明年若是计划顺利，你再养兔子不迟。就算是栽了，那也不能两家全宰。我看这事儿肯定栽不了。二嫂，你做的事我一向看好，不会错的。天哪，我想到明年的皮毛，突然觉得我好像又要赚钱了一样。就在2人交谈时，兰花突然找了过来，说是去城里做工的人出事了，李正让吴氏跟周琼都过去一趟。吴氏听完心里一阵惊慌，急急忙忙就跑到了李正家。这好好的做个工，怎么出事了呢？到底是个什么事情？阿琼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我看三生他急得很，你们把事情弄清楚，先别着急。2人一起到了李正家里，此刻院子里已经来了好几家的人，一个个都神情紧张焦急，正在跟李正询问情况。这回不是小事，从虎，你把你知道的跟大家说一说，说详细些，让大家都知道是个什么事情，剩下的我们再来想办法。是这样的，初2那日，我们回了县城工地。初3，公才兄弟突然告诉我们说，他问了公事，城墙做工钱是10日一结的，前10日的工钱年前就已经发下去了，但是招工的人之前并没有告诉我们。我们得知了消息以后，下了工便去找负责领工的人要工钱，结果那2人说带我们去做工，前10日的工钱是要扣掉的。这个事情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有说过，大家不依，后头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。咱们人多，那2人打不过我们，受了伤，后头官府来了人就把人都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了？有说要关多久没有？是全都抓起来了吗？没有，就抓了咱们这边10几个人，剩下的如今都在县城待着呢。我们走的时候身上没有带钱，只有少部分人身上带了些铜板，如今没有车，他们回不来。我今日还是求了赶车的师傅，好说歹说是村里出了大事，人家才好不容易便宜了崽斗我一程，钱是大家凑的，不然我也回不来。
都抓了谁？我们家大水、二水被抓了没有？就是他们先动的手，他们俩都被抓了。李正，你可得想想办法了。都是咱们村子的人，这错也不在咱们这边，不能不管啊。李正详细问了抓了哪些人。吴氏听见杨公才的名字，差点晕了过去。二嫂，咱们怎么办啊？依我看，现在最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困在城里的人先接回来。他们不能自己走回来吗？这接如何接？这么多人呢？县城到咱们这处走至少要2日，你让他们不吃不喝，晚上住哪里？这么冷的冬天，你在外头冻一晚上试试。这确实是大事，关系到村里10几户人呢。从虎他们如今住在哪里？还是工地提供的屋子，咱们这头闹了事，他们也不肯留了。不过同意让我们住2日，想办法。我们还有1日的工钱没有结，大抵是能抵2日的，时间长了就不行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想的？赶紧的想办法，先把没关的人接回来呀，剩下的再想别的办法。花娘，这事情还得你帮忙。如今咱们村子就你们家有1辆牛车，现在我去县城，我们大家伙再凑些钱，从县城再雇2辆车。不管如何，把人先弄回来再说。这个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保和叔，你说凑多少？去县城1个人是70文，回来也一样。你们家里有人的就先拿70文出来吧，到时候多少咱们再算。二嫂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他如今被抓了，我总要去看看，问问清楚的。若是要罚银子，咱们交钱就是了。我们也去。这时家里被抓的那几家也嚷着要去。你们都要去，我一个车子可拉不下。宝和叔帮忙拉人回来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明日我们就一起去吧，其他人就别凑热闹了。如今又不是打群架，人多就好。真有什么情况，我们打听到了，自然会托人回来报消息的。就这么定了，大家先各自回去，将车钱凑过来。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，你们都在村子里等消息。全村男人外出打工，没想到黑心老板却克扣他们工钱。村民一气之下把老板打得鼻青脸肿。随后官差将一部分村民抓走。吴氏得知杨公才也在其中时，差点晕了过去。周琼为了能顺利解救杨公才，决定铤而走险，将药材也带到县城去卖。你怎么还带这些？县城不是不让买卖了吗？你这带去不是自己往上撞？我去碰碰运气，若是运气不好也没有法子。我怕三弟那边到时候要用钱，弟妹钱不够，试试。那你自己可千万当心，万一人家收了，你也别跟人争。咱们平头百姓是挣不过官府的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知道了，娘。小树几个孩子跟着周琼一直把他送到了吴氏处。吴氏早就收拾好了，等着他了。看到他车上的筐子，掀开看了之后，大吃一惊。二嫂，你怎么还带了这些？你不怕被收了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咱们这趟去怕是要用钱，总得想办法搏一搏。家里的钱我也带着呢。上车吧，李正那头还等着呢。随后吴氏跟望帝叮嘱了一番，带着兰花上了牛车，前往李正家。花娘，我听说你去过县城不少回，在县城是不是有认识的人啊？我记得你做房子的钱就是在县城跟人借的吧？有没有法子搭上官府的门路？宝和叔，普通人哪里能跟官府打上交道？就算是认识，也不会认识官府的人。咱们今日到地方都已经是晚上了，先按照从虎兄弟说的地方找到村里人再说。您别太担心，府衙那地方我去过一回，不行咱可以先问问情况。幸好你对县城还比较熟悉，我有好多年都没有去过县城了。你去过府衙？你去府衙做什么？就之前在县城东西丢了，我去保管，多亏了他们帮我找了回来。按你这么说，咱们这处如今的县太爷还是个好官，我这心里也算是踏实了一些。随后几人坐着牛车来到县城，发现进城都得排队检查。二嫂，咱们这怕是不行吧？要不还是把东西找个地方放起来。你看看那么长的队伍正检查呢。你们在这处排队跟着人走，我去前头看看，车上可是有我几10两银子的货，若真被没收了，将是多么的肉疼！只希望今日也有熟人值守才好。这一看不打紧，就见的队伍前一个小兵模样的人正在查货，那小兵不是别人，居然是魏峰。这下稳当了。二嫂，是前头有熟人吗？算是吧，但是人家肯不肯帮忙不好说，拼运气了。你可不要表现得太紧张，就正常赶车就行。大约2炷香不到的时间，总算是到他们了。将车子赶过去，魏峰看到他也有些意外。你们今日怎么进城了？村里人出了点事儿，我跟我弟妹带着我们村里正过来看看，你怎么跑来看城门了？他这话一问出口，对方的表情明显的不自然。实则所在。说完便开始照例检查车子。好在魏峰只是看了一眼车上的东西，他转身看向周琼，嘴角有不易察觉的笑意。走吧。周琼如蒙大赦，对着他说了声多谢，就让吴氏赶着车子快走。车子就这样一路进了城。二嫂，刚刚那个人，他是魏峰，之前跟你讲过的军营的那个官儿，不知道今日为什么跑来守城门了。花娘，你还认识当官的？
就无意认识的。宝和叔，我现在要先去一个地方把这些山货处理了，然后咱们找住的地方，最后再去找村里人。行，县城我不熟，你安排就是，只要今天能找到他们就行。周琼一路将车子往城东赶，到了地方，他让吴氏把车赶去了后院门口，自己则从大堂进去找董掌柜。没多久，后院的门就开了，周琼将东西搬了进去，让吴氏他们在门口等着。这处是什么地方？花娘她在这处做买卖？这就是个药铺子，掌柜之前让我二嫂给他带山货，咱们稍等等，一会儿就好。周琼没多久就出来了，脸上挂着笑。县城如今进买卖，药材的价格却没有低，还是上次那个价。今日我直接换了31两4钱，这些钱应该够了。走吧，就去咱们常去的那家客栈，订好房吃个晚饭，咱们就去找人。休息一晚后，周琼几人就来到了工地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来行吗？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又都困在城里，不来我怎么放心？我们没事，我们有吃有住，就是干了这么多天的活，1分钱也没有捞着，属实窝囊。宝和叔也不能怪万福哥跟大水他们，那天的情形你们是没有看到，可气人！那招人的摆明了就是要贪咱们的银子，他们事先根本就没有说过要扣这么多的钱，若是知道，我们肯定不跟他来。是都被抓去衙门呢？衙门那头怎么个说法？要关还是要罚银子？不知道啊，昨日我跟星光找去衙门问了，人家压根就不搭理我们，工地的人说要打电才行。我们手头一个大子儿都没有，见不到官也见不到人，没有法子。行了，我请你们花娘嫂子赶车来的，明日一早你们跟着兰花先回去一部分人，后头的事情我们再问问看。花娘，你是有见识的人，还认识城里的官儿，你觉得咱们该怎么做？咱们明日先去官府看看，就算是他们打架有罪，总得给个说法，不可能就这样一直不明不白关着的。那若是要罚钱怎么办？若真是罚钱，这个也没有法子，只能各家回去凑钱了，总不好跟官府讨价还价。兰花，明日还要赶1天车，负责把村里人送回去呢。到家若是累，后日来的时候把小树叫上，让他中途帮你赶一阵子。随后，周琼几人就来到了衙门。黑心老板克扣农民工钱，被杨公才几人打得鼻青脸肿。随后，捕快直接将几人关了起来。周琼带人来县衙问问情况。捕快正要发火时，突然看到了周琼也在人群中，随即跑进了县衙。众人都诧异地看向周琼。看我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官差去了没多久就又回来了，只是这回带来了一个人。这人周琼认识，好像是个捕头姓姚，上次抓人贩子他也在。周嫂子，您今日怎么来了？这回是有什么要事？走，咱们屋里说话。上回多亏了你，咱立了功还得了赏银，听说你这次来是为了村里人来的。姚捕头，这个是我们村里的里正。是这样的，年前有人去我们村里招工，说是给县城修城墙，我们村里就来了20多个人。前阵子发现那招工的人是个骗子，他说要扣10日的工钱，但是招工那会儿是没有说过这话的。我们村里的男人自然是不依，也不知道中间怎么言语激动就动了手，后头就听说被衙门抓了。这事儿毕竟是村里的事，我们便想来问问府衙到底是怎么个判法。原来是这个事情，这事儿我知道，人还是我带着去拿回来的，对方的人伤的也不算重，就头磕破了。你们那些人关几日给个教训，我们就会放了，你们只管回去等几日就是。边上的几人听到这个消息，一脸的欣喜。捕头，请问那还要关几日？原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周嫂子的村里人，既然这样，那明日就放了吧。关起来主要是官府给民众的态度，聚众闹事是肯定不行的。是，回去以后我肯定教育他们。姚捕头，那几个骗子如何处理？他们骗了我们村里人的工钱，是不是得还回来？几个当差的相互看了看，面露难色。李正是会察言观色的，见几人面色不好，忙出言制止。花娘，人平安带回去就好了，那些钱没了就没了吧。宝和叔，咱们有26个人，1天工钱就是650文，10天就是6两5钱。如今虽然他们被关了，但是按道理讲，错并不在他们，若是不追究，就是便宜了坏人。今日你们先回去，明日人放了带走。至于这工钱，怕是没有那么好追回。事出的时候，我们就调查过了，那几个人就是专门干这个包工的，行当的，从来都是他们说了算，叔公都习惯了。那也不能把恶习当自然啊！他们这样有签契书说明吗？没有，凭啥子这样做？咱们是在工地做工，发钱就应该发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上，凭什么给他们？莫不是这管公事的与他有什么猫腻不成？周嫂子，这话可不好乱说，这事情吧。头，不如您明日去城东工地问问房管，看看这些人的名字是怎么记当的。周嫂子有一点说的对，若是直接记得，让他们把收了的钱吐出来也容易，咱们当公事公办。那就这么办，今日你们就先回，这事情我记下了，过几日你们再来探探结果。多谢捕头，多谢几位差大哥。一直到出了府衙大门，大家都觉得有些不真实。
花娘嫂子，刚刚那位大人是说要帮我们讨工钱吗？那是不是他们没事，咱们的钱也能回来？回不回得来还不好说，但是他确实是这个意思。二嫂，公才他们明日就能出来了，真好。花娘，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这个姚捕头的？我看他对你似乎还有些客气。我有一回进城碰到了人贩子，报官帮他们抓人，他们大概还有些印象，所以对我比较客气，毕竟是帮了他们的忙嘛。这回幸好是花娘嫂子跟着来了，不然咱们的工钱铁定没着落。好了，如今事情有了结果，你们都不用胡思乱想了，就安安心心的等着人明日出来吧。好不容易来了县城，若是想逛逛，就各自逛逛，机会难得。周琼还记得要给兰花找师傅的事，正好趁着如今有空，四处问问。上回得了魏家人的帮助，他走得匆忙，如今到了县城，理当去给人拜个年，多谢一二的。二嫂，你有事要办？我要去拜访一户人家，你们先在客栈歇着，难得来，不如你带着宝和叔在县城逛逛吧，我去不久就回。周琼去到集市，买了一些鸡蛋和点心，就来到了魏府。是阿琼啊，来，赶紧屋里坐。你怎么这个时辰来了？我今日是跟着村里的李正一起进城办事的，想着上次的事情还没有答谢，所以就过来了，没打扰到你们吧？你来我高兴，其实不用这么客气的。于婶，您看着气色不太好，莫不是风寒了？若是身体抱恙，可得着急让大夫看看，不能拖的。我没事，没病。只是最近没有什么精神而已，好好休息几日就好了。你今日进城的时候看见我们家阿峰没有？看见了，原本是想跟他说几句多谢的，但是他在办公务，我不好打扰，就直接离开了。于是的表情有些痛心疾首，表情难受，却是什么都没有多说。于婶，您不舒服，赶紧去歇着。没事，你好不容易来，陪我说说话吧。周琼见他的样子，猜他应该是心情不好，或许是跟魏老爷吵架了。他笑着说了许多村里听到的趣事，于是听着听着，脸上总算是好了几分。是啊，想想从前，还是乡里好，早知道如今这样，还不如在乡下安安分分的待着，做个扫地妇人呢，平白受了那些苦。于婶，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吗？周琼可能猜到了与魏峰看守城门有关，不说也罢。那你们找见人没有？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今日已经带了一部分人回去了，还要过2日。其实我进城还有一个事情，我想给我侄女找个女工师傅，能够教她做衣手艺。那人找见了吗？还没呢，怕是不好找。我想去各个成衣铺子试试，看一下有没有哪里招学徒的，只要条件不是太苛刻，交些银子也是无妨的。你想要找女工师傅，我倒是想起来的一个人，他做衣服可是很厉害的。那于婶可以帮忙介绍一下吗？若是从前，兴许还有可能。如今怕是不行。为何？她从前是个寡妇，孤身一人开了个铺子，去年中旬嫁给了城里糖水铺子的掌柜，做了人家的续弦夫人，怕是不会轻易收徒。您这个消息对我十分有用，能不能告诉我她的位置？我去拜访试试。你真要去？你侄女如今人在哪里呢？她今日回家了，明日傍晚应该会到。这样，赵夫人她轻易不会见外人的。等你侄女到了，我带你去一趟吧。我们从前有些交情，我带去的话，总比你贸然前去强许多。二嫂带着侄女前去拜师，师傅却以要照顾女儿为由，当场拒绝。这时，周琼以一篇当代女性的自我价值，让赵夫人目瞪口呆。你说的自我价值是什么？自我价值简单的讲，就是一个人对社会能起多大作用；往深了讲，就是一个人活着的意义。我觉得赵夫人从前既然能顶住压力，自己开铺子，内心肯定是有追求的，怎么就能这样轻易妥协呢？赵夫人看着他，沉默了一阵，随后看向于氏。于夫人，您今日怕不是带了一位女夫子过来吧？好生厉害！你莫要与他们晚辈一般计较。来时我就说过，他们仰慕你，拜你不成，自然是不甘心的。这个事情愿不愿意还在你。若是实在为难，那我今日就纯当是上门讨杯茶喝。赵夫人突然就叹了一口气，她看向兰花。你叫兰花，今年多少年岁？我姓杨，叫杨兰花，今年14岁了。从前可学过女工？跟我娘学过缝衣服，但是二婶说我那不叫女工，只能算是缝补。我想学真正的女工。你真想拜我做师傅？我可是很严厉的。若是您能收下我，我必定好好学。赵夫人，你这是同意了？这个事情我暂时还不能做决定，不然你们过2日再来吧。我得跟老爷好好说说，若真要收徒弟，以后是要日日在这宅子里的，总要他同意才行。过2日才能给你们答复。
应当的，应当的。那你就跟赵老爷好好说说。其实我也觉得你这样好的手艺，若是不找个传人，真是白白浪费了。只要你同意，拜师银子规矩那些你尽管说，我们照办。拜师银子就算了，我如今也不指着钱过日子，但是若真成了师徒，这规矩确实不能少的。兰花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明白，我肯定守规矩。从赵府出来的时候，几人脸上都挂着笑。好了，这事情总算是成功了一半，也不枉费我带你们跑一趟。今日多亏了于婶，您可是帮了我们大忙。刚刚我都紧张了，你与他说那些，我都怕把他说生气了。你不知道，他外表看着柔弱，实则自尊心强。若说的不高兴，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我这样说也不全然是着急胡说，只是根据情况推测一下他的心理，好在算是成功了。你们去哪里？上车吧，我让师傅送你们一程。周琼看了看地方，离客栈确实比较远，他于是又拉了兰花一起上了车。总是劳烦于婶，我们太不好意思了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于婶，这拜师傅的徒弟是跟师傅住在一处，还是要另外找个地方住？这要看师傅如何要求。有的师傅是要求住在一起，照顾饮食起居；有的则不用，不一定的，这个无妨。若是没地方住，干脆就搬到我们那处去住，反正家里也多好几个房。这可使不得，若是要住处，我们到时候会在附近租一个住处，这样他爹娘每回进城看他也能有个落脚的。多谢于婶好意，我们心领了。这样啊，那行吧，日后再来，记得在我们那处打个转说说话。肯定去的，来了就去。随后二人在街口下了车。二婶，这个于夫人人真好，是挺好的，今日还替我们备了礼，下回再来可得好好感谢。回到客栈，小树正给李正捶背。娘，兰花姐姐，你们回来了。宝和叔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，这小子总念叨着你们什么时候回，我给他找点事情做。才没有，娘，李正爷爷刚那会儿背疼，让我给他揉揉。肯定是最近劳累了的，我看工钱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。您若是信得过我去跟这个事儿，我肯定尽力给他们要回来。若真要不回来也没办法。花娘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有什么信不过你的？当初若不是你跟捕头提这个事儿，这银子早就沉到水里不见影子呢，哪里还有现在这档子事儿？你办吧，我老骨头不中用，是得歇一歇。你们今日去办的事情办妥了吗？只能算是有希望，还得等2日看结果。娘，你跟兰花姐姐做什么去了？我带你兰花姐姐去见师傅去了。之前在家的时候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要给你兰花姐姐找个女工师傅。原来你们是去找师傅去了。如今世道找个师傅可不容易，找个好师傅更是不容易，人家要求多得很，轻易也不见得收的。学门手艺也好，有手艺到哪里都不怕。女人也是一样，你们家的人算是从咱们村子走出去了。李正爷爷，走出去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会一辈子困在山里的意思，好的意思。你娘有本事啊！娘，你没有事了吧？我们下午出去玩吗？周琼看向李正，我不成，你们去吧，我就在这处休息。你们放心，我哪里也不会去。若是有东西要看着，就都拿到我这处来放着。那您就好好休息，若有事只管叫小二。周琼领着兰花跟小树出了门，结果刚到茶楼就碰到了魏峰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今日不当值，我出来转转，没想到又碰上了。既然碰上了，那我请你喝茶吧。上次的事还没有正式感谢呢。魏峰也没有拒绝，只是看了看他身边的小树跟兰花。周琼忙示意2个孩子叫魏大人。如今已经不是大人了，就叫叔吧。我娘说你们村子出了一点事，那日我见你确实是跟着村里李正一起来，有什么要帮忙的没？多谢，村里的事情已经差不多解决了，其实不算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帮着村里人讨工钱而已。怎么突然想着要送侄女进城学女工？职业规划啊，我以后想做一副行当，得提前培养人才。不卖药材了？若是能卖自然好，如今不是不让卖吗？对了，我听说了，你是因为万安堂掌柜的事儿受的牵连，我们其实算是同病相怜，你也不用太灰心，降下来了还能升上去的。你刚刚怎么了？我与你打招呼，你很紧张的样子。我最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，观察我，但是又找不见人，正想着就看见你了，大概是我疑神疑鬼了。你在县城与人有过节？没有，我人都不认识，哪里能与人有过节？大概是没有休息好，出现了错觉吧。茶喝过了，我该走了。魏峰走后，周琼几人也出了茶馆，没想到刚到街上，小树和兰花就被人挟持了。2个男人当街挟持小孩，竟是为了看女人背上的胎记。当周琼露出后背后，男人却突然就叫了起来。这时魏峰突然出现，抓住了其中一个男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总觉得有人跟着你？
我就在暗中观察情况。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？跟着我有什么目的？见男人不说话，这时魏峰加大了脚下的力度，男人瞬间表情痛苦扭曲。我们换人。荣英人？怎么会是荣英人？听说外族人心狠手辣，今日抓了小树跟兰花，这不行，得赶紧换人。我不管你们跟着我是什么目的，今日你们若是想要活命，就把人给我放了。你们先放，我再放。你们俩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我劝你们不要想歪心思。我数3声，大家一起放。魏峰说着就把男人往前推了推，接着数了3声，将人推了出去。对方大概是怕死，将人猛地推了过来，撞到了2人的身上。等2人接好人站定的时候，对方已经跑出了前头的胡同巷子。你们俩没事吧？此时魏峰此刻正狐疑地看着他。你怎么会认识荣英人？我怎么知道荣英人跟着我干什么？就上回我在县城晚上逛街，在他摊子前买了2块肉饼，我付过钱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找我做什么。此处危险，我送你们回去。城里混进了荣英人，这是大事，我得去一趟营地。魏峰兄弟，你有要事你就去忙吧，我们可以自己回去了。今日的事下着了吧，先不要跟李正爷爷说了，免得他担心。娘，我要坚持练好功夫，要跟你变得一样厉害。娘后背是有什么吗？那人捂住了我的眼睛，我没有瞧见。二婶，你后腰往上一点，有一块红色的记，我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印记，其他的没有瞧见。周琼心里一晃，还真有什么。今日的事情不许跟人说，不然二婶要没脸见人了。不说，我爹娘都不说。刚回到客栈，突然来了许多的士兵，二话不说就要搜查。魏峰的动作还真快。今日这又是怎么呢？怎么县城这样乱，带着让人提心吊胆？没事，听说是发现了荣英人，当兵的正排查呢，搜过了就好了。明日我们赶紧去衙门问问，有结果了赶紧回家，这县城待着太不安全。恰在此时，吴氏来了。今日县城怎么了？到处都紧张兮兮的。我本来还早到的，硬是在城门口等了大半个时辰。客栈里头倒是挺热闹。听说混进了荣英人，官府正追查呢。难怪。接着就开始问周琼跟兰花今日见师傅的情况。希望很大，但是还没有给正面的答复，要过2日再过去问问，成就坑，不成就只有另找了。有希望就成。若兰花真出息了，我定要给祖上叩头，咱们家也算祖坟冒青烟，出人才了。你要扣祖宗，还不如扣你二嫂，这事儿可是她办的，我就指着村里出新人，要扣也是我们扣。我就是感慨，觉得这日子一天天好了。对了，宝和叔，你们什么时候去衙门问情况？明日，不管明日结果如何，这县城都不住了，一天80文家饭钱可花不起。那是，若是工钱真讨回来了，村里头必须好好感谢我二嫂，她这回围着村里可是出钱又出力。若真是那样，我回去就会讲，不用你提醒。第2日一大清早，周琼就带着李正去了县府衙门。这2日你们的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我们交涉过后，对方也认了错，他们说连带着一起就领了10日的工钱，但是他们招工接人送人也有花费，只肯退7天的，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。你们看，若是觉得没问题，那我把钱退给你们，这件事情就当是了了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没问题，能讨回7日已经很好了。这回劳烦铺头了，多谢。随后，李正带着钱先回了村里面，周琼还得在县城多待2日。2日后，周琼带着吴氏和兰花来到赵夫人家。赵夫人，这位是兰花的娘亲吴三生，她是我的弟妹。听说兰花要到您这里拜师傅，特意求我带她过来看看，不知道您这边决断如何了？不管成不成，我们都尊重您的决定。周嫂子说话很是得体，倒不像是一般的乡下妇人。我们就是最普通的乡下妇人，承蒙夫人您看得上，愿意请我们进屋说话，是您大度。今日算是个好日子，我已经跟老爷那边通过气了，他同意我在府里带个徒弟。兰花，赶紧上前叫师傅，于夫人肯收你了。先别忙，我还是先把我这处的规矩说一说。您请讲。我从前虽然没有带过徒弟，但是也请过帮工，在铺子的时候也算是做了人家半个师傅，所以要求严格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兰花她没有基础，前面大概要受些打骂委屈，若是你们觉得心疼，那大可以今日做罢，我可不想教到一半被家里人上门指责。这个您放心，只要不是恶意伤害，以教学为目的的鞭策，我们能理解，孩子也能分辨。我教他还需看他的态度，若是发现他并不是个可造之材，那咱们也不能强求，而且教授的过程中，家里人是不能干涉的，不可随意来府里打扰。每个月月末可以让他回家3天。您的意思
事，让他就住在赵府跟着您。那是当然，我并不是时时有空，若不住在府里，怕不好挑时间，还是住在府里方便。怎么，你们难道另有打算？没有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每月要给您多少银子？吃跟住不用钱，算是我给徒弟的贴补，反正我也不给他发薪俸，但是他练针法要用料子，前期用普通的料子就行，到了后头若是针法熟了，可以改用好料子，这料子钱就得你们自己准备了。那这料子就劳烦于夫人帮着挑了，我们也不懂，下回来我让兰花带10两银子，若是后头用完了，他回去了，我们就给他补上。我知道你们钱来的不容易，我也不会乱挥霍料子，大概就先这样，你们想什么时候送人过来都行，把换洗的衣服备好，最好多备一套。那个于夫人，我想问一问，学这些多久可以出师？有天赋的人1年半载，于笨蛋努力的人几年也行，这不在我而在他。那这个拜师礼我们准备多少合适？上回我就说过了，我收徒并不为钱，是这位周嫂子点醒了我。我自负一手女工做得好，但是几年过去，又能有几个人记得？与其白白浪费，还不如教授于人。只盼着徒弟以后出师了，每年给我送上一件亲制的新衣，让我也感受一番被人惦记的滋味。师傅放心，做了您的徒弟，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，亲制新衣兰花不会忘记。以后兰花是我徒弟，我算他半母，你们与我便不用那么客气。我本人姓秦，名君梅，你们可以叫我名字。那我们就叫您君梅师傅，您能同意真是太感激了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把他送过来？要不就下个月初吧，正好我能找人收拾个屋子布置。那好，那咱们这就说定了。女人本是村里人见人怕的疯婆子，却靠卖药材发了家。现在县城禁止售卖药材，她只能把挣钱的目光转移到兔子上。宝和叔，这回你给村里人分钱的时候帮我个忙呗，我想要收些活兔子，若是咱村里有人能抓，我愿意收。行，这是小事，只是我怎么与他们说，你如何收？东南他们家从前卖兔子都是怎么卖的？这我不清楚，你还得问问他们家人。那要不等我明日问了人，再与您说怎么收吧。您帮着我跟村里人传达一下就好了。你们要收那么多兔子做什么？你们要做皮货生意，还是要做吃食买卖？您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们是做生意，不是买来自己吃？我若是如今还以为你们是买了自己吃，那我就真是个蠢的。你二嫂这样的能耐人，连官府的人都认识了，不做生意实在是浪费。只希望你们以后好了，也拿一只眼睛看看村里，能帮就帮一把。我这身老骨头不济事，怕是1年难管1年了。李正爷爷，您看着好得很，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。托你们的福，希望能多熬几年。第二日一早，小苗跟贵宝才知道他们昨晚已经回了。娘，你们回了怎么不叫醒我们？大前日3审他们还说你们怕是要晚几日回来，我跟贵宝还在猜要晚几日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回了。兰花姐姐的师傅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特别厉害的师傅。小树过来带他们去洗礼，你们先别缠着娘，娘要去找东南叔。娘想要收兔子，以后村里人抓到兔子多往咱家送。一说到兔子，贵宝立马就说：小树哥，你跟我来，咱家怕是又要有小兔子了，你帮我们看看是不是？咱家又有兔子怀崽了。看着像，我也看不太准，不过我这回信你了，这兔子生崽还真快。随后周琼就直接来到杨东南家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找我可是有事哦。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平日打到兔子拿出去卖，都卖个什么价钱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不是要跟你们抢生意，是这样的，我后头想跟村里人收活兔，这价格我却不清楚，所以想问问你们当个参考。你要收活兔？你们收活兔做什么？就想养一些，冬天能派上用场。若不是活兔，就只收皮子。你们去外头皮子怎么卖？我知道你们定是看中那兔毛了。我知道毛是个好东西，冬天暖和，但是不成啊，我们做不出好皮子。以前天冷的时候，我也想留一些自己用，把皮子肉刮得很干净，都还是不行。时间一长就臭。我劝你们还是慎重，做皮子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多谢东南大哥提醒，但是我们既然要收，自然是有我们的法子。目前我先收活兔，你方便的话，麻烦告诉一下价格嘛，我好跟村里人讲。我们拿出去卖兔子肉是12文1斤，没有水赶不上猪肉。皮子价格一般是20到30文1张，要看大小。才30文。周琼觉得外头的皮子商可真够奸诈的，用皮子做成衣服，转身就卖10几两，可不就是暴利？想到这里，他又开始高兴，看样子他也有做奸商的潜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多谢。
那个，你等一下，你只要活兔子，不要死兔子嘛。若是你能收我们，以后打到的就不用大老远跑到镇上去找买家了。我暂时没法子收死的，不好保存。你若是抓到活的，可以卖我按20文一斤的价格收。那我们以后猎兔子尽量抓活的，受伤了的行不行？只要能养活，受些小伤无妨。你只要活兔子嘛，若是抓到了活的野鸡、灵鼠那些，更或者是狍子那样的大东西，你要不要？要不你有东西了，拿出去卖之前提前问问我，我若是有需要也可以收，但是主要还是要活的兔子。知道了，我们以后有活兔一定紧着你。周琼得了价格消息，就直接去了李正那处。正好李正那头正准备让人去通知村里人过来领工钱，看到他也不意外。你消息问好了？问好了，若是他们卖就20文一斤收，不过要活的。好了，20文我知道了，正好我要叫人过来，等会儿就跟他们讲，这算是一桩好事。还是您跟他们说吧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过都过来了，这次讨工钱最大的功臣是你，你要不要在边上看看？村里的事情还是您主持，我就不瞎掺和了。好久没在家，家里还有事儿堆着，我不多说，要先回了。随后，李正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村里人，大家一溜烟的跑到了山上抓兔子。女人带孩子上山挖野菜，谁知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个2米的大汉，本以为是要打劫，没想到是要认亲。你别怕，我是专程来找你的，不会伤害孩子。你到底是谁？跟着我干什么？胡文样，这是你女儿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叫胡娥样，我叫周琼。这时，周琼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大概的确认，但也只能强装镇定，毕竟这个身份要是传出去，那是要出大问题的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弟弟阿娜。你是荣英人，怎么会是我弟弟？你赶紧走吧，上回城里已经在到处抓你们了，若是被他们抓到，你们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？我是你最亲爱的弟弟，以后腰上的胎记就是最好的证明，你就是胡文样啊！阿姐，自从你17岁逃婚出来，我整整找了你12年了，12年啊！你怎么能说不认就不认？娘，这位叔叔是你的弟弟，你找到亲人呢？别胡说，娘不认识他。周琼虽然知道这大概是事实，但是他如今好不容易安定，他不想惹祸上身，就当他对不起原主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就算你害怕被人知道身份，但是此处无人，你认了我又何妨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阿娘每日以泪洗面，她无法入关，只盼望能早日找到你，了了她的遗憾。阿姐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叔叔，我娘先前病了，以前的事情她不记得了。小苗，不要乱讲话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知道阿姐不会这么狠心对我们，肯定是有什么苦衷。你赶紧走吧，不管如何，我如今是这杨家村的人，我叫周琼，与你的身份不相干，你莫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被人知道了，你我都不好过。可是阿娘还在等着你回去呢，这2年她身子越发的不好，阿爹娶了新妇，对她越发冷淡，若不是心里挂着你，她怕是早就撑不住了。阿姐，你何时能与我回家？哪怕就回去看她一眼就成，只要她知道你在外头过得好，她便能心安。你莫要再说了，我都说你认错人了。这时，周琼突然听到不远处似乎是有人过来了，她心里一惊。你赶紧走，不然我叫人过来了。我还会再来找你的。随后，2人就直接回了家。今日山上的人多不多？反正碰到了不少，如今都想抓兔子挣钱呢。听说李正的动员做得不错，好多户今日都上山了。小树跟德宝还有旺地没多久就回了，收获也不多，不过比他们的要多。最后天快黑的时候，兰花才带着贵宝回来。奶奶，我们今日找到了不少，你看。果然还是你们的收获多。你们去哪里呢？怎么这么晚回？兰花，灶房温了饭，你吃了饭再回去吧。不了，奶奶，回去晚了，我爹娘担心，我这就走了。咱兰花真是个好姑娘，这马上又要学手艺了，只怕学成了以后，村里后生没人配得上了，以后可有得3生发愁的。娘，你怕不是说错了，她好那定然是别人求娶，弟妹她最多是看怎么挑好的，哪有仇可言，这属于瞎操心了。正月16，杨公才家的屋开始砌砖，周琼跟冯氏都去帮忙。大家正在干活时，兰花却跑了进来。娘，我好像在村里看到姑婆了。哪个姑婆？咱家姑婆啊，跟大伯一起呢。咱还有个姑姑吗？似乎好像听说过，但是没见过。爹有个妹妹，嫁出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就见过几次而已。来就来吧，她肯定是上大哥家，从前来也是住在大哥他们那一处，我们最多一起吃个饭。小叔他姑婆来找我们做什么？你姑姑那个人一向偏心老大那一方，她来了你就做一顿饭，好好招呼着，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。娘，你与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姑姑那个人不好相处？
他那个性子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不过这么多年没有见，我也不知道变没变一些。他是过来做客，来了咱们好生招待着就成了。这时大水找了过来，他看见周琼也到了院子，忙笑着走上前。二婶、三婶，姑婆来了，我爹让我叫你们过去吃饭呢。我如今已经不是你二婶了，况且我这边饭已经做上了，他们的也做上了，不如下回吧。可是姑婆来了。那你替我跟姑姑说一声，让她下午来我们这处吃饭，我们定金好地主之意。对，我们中午就不过去了，这边的饭已经煮上了，下午让姑姑过来吃。大水请不动人，咬着唇走了。大哥家这回是开了天荤了还是咋？吃饭居然还知道叫人了，真是第一回啊！对了，姑姑叫什么名字？叫三春，比咱爹小2岁，算算今年也50多了。原本是嫁到张家村的，后来他家里有人做了小生意，搬到隔壁县去了。照这么说，姑姑家条件挺好的。是挺好的，上回来还是几年前，来的时候带了不少的东西，但是都送到大哥家里去了，我们是连个影儿都没有看到的。果真是偏心。二嫂，大哥让去吃饭，我们不去会不会不好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若是真有心叫我们，肯定的早来，哪里会等到吃饭的这个点儿才来说？晚上若是姑姑来，咱们合着一伙好好款待就是了。结果他这话还没有说完多久，杨公方一家人就领着杨三春过来了。男人为了自己200个月的儿子能娶上媳妇，想借用周琼家的房子来相亲，但一想到自家和周琼的关系，就直接绝望。随后找来自己的姑姑，说和自家和周琼的关系。这处屋子做的还算不错，倒是个能住人的地方。姑姑，小树他们这处何止能住人啊，他们家里还有暖炕，我之前跟您说过的，睡在上面就算是不盖被子也是暖的，等会儿您看看您就知道了。二弟妹，这是咱姑姑今日过来的，叫你们过去吃饭，你们不去，没法子，我们只好过来了，也别下午了，就中午一起吃吧。我说了让姑姑过来吃饭，什么时候说过要招待你们呢？你就是之前的那个丰富，收拾出来倒是比之前看着好许多，只是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你好歹是我们杨家的媳妇，有你这么跟大哥大嫂说话的吗？我说话难听，是有人面皮难看才对。姑姑你不经常来，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跟他们家已经断亲了，说出去就不是一家人。既然不是一家人，我为什么要糟蹋好好的粮食？你们的事情我已经听你大哥讲了，其中多少是有些误会的。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，哪有说断就能断的？今日我来了，正好可以给你们说和一二。我听老大说，他们已经给你认过错了。姑姑，您今日若是过来吃饭的，我们欢迎；您若是过来说教的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不愿意听。我听老大说了，你如今有些能耐，但是有能耐也不能不敬长辈吧？你如今还是我们老杨家的媳妇，对我说话就是如此态度。我的态度怎么了？从你们进门就没有听到你嘴里说我们一句好话。三弟妹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今日又不是我们故意来的，我们请你们过去吃饭，你们不去。姑姑又说好久没有见到小树，这才过来的。好你个牙尖嘴利的妇人，从前发疯的时候倒是没有看出你的厉害，你再厉害如何？这里是我们杨家的产业，说白一点，你也是个外人。你若是对长辈无礼，你信不信我请祖宗家法让李正把你从我们这房休了？你当你是小树娘，就什么都能做主了，小树才是当家人。杨三春见他油盐不进，对着一旁的小树说道：来到姑婆这里来，你是我们杨家正苗，可不要被你娘带歪了，连自己的正亲都不认。姑婆，您不要这样说我娘，她不是外人，我们如今的所有都是我娘的，不是我的。好啊，好得很，你们这一房真是出人才，有了富贵兄弟都不认了，都是你这个妇人，你看看把孩子都教成什么样子呢？姑婆，你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可如何是好？我们这边要开饭了，姑姑，你想留下来吃饭那就留下来，只是莫要在此处放疯癫。我不是你儿媳妇，你也别想着能拿捏我。走走，谁稀罕这样一顿饭？公方陪我找祖老去，还有李正，今日我定要好好治一治这个狂妄的疯妇，简直是无理至极。一群人乌拉拉的来，又乌拉拉的走了。还得是我二嫂这样的，姑姑怕是昏了头了。你看她今日说的话，谁听了不生气？你就少说2句吧，没听见姑姑她说要去找祖老。找就找，你当如今还是从前？村里的人可不傻，他们难道会为了咱姑姑惩治二嫂？疯了吧？下午他们在杨公财处做活，由婶子来说闲话说到了那头的事情。今日三春来了，听说一来就找了祖老还有李正要评理。他说花娘不敬长辈，要族长把他从这一房休了。哈哈，真是好笑的很。
族老们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就劝她别生事端呗，说她都嫁出去了，娘家的事情少操心。我就知道村里人不会糊涂，就老大那一家子不说我们，其他人也不喜，谁会站在他们那头得罪二嫂？我来的时候，你姑姑她正在村头闹着要走呢，也不知道走没走成。三春那个人我都说了，就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对老大那一家子又偏心，这回不如愿，怕是狠狠的伤了面子，怕是下回不会再来了。大哥他们这是自作自受，你说他们这个样子还想着跟二嫂和好，真不知道脑子是怎么想的。他毕竟是大哥，您少说两句。你这么维护他们，以后你跟他们过去好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杨三春又找到了周琼，说想借用周琼的房子去相亲。想拿我们的房子骗婚，这又是那杨公方想出来的好主意吧？想都别想。这不过是举手的事儿，你怎么就又不同意？又没有让你掏银子，又没有让你帮忙接待，只是借一日房子，你怎么就这么小气？三春啊，骗婚可不是小事，人家姑娘就算是现在看到房子同意了，以后嫁过来发现被骗也是会闹的。闹就闹，都生米煮成熟饭了，难不成还想回家？现在才是要紧的。你们这样坑人就不会良心过不去？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反正我是不会借房子做这样的事情的，丢人。我们老杨家怎么就买了你这样的一个疯妇，油盐不进？姑姑，我今日对你已经是很客气了，您若是安安分分吃顿饭，我们还可以维持一下表面情谊，若是再打歪主意，那我看这饭也没什么吃头，您请回吧。你当我愿意在这处吃饭啊？你这样绝情，以后不要妄想我再登你们家的门。女人为了做出上等的皮草，准备到县城购买大量白石，结果跑了几家药铺才收购到2斤。驾车回家时，想着这次就走了神。这时对面一人飞快地向他冲来，等他缓过神来一看，竟是阿娜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处离县城这么近，官兵正在抓你，知不知道？很危险。呼伦央，这次你务必要帮帮我。我知道你不记得我们呢，但是我们在这处没有援手，除了你，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。我求你。你上车先，这样别人都看着我们会很奇怪。对方一听，忙上了牛车，周琼也赶动车子。你以后叫我周琼，不要叫我呼娥样。那我叫你阿姐。你知不知你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会很麻烦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认识你，就算真认识人，那也是以前的事情，以前的事我早已经忘干净了。阿姐，你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记得，阿娘记得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能说不认就不认呢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你救救呼和吧，他被当兵的打伤了，很危险，我不能带他去医馆，别人发现我的身份就会报官。呼和，我的仆从，那天你们交过手的，阿姐，我没想到这么久没见，你居然学会了功夫，从前我让呼和教你都不肯学的。你们为什么要一直逗留在此处？他在哪里？你们住哪里？你往前再走2个村落，过了岔道口我带你走。我可是先与你说好，帮你去看看，可不表示我承认是你姐姐。你们有机会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待在这里迟早要出事的。二人跑了许久，过了村落，进了一个岔道口。你一直往前，拐过村子有一片荒的，那处有户茅草屋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你们在这处住了多久？你丢了以后，我们就在这处安了个家，每年都有回来住一段时间找人。没想到真找到了，我们走了许多的地方，因为身份不便，寻找比较困难。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算是找到你呢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还在卖饼，你难道就不怕吗？我的口音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比起呼和好许多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不多说话，都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别人好奇我就说我是南边来的，食客们不会怀疑什么。主要是我出来找你阿爹很生气，断了我的钱饷，不挣钱就没有来源，就没有办法继续了。来到茅草屋时，只见一个男人正反躺在那里，背上破碎的衣服露出扎着的布条，已经被血全部染红了。他前日背部被砍了一刀，晚上就昏迷了。我不敢带他去找大夫，知道你昨日进了城，原本想冒险混进去找你，结果半道遇上了。阿姐，我求你，你救救他吧，他陪我一起出生入死，我不能看着他死。周琼看看伤口，心里直犯愁，怎么总是让他碰到这样的事情？你们不敢去医馆，怎么不找村里人帮忙去看病？这一看就是刀伤，若是别人问起不好解释，而且我们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看病的银子。行了，你把他挪到我车上去，我带他去医馆，你就当个哑巴，不要说话，谁问都不要开口，知道吗？我们去哪里的医馆？秋河镇，那里我熟，其余的地方我没有把握。好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我从现在起就做个哑巴不说话了。下午时分，周琼赶着车子直接去了给吴氏看病的那家医馆。周嫂子，你这个时辰过来可是为了拿药？前日杨小哥来，我可是给他开足了几天的药，不宜多吃。不是的，掌柜，今日来是有个棘手的事情要帮忙，他受了重伤呢。
这么多血，这到底是怎么伤的？他们路上碰到打劫的呢，本来身上就没有2个钱，自然是舍不得给，结果就被砍了一刀。我也是看他们可怜，能帮一把帮一把。掌柜，你先治着，这钱我会帮忙垫上的。这年头像周嫂子这样的好心人可不多了，把她放在床上吧。经过大夫一通花里胡哨的操作，伤口总算止住了血。好了，我开点药，你们就把她接回去吧。大夫，他不留在这处养伤吗？我这也是为了给你减轻负担，他这是外伤，能好就好，不能好养着也没有用。拿了药，你还是让他们回去好生照顾着吧，记得3日换一次药就成。最后拿了药，大夫也帮忙把人抬上了牛车。周琼看着这2个男人说不出的心酸，还是决定将他们带到自家去养伤。到我家以后，你们不要乱讲话，特别是不要跟我家里人乱讲话，听见了吗？若是你们不配合，那我到时候只能把你们赶出去了。阿姐，你要带我们回家，回你的家吗？那我们还需不需要装成哑巴？少说话就行。女人只是去了一趟县城，回家时竟带了2个2米的壮汉。第2天，吴氏来找周琼，看到家里有陌生男人，被吓了一跳。二嫂，你这屋子里怎么会有陌生男人？我昨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的，有一个人受了重伤，看他们可怜，让他们待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。二嫂，让2个陌生男人住在家里多危险啊！而且若是让村里人知道了，到时候又有不好的话说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等他们好了，我立马就把他们偷偷送走，不会让村里人知道的。那我得提前跟他爹还有孩子交代一下，看到了不要咋咋呼呼，跟我今日一样。随后，吴氏又想到了重伤的人。那人很重的伤吗？你不怕他们在家里出事啊？昨日已经去过医馆了，慢慢养着能好的。这时阿娜跑了过来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活兔？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吧？听口音有些怪。你好，我叫王仲江，南方永安县人。你们怎么会养这么多的兔子？兔子要怎么样？阿娜这话原本只是随口问问，吴氏却产生了警惕。这我们就不方便告诉你呢。阿娜见吴氏对自己有所警惕，自己就回了屋子。二嫂，我看这人不简单，他是南边人，不会是来偷手艺的吧？你想太多了，他来之前又不知道我们家养兔子，单纯的好奇而已。你这样说也对，不过我还是觉得留他们在家里不好，等人好的差不多了，你还是将人送走好。明日我们吃兔肉吧。吃兔肉？咱们如今还缺兔子，为啥要吃兔肉？其实制皮子我也没有试过，只是从前听说过，不试试万一失败了，那这样兔子也只能卖肉，挣不到大钱。我还是更希望挣大钱。你的意思是明日试着剥皮制皮子？傍晚，小苗看见了阿娜，随即就找到周琼。娘，那里头的人是不是上次咱们在山上碰到的人？说是你弟弟的那个人。小苗，他是那个人，但是这话不能往外说，咱们就当他是个客人就好了。他的同伴受伤了，如今在咱们家养伤，等伤好了就会走的。我知道，我不说。周琼觉得这样不是办法。阿娜他们上次还劫持了小树跟兰花，小树也是认识的，随后还是叫了小树和冯氏，准备说这个事。你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制皮子的事儿？3声都跟我说了。不是，是关于我的身世。你知道你的身世呢？你想起来了？娘，怕是有些复杂，你先听着。这个事情还要从县城说起。小树，你还记得上回在县城我们碰到了2个人，他们要看娘后背的事儿吗？娘，你不是说这事情不能说的吗？你怎么自己说了？你们在县城碰到哪人呢？您别慌，听我把话说完。那2个人就是如今在咱家养伤的那2个人。娘，你说咱们家的那2个人是上次的那2个人。贵夫说了，那2个可是荣英人。你把荣英人带回来了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外族人不是好人。那如果我说我也是荣英人呢？这个事情我本也可以想法子瞒着，但是你们是我的亲人，我不想骗你们。娘，你要跟他们走吗？娘不走，自我有记忆开始，我就生活在这里。就算我是荣英人，但是我也是杨家村的媳妇。娘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就是我娘。阿琼，你突然与我们说这些，真是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虽然觉得你身世不简单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是外族人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是你的亲人吗？听那个年轻人的意思，他应该是我的弟弟，另一个是他的仆从。只要不是伤害你的人就好。第2日制作兔皮时，阿娜也在一旁看着。
我们也制皮子，不过制的是羊皮。你们制羊皮怎么制？用什么东西制？怎么做皮子不会臭？用一种石粉泡，要泡许多天。其实泡过之后的皮子也有气味，只是没有那么臭，而且不会腐败。冬天做衣服穿起来很暖和。你说的石粉是这个东西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原来你们也懂制皮子。懂是懂，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多少，多了寻不到。你想要这东西？周琼点了点头，他没有继续问，而是将兔皮拿了过来，教杨公才夫妇包表面的筋膜。看样子这手艺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，是我想简单的而已。随后，周琼跟吴氏他们帮着把无患子果皮剥出来，用水搓洗出泡以后，将兔子皮放进去搓洗。你们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洗？要把皮毛上的油脂去干净。你们那里制皮子不用先清洗吗？没有，我们那里没有这样的东西，都是直接泡然后晾干。洗完后，周琼接了半桶水，往里头放了2两的黄米面，又放了2两的芒硝，然后搅拌均匀，将皮子泡了进去。这样泡着要泡多久？7天，每天都要翻动一次。原来这么麻烦，难怪别人都不知道。你们家里也是这样泡的吗？差不多，加的东西略有不同而已。行了，放着就行了，等7日后晾干就知道成不成功了。你怎么突然想起了做皮子？是不是想起了一点从前的事？他怎么知道你把以前的事情给忘了？大概是昨日我跟我娘聊天的时候不小心听到了吧。失忆这个事儿不常见，听见了难免好奇嘛。东西都弄好了，他谢过杨公才跟吴氏，就准备去镇上一趟。结果车子刚到村口，就碰到了一群外村人进了村子。回来的时候就听说杨公才今日跟杨公芳2家打起来了。男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，竟想用别人家的房子来骗婚，这恰好被吴氏撞见，随即立马拆穿了他们的骗局。眼见自己的好事被破坏，2家人直接打了起来。周琼得知消息后，立即看杨公才家看看情况。二嫂，你从镇上回来了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是刮破了点皮。你今日太冲动了一些，我不在，你与他们起冲突是要吃亏的。杨大水、杨二水都已经是成年了，你们2个哪里打得过他们4个？若是我在，他们也不敢动手。我就是气不过，凭什么钱都没2个在那里充胖子？你当这真是他们一家子的事啊？我们连着亲，若是那头到时候觉得上了当，我们也是要挨挂落的。你今日确实是冲动了些，人家相亲是大事，当面拆台他们自然恼火。你怕出事可以借村里人的口让他们知道，这样直直的冲上去把这事儿搅黄了，他们不打你打谁？哼，杨公才，你的意思是我今日这打挨得该？没有，我哪里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说你不该自己冲上去，吃亏不是。我吃亏是得了谁的利，还不是你那个好大哥？你就说吧，你是不是非要留着这样的一份亲？你是不是欺我与母家没了来往？杨公才眼见的吴氏越说越气，越说越伤心，他也没辙呢，只能求救般的看向周琼。你也不要仗着理不饶人，那一家子是有错，但是三弟他始终帮着你，有什么错？不过是嘴笨了些。我刚刚在外头听到了，你想断亲，但是三弟说的也没错，这断亲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们断亲那是那家子提出来的，除非他们提。那咱们这样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受他们欺负，我做个房子都要顾虑他们。你不断亲并不表示不能不与他们来往啊！你若是跟我一样，实在是受不了那一家子人，你就从今日起他们的事一概不管不顾，上门找你们，你们应付过去就是了。三弟，不是我唆使你们断亲，但是那一家子三观不正，不会有什么好果子，你们还是离得远些好，不然总会有跟着吃亏的一日。我知道，我们原本就没有怎么来往，如今就更少了。这门亲断不断不都是这样，偏他非要从文书上断，这闹族谱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不多说，你们2口子说话有商有量，别再被别人影响了。几日后，周琼和吴氏在院子里整理兔皮时，突然贵宝跑了回来。小树哥，小树哥，快来，村里有热闹看。哦，你跟三婶说说是什么热闹，我也想去瞧瞧。咱村里来了好多带刀的人，都在李正爷爷家里，看着可威风了。大丫跟山平哥都去了，德宝让我来喊小树哥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去把我们家那兔崽子找回来。贵宝，老实在家待着，不许乱跑。周琼直觉大事不好，吴氏走后，他直接去了阿娜他们的房间。不好，村里可能来官兵了，你们先带着东西上山躲躲，稍后我再去找你们。人走之后，他关上后门，把3个孩子叫到了跟前。等会儿若有人问咱们家有没有来过陌生人，你们就说没有，听见了吗？千万记住了。娘，有人来抓他们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小心就是。果然，没多久就有一群官兵进了院子。你们别怕，这些官爷是来查外族奸细的。他们听镇上药铺子的人说你之前救过一个受伤的人，想来问问情况。官爷，救人也犯法吗？你救的人呢？你只不知道他们的身份。是好多天前的事呢，他们身上没有钱，我带他们去看大夫，替他们垫了钱，看过之后他们就走了。至于他们的身份，我看过他们的户籍，是南边的人。怎么呢，官爷？他们有问题吗？
看完就让他们走了。我听说你可是给他们垫了5两银子，你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这么垫了5两银子。当时那2人看着很可怜，他们被人打劫了，身上钱都没了，就趴在路边等死。我若是不救他们，他们就真的死了。官爷，他们家在咱村子条件不错，你看他们房子就知道了。周琼这个妇人就是热心，在村里谁家有事都会帮一把，她肯定没有勾结荣英人。她嫁进咱村子10几年都没有怎么出去过，哪里认识什么荣英人？不会的。当兵的虽然没有继续问什么，但是还是让人进屋，把屋子前后都搜了一遍，最后只能无奈走了。当兵的刚走没多久，吴氏夫妇就带着孩子们上来了。二嫂，他们找的是不是你带回来的那2个人？二嫂，你怎么能葬荣英人呢？太危险了！今日他们问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忍不住的抖，就怕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。你不知道那些当兵的多凶。杨青山说话本来就喜欢开玩笑，被他们白白的扇了一耳光，大家都吓了个半死。这回算是我连累了大家。没有的事情，你也是好心救人。我看那2个也不像是坏人，肯定是他们搞错了。村子里闹哄哄了一下午，一直到傍晚的时候，阿娜他们都没有回来。天刚黑没多久，后门响起了声响。周琼听到声音，连忙开了门，果然是2人回来了。2个男人半夜敲响了寡妇家的大门，寡妇非但没害怕，还高兴地给他们开门。你们回来了。阿姐，我们该走了。当兵的已经走了，你们现在走他怎么办？他的伤还没有好呢。他好的差不多了，行动没有问题。今日当兵的来虽然没查到，但是保不准下次还来。原本我们想直接就走的，但是又怕你们担心，所以还是过来告知你们一声。那你们稍等我一下。这是我让娘给你们做的鞋子，才刚刚做好，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们试，你们就要走了，带着吧。阿姐，以后若是安全，我还会再来看你的，咱们还会见面的。我会告诉娘你的讯息，她知道你还活着，肯定会很高兴。拿着这个钱去给你娘买件合适的衣服，剩下的你们留着自己用。安全起见，还是回村子把伤完全养好了再走，不然路上伤口崩开了，最是麻烦。阿姐，你要好好的，等我回来看你。说完便转身带着呼和走了。第2日，吴氏知道他们走了，替周琼他们松了一口气。走了好，他们大概也知道住下来会给你们添麻烦，走了就不用担心了。周琼没回话，而是看着他背篓的猪草。每日要吃这么多，这才多少？猪仔吃不了多少的。到了6月以后，那才是吃得多的时候。每日半天的时间都花在上山给他找吃的上面。养头猪可不容易，不然大把人养去了。我倒是想跟你一样，在院子外头给他种些食，但是又觉得不划算，还是有空就找划算。下午，妯娌2人一起约好上山去砍柴火。咱附近村子哪里有木工活做得好的木匠没有？家里家具太少，有时候很是不太方便。好歹多打2张桌子椅子，房里有个坐着喝茶的地方。那头张家村就有木工啊。二嫂，你想做什么东西？就房里添些家具，空空的啥都没有，看着怪。你上回说制皮子的材料找不到多的，你想到办法怎么找了没有？没有，什么时候方便再去县城看看吧，总要想法子的。这时吴氏惊叫一声，周琼被吓一跳，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就看到前面树上挂了一个人。二嫂，咱们碰到吊喜鬼了。周琼却不怕，直接跑了过去，用手摸了摸那人的手。弟妹，快来帮忙，还没有死，手上还有温度。这不是大风家的杨欢吗？怎么就这么想不开？怎么办啊，二嫂？还能活不能活？要不我去通知他家里人吧。周琼掐住他的人中，见半天没有反应，他又开始按压他的胸口。周琼按压了好久，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。原本一动不动都有些微僵了的人才总算是有了些动静。二嫂，他眼皮在动，他活过来了。小欢，你看看你认不认识我？刚刚太吓人了，若不是你周婶子，你这会儿都已经见阎王了。杨欢看清楚眼前的人，突然就哭了起来。你怎么呢？是碰到难事儿呢？要不要我把你娘叫过来？吴婶子，你不要告诉我娘，我求你，求你不要说。小欢，你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一些，但是你也不能做傻事啊！你这样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这里，你家里人知道了该多难过啊！你得为他们想想。你连死都不怕呢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听说你爹娘为了你还专门做了屋子，可见他们心里是疼你的。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难听话让你想不开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？人家要说就让他们说去好了，你要想开些，有些困难日子长了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婶子，我不怕别人说，但是我怕我在家里让我爹我哥他们为难。我是一个被休的妇人，回家也只会拖累家里。女人被丈夫一纸休书赶出家门，回到娘家，嫂子看着比富裕的家庭又要多一个吃饭，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娘家。为了不给家里人拖累，女人一时想不通上了吊。好在周琼和吴氏就将救下，经过慢慢的劝导，女人解开了心结，下了山。二嫂，咱们今日救了人，算不算是积功德呢？
你还信这些？我信啊，我信好人有好报，咱们以后都会有好报。他们家是太困难了一些，我想着那砍柴换钱实在是不怎么行，干脆下次我带他挖药吧，挖了我来收。二嫂，你说行不行？风险都是你兜着，怎么还问我行不行？我在想，他心里有轻生的想法。如今虽然好了，但是若是继续被现实打击人，只会越来越封闭。咱们适当的时候该拉一把还得拉一把。你带他挖药，我回去与我娘商量一下，看是不是垫一亩田给他种着，这样他看到希望以后才能越过越好。这个法子好，我们也可以。如今家里4亩地，垫1亩出去到秋日收成也是绰绰有余的，而且垫出去是有粮收的，5、6月的时候还能省些活。你们就算了，你都不想与那头打交道，到时候把地垫给别人不垫给他们，到时候人家又有理由上门了。什么事情都还得考虑他们一二，真烦心。好了，总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你们做了，不是要积功德吗？咱们1人1份，你以后上山就带着他吧，这挖药再不好比上山砍柴卖可强多了。两人下午砍好了柴，一起下山回了家。冯氏听说周琼想垫1亩田给杨欢，并没有反对。垫田你不是应该垫给杨大丰一家，怎么是垫给杨欢？租粮你准备怎么收？我主要就是想帮帮他，他如今回来立足困难，若是家里知道他能够自己顾自己，好一点还可以接济点家里，兴许日子就不那么难过了。咱村里垫田都是4、6分，我也不缺那点粮食，就得扣税后的3成就行了。你呀，就是心肠好，村里人都想帮一把。我可没有娘你说的那么善，我也是要看人的。你今日倒是让我有些意外，我想着你跟小欢也不熟，怎么就突然想着要帮他呢？周琼自然不能说山里发生的事。我与他不熟，兰花与他熟啊，我帮他兰花应该高兴。弟妹今日还说要带他去挖药呢。让他帮着挖药，现在药材不是不让卖了吗？先刨着好放着吧，等多了我们再去，该找人还得找人的，能赚钱面子那些都不算什么。周琼怕那傻丫头第2日真去砍柴卖钱，下午吃过饭，他就与吴氏结伴一起去了杨大丰家。今日是什么风把你们俩吹来了？快进去坐。不用客气，我们今日就是来找小欢的。找小欢，是不是他哪里冲撞了你们？没有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是这样的，小欢他在夫家那头的事，我们多少听说了一些。他受了欺负，如今回来，我见他觉得这孩子十分好，便想着帮帮他。我们家有4亩田地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想垫1亩地给他种着，到时候收成交了税，给我3成就行。你觉得呢？花娘妹子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你要把田地垫给我们家小欢种？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不是诓我们的吧？你愿意垫1亩田地给我们？我嫂子说话那是响当当的，她什么时候骗过人？也就是你们家杨欢讨人欢喜，换作是别人可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。太好了，爹，家里多了1亩地，咱们明年的粮食就不用愁了。明日我就把孩子娘接回来，有了这亩地，咱家的事情就解决了。杨欢看着周琼，眼泪忍不住就要掉下来。周婶子，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呢。我娘说前些时你们给我们家送了许多的粮食，如今又这么帮我们，你们家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。我也不是白送你，你种好了我能得3成粮食，我也不亏。好了，事情跟你们说了，明日你们去土地打理出来就行了，我们回去了。这就走了。小欢，你送你2位婶子，今日你可多亏了他们。随后3人一起出了院子。小欢，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讲，我跟我二嫂有做一点山货买卖，只不过如今县城不让卖了，但是我们这头偶尔还会收一点。这样，下回上山我教你认东西，你以后找到了可以卖给我，这样你就不用去砍柴挣钱了，山货肯定比柴货值钱。县城不让卖婶子，你们怎么还要收？收了卖不出去，那不是要亏钱？不让卖是不让卖，偶尔运气好也可能能卖掉，收你一个收不了多少钱的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只是这个事儿你就不要跟人说了，万一别人想卖钱，结果发现卖不了，怕要惹麻烦的。吴婶子、周婶子，你们这样帮我，我日后一定报答你们。傻丫头，这有什么？就送到这里吧，我们回去了。男人只是去县城找工作，不识字的他却被人骗签了征兵文书。当他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在军营了。一想到自己会战死沙场，妻儿无依无靠的样子，他悄咪咪逃了出去。结果通缉令就下发到了杨家村。周琼跟吴氏傍晚从山上回来，还没有进村子就被山平给截住了。婶子，你赶紧去李正家里一趟，叔他出事了，村里人都在找你们呢。吴氏整个人一慌，急急忙忙就去了李正家。
宝和叔，我们家公才怎么了？他不是出去找工了吗？你有他的消息？今日村里来了2个当差的，问村子是不是有个人叫杨公才，问人在不在。那2个当差的说他是逃兵，让我们不要妄想私藏，私藏是大罪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公才什么时候去充兵丁了？逃兵？他怎么就变成逃兵了？他明明就是去找工了。宝和叔，当差的除了说他是逃兵，还有说什么没有？别的也没说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说自行回去还能免除一死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吴氏听到死字，直接急得晕了过去。周琼紧张地扶住了他。回到家后，吴氏醒来就哭哭啼啼地说道：二嫂，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要怎么办好？你先冷静，听我跟你讲，我们要先一步军营那头的人找到三弟，问清楚事情的原因，不能莽撞。这个事情可大可小，找到人之后，我们要去县城找人帮忙，看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办。你要去找那个魏峰，万一他知道了，把公才抓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是后话，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找到人。你没有听说吗？自行回去还有希望。三弟他进军营肯定不是自愿的，不然也不会跑了。随后2人乘着天黑来找杨公才。杨公才听出了他俩的讲话，也冒出了头来。周琼最后把他带到一处偏僻的房屋，杨公才就讲了事情的经过。第2天没办法的周琼只能来找魏峰。几位大人，今日魏峰没有当值吗？你找他做什么？魏大人如今不在这处。周嫂子，我认得你，刚刚就看你转悠好久了。你是找我们头吗？他示意周琼跟着他站到了一个无人处。头儿如今不守城门了，他抓荣应见习去了。他是在军营吗？今日不在，我不是说了，他去抓荣应见习去了。小哥，你帮帮忙，我找他有急事，你就告诉我上哪里能找到他。这可不能随便透露，嫂子您就别为难我了。你拿着喝茶，你就告诉我个地方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胡说，我就说是误打误撞碰到的，绝对不会扯到你头上。你出城去找，他们去东陵山了。东陵山就是四洪镇的那个东陵山，多的我不便多说，你去问就是。你最好不要上山，那处如今危险。多谢你。得了准确的消息，周琼不敢耽搁，赶着牛车就出发。车刚到山上，就见到魏峰在地上躺着。醒醒，快醒醒！见人没反应，周琼立马对他展开施救。我居然还活着，满身的伤，离死也不远了。你先带我去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不然我怕附近还会有敌人。你今日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你怎么知道我来了这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你帮忙。你们军营对待逃兵是怎么处置的？逃兵可没有什么好下场。若是自己悔过回去的，30军棍；若是被通缉抓回去的，直接斩首示众。怎么，你有认识的逃兵？是我三弟，他去城里找工被人骗了，被骗去征了兵，自己逃了。我想问问有什么法子能救他？他逃几日了？你最好与我说实话，找到他人没有？前日逃的人我知道在哪里。行了，明日肯定有人找来。等我们下了山，我来想办法。真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你都救了我的命呢，你放心，反正不会让他被砍头或者打军棍。我三弟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做？我们下山的时候带上他一起进城，我有法子。那有没有办法让他从军营除名？你把真丁当儿戏啊！入了军营，除非到点不续或者尸身抬回去，轻易是不能离开的，不然一律按逃兵论处。没法子了，先把生死一关渡过去再说吧。第2日，周琼把杨公才叫了出来，跟着魏峰去了军营。吴氏只能远远看着。二嫂，你说我不会做寡妇吧？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弟妹，等会儿回到村里，若是别人问起来，你就说三弟他确实是去当兵了，逃兵的事情是别人搞错了，就说他在军营好好的。那若是村里人问他为啥去当兵，怎么当的兵，我怎么说？你就说他自己的打算，其他的不清楚，糊弄过去就行了。他这回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我们只能日日在家干盼着。今日那魏峰的情况不好，我也不便多问。等下回兰花回来的时候，我与他一道进城，借着探病的由头去魏府看看，顺便问一问情况，好让你安心。多谢你二嫂，这回若不是你相公，他真的就只有等死了。你都与他说了，我能照应你们。三弟不在，你得坚强些，以后家里都得靠你撑起来了。二嫂，有没有什么法子让相公他离开军营？这个我已经问过了，除了到了3年期，怕是不太可能。弟妹，你别太担心，咱们如今就盼着魏大人好好的。他之前怎么说也做过都知，听说是个蛮大的官儿。这回我又救了他们的人，不论如何，他们都会加以关照的。军营的人都重情义之感恩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。
幸亏有你，不然我们如何过得下去？你说老天爷也是，这眼看着日子要越来越好，突然又出了这么档子事，只怪我太心急。若是当初不想着多挣钱的话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呢。想多挣钱有什么错？我一直都想要多挣钱。咱们家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怕是大哥家那头要有话说了。杨公才只是参了军，没想到杨公方一家却以为杨公才当逃兵被问斩了。为了不被连累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到吴氏这儿发难。杨公才去了哪里？是不是被问斩了？眼见杨公方一家人围在了吴氏的身边，几个孩子很快都跑了过来。不许欺负我娘！我们哪里是欺负你娘？你还是忘你爹如今如何了吧？前日官兵进了村，他们去寻人，结果周氏他一身血回来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是不是你爹没了都不好说？你胡说！大嫂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胡说八道了。公才他好好的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他当兵去了，如今人在军营。他好端端的为什么当兵？当兵那是要上战场的，是要拼命的。就你们家如今不愁吃喝的，谁会傻了去做这种事？你们定然是有事瞒着。爹，你莫听三婶的，三叔肯定是出事了。前日我可是听说了，三叔他当了逃兵，逃兵被抓住是要杀头的，而且会祸及亲属，说不定如今已经被斩了。哼，你老实说，公才他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事了？三生他不是说了吗？在军营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就是实话。你们也别在这处咄咄逼人，时候不早了。弟妹她累了要休息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杨公方原本还想发火，边上的大水忙拉住了他。爹，咱们回去吧。娘，爹他真的死了吗？谁说你爹死了？怎么娘说的话你不信？你就信你大伯娘去了。爹没死，你爹活得好好的，你别咒他。他确实是去军营当兵了，但是他不是逃兵，等以后得空了会回来看我们的。昨日我还跟你二婶去军营看他，他好好的，你们不要乱想，怪娘不好，回来没有说清楚，吓到你们了。二婶，真的吗？你爹说下回回来要与你们比功夫，所以你们可得抓紧练习了，别让你爹好学的功夫赶上你们。我爹去军营了，他要去做英雄了。好了，你们娘累了，你们跟小树哥玩去吧，等会儿咱们都去奶奶那里吃饭。我要去告诉山平还有大鸭、大壮他们，我爹不是逃兵，我爹他是英雄。周琼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就看到山平跑了过来。嫂子，不好了，公方叔去找李正了，说要与你们断亲呢。断亲？今日那家子是抽了什么风？是他说你们惹了祸回来不说实话，是想把他们也拉下水。李正欠能，你们还是赶紧去吧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，我求之不得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二嫂你回你的，这件事情我自己处理，用不着别人帮忙。周琼回了家，没一会儿吴氏就过来了。今日总算是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。怎么，果真断了？我也看不懂，但是李正办事我还是放心的。断了，咱们族谱上也记了，从今往后我们两家也没有关系了。什么断了？怎么还闹到李正那里去了？奶奶，我们家与大伯家断亲了，以后他就不是我们大伯呢。你们今日不是才回来吗？怎么就又闹上断亲了？我早就想断了，只是公才一直念着兄弟情，拉不下面子。如今这回是他们提出来的，非要断，这也怪不到我头上。你们是不在那处，没有看到他们戏演得多精彩，表面装的兄弟情深。如今听说相公他当了逃兵，便打定主意，觉得他没有好果。他们说我跟二嫂今日是偷偷给他爹收尸去了，兴许明日官府就要上门问罪。我是看明白了，他们就是怕出事受到牵连。也好，正好断了，这件事还真是一场意外收获。这件事过去几天后，吴氏家院子里突然来了一辆豪华狗车，